若是混沌真火淬炼我的话，那我就变成更强的板砖，不是，变得更加完美。这自然是可以。太好了！你也该让我试一试你的威能力量吧。好吧。我觉得可以在你的身上刻一个德字。君逍遥淡淡看了洛云一眼，虽然给你种下了印记，但还是希望你自己能识趣点，主动点。你若表现出色，不论是混沌精血还是混沌元灵之力，都有可能赏赐给你。好了，经理，我们把太玄秘藏内的资源底蕴都收拾一番吧。想必外面应该会有些热闹吧。而在外界，始王族、混天族的强者依然在与妖盟的一众妖皇对峙。他们出来了！逍遥王，黄天歌人在何处？他死了，我杀的。什么？该死！怎么，就允许黄天歌针对我，不允许我反杀了？你们始王族倒是霸道啊！就算同辈相争，也不至于下死手。对于敌人，我没有仁慈的习惯。另外，你们别忘了，那黄少言还在我手中。你们也不希望双子弟一个都保不住吧？同时，他对洛云说：“你先回去吧，若有需要，我会通知你。”洛云皇女，你没事吧？君逍遥就这样施施然地离开了，没有理会始王族。怎么回事？以黄天歌的实力，就算是败给那逍遥王，也不至于被他斩杀呀。说不定他比所有人想的都要更加深不可测。这次我族亏大了，不过对付此人，还得回到族里再议。至少也得等到黄少言回来。离开太玄秘藏之后，君逍遥等人返回到了苏家支脉所在地。黄天歌陨落，你现在算是始王族最优秀的妖孽了。始王族应该会转而大力培养你。我觉得你应该感谢我，如果不是我，你还无法看穿你兄长对你的真正态度。放心，在合适的时间，我自然会放了你。看来逍遥王也并不想彻底得罪死始王族啊。不，或许这就是借坡下驴，已经杀了黄天歌了，这黄少言反而无关紧要。这样一来，始王族也不好再发难什么。不然的话，逍遥王不放黄少言，始王族反而还可以以此为借口发难逍遥王。这招高啊！君逍遥在北苍茫的名声变得越发恐怖起来。这是时候该离开了。君公子，丹翡姑娘，我是来给公子送破地丹的。劳烦丹翡姑娘了。哪里，君公子客气了，还得多谢公子送的3味真火。这样一来，之后我也有把握参加炼丹师大会了。炼丹师大会？没错，是苍茫星空诸多炼药丹道势力的大会。我们丹鼎古宗虽然在北苍茫算是最著名的丹道势力，但其实在整个苍茫，尤其是苍茫深处，还有一些更加鼎盛的丹道势力和家族。以往丹鼎古宗也曾参加过炼丹师大会，但排名并不算太过理想。原来如此。那之后炼丹师大会若开启，君公子会来观礼吗？如果有时间空闲的话，我会去。那太好了。一番寒暄之后，丹翡也是启程回宗。君逍遥得到了10枚破地丹。那逍遥，接下来你要回天域仙朝吗？我跟你一起。可以。一番整备之后，君逍遥、苏锦离等人也是启程，要回转东苍茫。而在途中，君逍遥收到的消息：逍遥，怎么了？苍茫灵界，萧天出手了。萧天？难道他们对天域仙朝？根据君逍遥得到的从天域仙朝那边传来的消息，萧天组织对天域仙朝出手了，包括天域仙朝5皇子江天蓝、7公主江婉仪等人都遭到了萧天的暗算，在苍茫灵界之中陨落。
虽然不是真正的陨落，但也对现实中的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君逍遥、苏锦鲤等人回到了天域仙朝，他也是面见了江帝江开林。逍遥，关于北苍茫的一些消息，我也知晓。看来，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的。陛下，抱歉。何来道歉？都是因为我，导致江天蓝他们在苍茫灵界出了意外。那算什么事？苍茫灵界是属于你们一辈争锋的舞台，发生这种事，也只怪他们技不如人。此事我会处理。你出手，我自然是放心的。见过江帝之后，便是和苏锦鲤一起通过引灵台，再度进入到苍茫灵界。是他，是逍遥王，他进入苍茫灵界了，快点起阵！萧天的人动手了，逍遥王他回苍茫灵界了。真希望逍遥王能扛住啊！萧天这个组织着实霸道可恨。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人家逍遥王可是万古无双的混沌体，就算在那强者妖孽云集的萧天中，也是绝对顶尖的存在，找不出几个对手来。看来你们不傻，还知道提早做准备。快，尽力催动大阵。这算是群狼猎龙之局吗？逍遥王，你的确很不一般，战力非凡。其实我们组织也并不想与你为敌，甚至我萧天组织愿意邀请你加入。你若加入，那自然就是自解，之前的一切矛盾都一笔勾销。你可愿意？哦，加入萧天组织？不错，逍遥王，只要你愿意加入组织，立刻就可以成为黄金面具。那这样说来，倒还算不错。那是自然。要我加入萧天，其实也不是不可能。有什么条件？很简单，只要让我统领整个萧天组织，那我便愿意加入。逍遥王，你在耍我们？既然逍遥王你执意要与我萧天为敌，那也不必废话了。你们还远远不够看。怎么可能？在人罚压阵的情况下，他竟然还有如此战力！小心一点，不要靠近混沌体。逍遥王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现在可说不准了。逍遥王与我萧天为敌，就是这个下场。那逍遥王就算是混沌体，也得眼恨，再不济也得受到重创。你们说完了吗？说完了，可以准备去死了。然而君逍遥一掌探去，一掌落下，恐怖的波动席卷八方。那几位白银面具在这一掌之下接连崩碎，化为血尘。这就是万古无双混沌体的真正实力，不愧是古今无双的混沌神体。光靠这一体质，逍遥王可横推苍茫灵界。逍遥王就是对抗萧天的希望。逍遥，这下我们是要彻底与萧天对上了。一山不容二虎，这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罢了。逍遥王大人，我们倒是知道一些关于天域仙朝一众人的消息。说。君逍遥没有迟疑，和苏锦鲤一起通过灵印，他们便来到了苍茫灵界第2层的入口处。那位莫非是天域仙朝的逍遥王？绝对是他，他来第2层了，看来是为了天域仙朝之事。是啊，毕竟现在和天域仙朝有关的人都遭到了萧天组织的针对。这下有好戏看了。听闻这逍遥王是万古无双的绝世混沌体，这样一尊猛人和萧天对上，令人期待呀。听闻有一位身负太阳圣体的天骄正在被萧天追杀，还有星辰龙族的龙女，貌似情况也并不好。萧天，你们这是自寻死路。整个苍茫灵界第2层范围极为广袤，在某一片区域之内，你好歹也是星辰龙族的龙女，又何必一条路走到黑，追随那不识趣的逍遥王呢？我萧天组织广纳英才，你若聪明，应该知晓如何选择。我家公子在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敢出手呢？等公子离开了灵界，你们才针对追杀，一群无胆鼠辈罢了。那逍遥王得罪了我萧天，
之后在苍茫灵界将再无立足之地。你既然想一条路走到黑，那便先拿你开刀。海若，你还好吧？公子，海若没事。逍遥王，君逍遥懒得和这群人多说一句，抬手之间将他们如擦出灰尘一般抹去。我们去找其余人吧。若是这样分散，你们只会被萧天各个击破。抱歉，公子，还要劳烦你出手相救。不必如此，你一人扛住了近10位白衣面具的追杀，已经很不错了。师兄，你总算来了，再不来我可真撑不住了。江韵然他们呢？之前遭到萧天暗算时，我单独一个方向引开一批人，皇妹他们好像是前往了一处机缘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但应该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是萧天重点要铲除的目标。苍茫灵界第2层，这片地域正是灵界第2层中一处才显现不久的机缘宝地，名叫乾坤两仪湖。啊，为什么不能进入这乾坤两仪湖？你还不知道吗？萧天组织的人把天域仙朝9公主江韵然等人围堵在了湖内，他们是靠着某种阵法才能坚持这么久的。而天域仙朝那位逍遥王，你们应该听过其名，萧天这是要报复呢。而此刻在乾坤两仪湖周围，没想到在他们之中竟然还有精通元术阵法的元士，若不是有此阵存在，我们早就可以完成任务。那又如何？他们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况且那位大人马上就要来了，到时候他们还是得束手就擒。等那位大人来了，这阵法要破开也不过轻而易举。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算是彻底得罪了那逍遥王。他毕竟是混沌体。你担心这些做什么？天塌了，有个儿高的顶着。我们萧天中大人物可不少，那逍遥王的确很强，是个妖孽，但是我们萧天中那些大人就弱了吗？在乾坤两仪湖内，有3女盘坐其中，支撑维持着阵法，正是穆长熙、江韵然还有桑榆。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这般联手。不过若是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到时候阵法被破，我们怕是……若是能坚持到逍遥来，其实我倒是不太愿意逍遥族兄来此，因为那样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没有。如果我能正道，能成帝的话，现在或许就不会如此狼狈。你们坚持不了多久的，还要负隅顽抗吗？马上就会有我萧天组织的大人物降临，到时候你们再难坚持下去，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没过太长时间，一道身影降临而来。黄金面具，莫白大人，这乾坤两仪湖对我而言倒也有些作用。逍遥王混沌体，当初就是他吗？如果真的是你敢夺走我的东西，哪怕混沌体也得付出代价。不好，有强者来了，而且也精通阴阳之道，刚好与此地属性契合，我们怕是坚持不了了。莫非是太阴圣体？那逍遥王倒是好福缘，身边尽是这种极品女子。你们应该清楚我萧天为何要围剿你们。现在可以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你们若是愿意与那逍遥王撇清关系，那你们自然可以安然待在灵界修行，甚至我还可以引荐你们加入萧天。看来你们是执迷不悟了。既然如此，那我也只能给你们一点教训了。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教训我的女人？一行人渡空而来，为首出手的白衣男子正是君逍遥，在他身后则是江浩淼、杨旭、海若等人。逍遥王，他竟然来第2层了！哎呦，这下有好戏看了。不过那可是黄金面具啊，竟然都被逍遥王一巴掌拍下来了。逍遥王，看来你们萧天
真的是要自寻死路。你就是那混沌体，我那株阴阳混沌元根，可是你夺走的。是我夺的又如何？敢抢我的东西，你很有胆。我抢了你的东西又如何？你有在我面前废话的资格吗？还没有人能从我阴阳子手里抢东西，哪怕是你逍遥王也不例外。阴阳子，圣灵族的圣灵五子之一，他竟然就是那阴阳子！听闻这阴阳子，乃是一块混沌土中的先天阴阳道元所化，其天生便掌控阴阳法则，更是以极快速度崛起正道，于圣灵族中崭露头角，成为圣灵五子之一。圣灵族，你虽是天域仙朝逍遥王，那我圣灵族乃苍茫十霸族之一，无惧一切。君逍遥懒得和阴阳子多话，他再度出手，这压着圣灵一族的肉身打，而且还是圣灵五子之一。这就是逍遥王的真正实力吗？比萧天中的黄金面具还要强啊！怎么可能？混沌体的肉身能恐怖到这种程度？逍遥王，你真要一条路走到死？现在停手，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怎么，在苍茫灵界中向来高高在上的萧天，现在也想要与人商量了？逍遥王，你先夺我天地神物，现在又挑衅我萧天，你还讲不讲道理？讲道理？哼，这种话从你们萧天成员口中说出来，倒是颇有讽刺之意。不过很可惜，在苍茫灵界，弱才是原罪。君逍遥出手，6道轮回拳迸发而出。这还不够，相比于他们对你们做的，我觉得这报复还不够。而就在阴阳子被碾杀的同时，现实世界中，圣灵族势力范围核心处的某一刻古星深处，那是阴阳子的真身。逍遥王，你这是找死！逍遥王，你等着，你绝对不可能在苍茫灵界立足，以萧天的底蕴，定然要将你从灵界中抹去。能加入萧天的，再怎么样都有2把刷子，竟然挡不过逍遥王一掌。逍遥王是真的要和萧天杠上了，这是完全撕破脸皮呀！不过双拳难敌4手，我是真的希望逍遥王也能如萧天那般建立起一个组织，那我绝对加入。不错，与其在灵界苟且当炮灰，还不如加入逍遥王麾下干一笔大的。嗨，也别想得太早，萧天组织中强者如云，不乏各族最顶尖的人物，逍遥王单独一人能撑多久啊，还是未知数。而就在众人看热闹之际，连灭了萧天10余座古城宝地的君逍遥，终于是放出了最为震撼的消息：他要于苍茫灵界建立组织，组织名为逍遥盟。诸位，现在的情况你们也都清楚。既然在苍茫灵界建立了逍遥盟，那就注定会与萧天对上。我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苍茫灵界，而且逍遥盟的建立也需要各位助力。我从丹鼎古宗那里得到了破地丹，可以助有望正道之人正道。至于其他人，我刚好也在北苍茫得到了太玄秘藏，其中的诸多资源，你们都可以拿去提升修为，争取早日触及正道。要尽力提升实力，只有这样，逍遥盟才能彻底在苍茫灵界立足。君逍遥身边有一些人已经接近成帝境界，有穆长熙、江韵然、江浩淼、杨旭4人。君逍遥给了4人每人1颗破地丹。一番安排之后，君逍遥自己也是准备要闭关突破。有事？长熙，有何事？怎么，和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夫君，你要闭关修炼突破，对吗？不错。那长熙可以？长熙，你可考虑好了？其实我是不急的。长熙知道夫君是为了我考虑，但其实这件事本就无需考虑。既然夫君需要突破，那么长熙所想到的唯一能够帮到夫君的办法，就是……
妮子，就为了帮助我突破，就要傻乎乎献出自己吗？我不傻，我愿意。既然如此，那为夫也要助你突破。主人，您竟然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唉，无趣。应该1-2天就可以出来了吧？然而3天、5天、7天、1个月，转瞬之间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还不出来？我不羡慕，绝对不羡慕。而终于3个月之后，君逍遥所在的寝宫阵法散去，他也是出现。不愧是太阴圣体，难怪那么多人都想得到太阴圣体，的确是最佳的修炼辅助器。怎么这样看我？逍遥，你是不是待得太久了？还好吧，只是因为之后需要时间修炼突破，所以也没有余裕去享受什么。其余人应该都在闭关修炼吧？晕然族妹她后来也闭关修炼了。是吗？也罢，接下来我也该修炼突破了。君逍遥进入宝地之后，也是做好了完全准备，开始炼化他之前所积累的诸多底蕴。再迈上一个阶层，突破到地境小圆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你未免也太看不起逍遥王了。我看这一次他应该能直接达到地境大圆满。接连突破2个境界嘛，在地境层次，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君逍遥，集2大家族足运于一身的足运之子，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时间流逝，转眼数个月的时间过去，君逍遥依旧在宝地之内。这真的是地境中的突破吗？或许逍遥他会给我们带来些许惊喜，也不一定。而就在这时，终于那宝地深处有了动静。成功了！不对，逍遥王貌似不仅仅是想突破1个境界，他还在继续。这气息太恐怖了，逍遥王是要突破到地境大圆满吗？而君逍遥在短短时间之内就接连突破2个地境境界。逍遥王成功了！不到100岁的地境大圆满，哪怕放眼苍茫星空，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了。在那宝地深处，君逍遥竟然还没有要结束修炼的迹象。这不可能！难道莫非逍遥王要突破成为地中巨头？逍遥王此举着实有些不明智啊！就算他天资妖孽，但这种突破岂是儿戏？他已经突破2个小境界了。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此举确实不利呀。先暂且关注吧，现在也无法插手其中。所谓妖孽，便是超出常人理解的存在，风险越大，收获也就越大。就看逍遥能否扛过这地劫。这是怎么回事？变天了？莫非是有大能者要突破？可是这波动未免也太恐怖了。那个方向来自天域皇城，是天域仙朝的哪位老祖要渡劫吗？这真的是地中巨头的劫吗？怎么感觉哪怕是巅峰地乃至超凡地的地劫也不过如此？君逍遥淡淡抬眸，眸子如古井无波。他起身，身躯一震，刚好我的雷结液也用光了，这雷池出现地还真是贴切。我枪雷结液，哈哈，实验我的最爱。怎么可能？那是天罚之眼。古祖大人，这天罚之眼怎么会在这个阶段出现呢？天罚之眼，这东西出现的次数不多，而且一般都是在突破极高境界的时候才会有概率出现。可逍遥他这才只是突破地中巨头而已，竟然就引出了天罚之眼。非一般的存在，将有非一般的待遇。逍遥他的确太过妖孽，所以才会提前引来天罚之眼。这天罚之眼可不好度过，
即便是最为初级的天法之眼，也会给渡劫者带来毁灭与死亡。就看逍遥这孩子还能给吾等带来什么惊喜。天罚之眼，有趣，刚好合我的心意。看其威力，应该只有最初级的天罚之眼，但也足够恐怖。别说一般大帝，就算是地中巨头，都会被瞬间轰杀，不论是前期还是大圆满。若是换作普通地境渡劫，面对着天劫之眼，那是死局，无解。难道逍遥王还有什么底牌手段？君逍遥对此催动一气化三清之能，先天圣体道胎、混沌神体、鸿蒙道体三重体质力量同时催动。不是，逍遥王不只是混沌体吧？还没完，他是早就知晓会引动天罚之眼，还是恰好碰上的？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这是属于他的机缘。这究竟是君逍遥在渡劫呢，还是劫在渡君逍遥呀？怎么感觉反过来，君逍遥才是劫数呢？难道他还想薅天罚之眼的羊毛？我操，这么妖孽！君逍遥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地境2重天，地中巨头。果然与地境1重天的感觉不同，难怪能称之为巨头。这等境界，果然玄奇。这是要蜕变出什么雷法？借助天劫而悟法吗？也只有他能做到了。竟能妖孽到这般程度，逍遥他将会成为这一世所有天教妖孽，甚至老一辈头顶上的一座大山。不，或许在今后都难以出现如逍遥这般的存在。不到100岁的地中巨头，我是不是也该认真修炼了呢？不然的话，要被逍遥甩开太多了。成功了，雷地法，9龙雷罡印。等日后每一次渡地劫，我的雷地法都可以吸收天劫之力，威能会进一步蜕变，更加恐怖，甚至演化出新的神通招式，甚至最后一步步蜕变成为仙法，也不是没有可能。君逍遥体内的须弥世界，在他突破巨头之后，数量也是暴涨了5000多万，直接从1亿5千万须弥世界扩张到了2亿须弥世界之力。君逍遥的内宇宙也是再度扩张了300个小千世界的范围，加上之前的700多个，君逍遥的内宇宙终于是达到了1000个小千世界，正式迈入了中千世界。等我集齐混沌4大元灵，便可在内宇宙形成地水火风的物质轮转。这样一来，内宇宙又可以继续扩张。这次突破地中巨头的收获太大了。原本正等着君逍遥出关的苏锦鲤，得到了从北苍茫苏家支脉那边传来的消息。怎么会？若是逍遥知道这个消息，数日之后，君逍遥的身影便是从宝地之中出现。锦鲤，这么着急做什么？锦鲤，发生了什么？逍遥，是这样的，北苍茫苏家那边剑师堂被传来消息，说，消息说，你的那位朋友叶公子被人围杀，陨落了。你说叶兄，他死了？究竟是什么情况？随后，苏锦鲤也是解释了一番。无尽剑狱，不对，应该不是。剑族敢对我身边的人出手，哪怕是18族之一的剑族又是如何？逍遥，你没事吧？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没事。逍遥，不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放心，我的心性还不至于那么脆弱。只是这次，他们过了。如果不敲打，真以为我君逍遥身边的人谁都可欺？君逍遥面见了姜帝，陛下，你不必多说什么了，我已知晓。天域仙朝的任何强者、兵马，你尽管调遣，
多谢陛下。杨尊前辈，君公子，你若有事，杨某自当仁不让。怎么回事？我天域仙朝有多久没有大动干戈了？逍遥王竟然带了这么多强者军队离开，怕是有人要倒霉了。西苍茫同样是一片无尽广阔的空间，位于整个苍茫星空的西部区域。君逍遥和天域仙朝的军队也是来到了西苍茫禁地九劫深渊。剑师，君公子，苏姑娘，你还知道什么情况？出手之人若无意外，应当是剑祖。知道出手之人吗？那剑祖中有数人出手，但最主要的那位名叫徐长天，乃是剑族的13剑子之一。徐长天，我明白了。你们先待在此地，我去那九劫深渊看看。九劫深渊乃是西苍茫有名的万古禁地。九劫剑帝，那位曾经的九劫剑帝究竟有多强？也难怪叶兄会选择来此地，是叶兄的剑招神通万神劫，难道真的陨落了？他看到了一把剑，一把木剑，正是叶孤尘的佩剑求败。他的肉身应该是被彻底斩灭了，然而现在君逍遥却是在求败剑上感应到了一缕叶孤尘的灵魂波动。这难道只是叶兄之魂竟然附着在了剑上？这血液难道是属于那位九劫剑帝的血？这场结束对于叶兄来说是死结，是肉身的结束，但这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对于叶兄而言，这或许是福非祸。叶兄并没有完全陨落，他莫非是想以剑为根，重塑其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场结束对于叶兄而言，或许反而是他争得自我之道的契机。既然如此，叶兄，你便在此安心蜕变。君逍遥离去，让叶孤尘在此重塑真身。君逍遥离开了九劫深渊，回到了苏锦鲤、苏剑师这边。逍遥，君公子可是发现了什么？不论如何，该报的仇还是需要报。那徐长天现在在何处？徐长天一行人现在应该暂时在西苍茫，一方名叫玄天剑宗的势力中落脚。他们竟然都不急着回去族里，看来他们是认为他们所杀的不过是一个没有背景、无足轻重的人物吧。去玄天剑宗。玄天剑宗位于一方磅礴大界之中。徐公子能前来我玄天剑宗做客，倒是令我宗上下蓬荜生辉。客气了，不过是来办点事情而已。听闻徐公子所灭杀的那位剑修，便是之前北苍茫的那位天煞孤臣附体者，他乃是乱世七星之一。徐公子此举可以说是为苍生做了大贡献呐。没错，乱世七星，人人得而诛之。徐公子是大善之举。诸位客气了，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唯一可惜的是没有镇住那天煞孤星，令其遁走了。之后若再被人得到，怕是还会有纷扰的。我倒是记得，那天煞孤星附体者，好像与那天域仙朝逍遥王有些关系。哦，怎么？你的意思是，那逍遥王会针对我？怎么会呢？徐公子可是剑族剑子，那逍遥王虽然来历也不凡，但还不至于对公子出手。徐公子误会了，我的意思是，那逍遥王的剑道极为不弱。之前我在苍茫灵界某处剑道试炼地，见到一位白衣男子，一记剑指便将那试炼地毁去。后来打听了消息后才知道，这位白衣男子就是逍遥王。那逍遥王也修剑？不错，而且剑道之深，我看不透。哼，那又如何？剑道源流皆出自我剑族，他的剑道莫非还能与我剑族相比？而且说真的，如果他不是混沌体，不是背靠天域仙朝，他的下场
比那天煞孤星副局长也好不到哪儿去。那是当然，逍遥王纵然强势，但面对10把族之一的剑族也得收敛。何况他会不会替他朋友出头还是个问题，毕竟因此而得罪剑族也并不划算。与此同时，在玄天剑宗所在的山脉之外，阁下止步，前方乃是我玄天剑宗驻地。阁下是何人？让徐长天出来。什么？你是逍遥王？我耐心有限，你们玄天剑宗若还想立足于西苍茫，便识趣一点。怎么回事？外面是什么情况？怎么了？那位逍遥王，他来了。哦，既然他来了，于情于理也该见一面才是，看看所谓混沌体究竟是何等疯子。你就是徐长天。逍遥王，你是为你的那位朋友而来的？明白就好。你可有遗言？这是你最后能说出口的机会。逍遥王，你要杀我，就因为那个一文不名的叶孤尘，你要为他而得罪我剑族？一文不名？若叶兄是一文不名，那你在我眼中，便是连一粒尘埃都不算。逍遥王，你以为我剑族是始王族混天族吗？逍遥王，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在本宗主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留点退路，没必要把路走绝了。你在教我做事？非是教，而是讲道理。讲道理？刚好，本公子也喜欢讲道理。那是天域仙朝的兵马。逍遥王，你这是何意？你不是要讲道理吗？本公子现在就和你讲道理。你这叫讲道理？逍遥王，你这是……逍遥王，且慢！我玄天剑宗与你朋友陨落的事情毫无干系。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我玄天剑宗丝毫没有牵扯到其中。你呀，跳反的也太快了吧！没见过变脸这么快的。逍遥王，不得不承认，身负混沌体的你，确实有笑傲八方的资格。但我徐长天身为剑族剑子，也非是能随意被抹杀的存在。也别说本公子不给你机会，你是剑族的剑修，既然如此，那便以剑对决。若能接我一剑而不死，今日你可以离开。一剑？难道逍遥王还想着要一剑秒杀剑族剑子？好，这可是你说的。徐长天一剑横出，好恐怖的剑招，这就是剑族剑子的能为吗？太强了！君逍遥手持大罗剑台，轻飘飘的一剑横出，没有刻意施展出什么剑招神通，只是挥出一剑而已。徐长天被一剑秒杀，直接陨落，甚至连尸首都没有留下，化为了尘埃。这长天剑子，你们那时也出手参与围剿了吧？既然如此，陪他一起上路。一剑过后，其余几位剑族精英也是被抹杀。我们走吧。君逍遥离去了，天域仙朝的军队也是离开。宗主大人，徐长天等人死在了我们玄天剑宗，之后剑族会不会……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是剑族和逍遥王以及天域仙朝的恩怨。我们不是不出手，而是无能为力，知道吗？不过这样说来，那逍遥王大动干戈，调动天域仙朝的军队，就是为了逼压我们玄天剑宗。真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宗主，你的意思是，既然天域仙朝军队都出来了，那肯定是要动手了。怕是要不了多久，就会传出一方势力覆灭的消息。离开玄天剑宗之后，在战船甲板之上，逍遥，
现在仇也报了，接下来该如何？报了吗？我倒是觉得还没完。剑族，我迟早得走一走。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剑族签到。君公子，之后我们去哪儿啊？去北苍茫，无尽剑域。北苍茫，紫灵剑，无尽剑域。言儿，是为父无能，无法真正替你复仇。不过没关系，日后只要有哪怕一丝可能的机会，为父都要抓住，想办法灭了那君逍遥。而就在这时，在无尽剑域之外，忽然有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怎么回事？狱主，不好了，他们来了！谁？逍遥王！怎么回事？好磅礴的地境威压！那个方向是紫灵剑。那是无尽监狱的地盘，怎么回事？莫非发生地战了？君逍遥，林天雄，看来之前我对你的告诫，你并没有放在心上。杀了你的朋友之人，乃是剑族。出手的剑族剑子已经陨落，之后有机会，剑族我也会走一走。不过你们无尽剑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今日，无尽剑域将于苍茫除名。君逍遥，就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剑修，你就要掀起不朽战，灭我无尽剑域？是天域仙朝的军队，那位逍遥王对无尽剑域出手了。我前段时间倒是听到一个消息，貌似是逍遥王的那位朋友天煞孤星附体者陨落在了西苍茫。什么？就因为一个人陨落而掀起一场不朽战？敢招惹我天域仙朝，尔等该当覆灭！该死啊！前辈，让我去吧。那凌天雄实力可不一般呐。晚辈心里自然有数，而且有些仇也该自己解决。那好，若有任何情况，通知我等。此仇我凌天雄必报。凌天雄，你这仇怕是报不了啊。你一人来阻我？冤有头债有主，你想替你儿子报仇，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既然你这般开口，那我便成全你。地中巨头。之前君逍遥与灵焰争锋时也才地境而已，现在才过了多久，就已经突破成为一尊巨头。凌天雄简直难以想象，自己竟然会陨落在君逍遥的手中。看来我们是白担心了。在这一战之中，无尽剑域的高层强者几乎被围剿一空。公子，这些人如何处置？给他们种下奴役印记，发配去天域仙朝挖矿。太恐怖了，这就是天域仙朝的实力吗？无尽剑域就这样被灭门了？你们可别忘了，这还远不是天域仙朝的真正实力。毕竟那位谷祖江卧龙还没出手呢，他若出手，无尽剑域根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这逍遥王未免太有魄力了，只是因为一位好友陨落，就掀起不朽战，灭了一方不朽势力，这是什么大手笔？那凌天雄还真是作死。看来逍遥王真是说到做到，以后谁敢忤逆他的意志？苍茫星空浩瀚无尽，而此刻在剑族版图核心区域某一方古老的界域之内，这方界域名叫赤霄古界。什么？虚长天他死了？虚长天身为我剑族13剑子之一，就算不敌那君逍遥的混沌体，那也不至于陨落才是。消息是从玄天剑宗那边传来的，徐长天的确陨落了，而且什么？而且是被一剑秒杀。什么？你说那逍遥王以剑道击败了徐长天？赤明长老，这绝对是那逍遥王的挑衅，我们赤霄一脉绝对不能视若无睹。而且不仅是徐长天他们一行人陨落了，甚至传来消息，那无尽剑域
都是被天域仙朝大军所覆灭。这一步棋，看来我们似乎走错了。长老，需不需要将此事告知赤霄大人？不必。这等事情虽然不小，但对于赤霄大人来说，也不过是小事。可是，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做？这不仅是我赤霄一脉的损失，更对剑族的声威有所影响。那逍遥王的来历有些古怪，光是天域仙朝的王，还不至于如此横行霸道。如果贸然出手，或许会给巫族带来大麻烦呢。别忘了以前的教训。什么？不可能！那一族不是已经不在苍茫星空了吗？那逍遥王他……总而言之，还未确定，贸然出手实属不智。而且，若是同辈出手也就罢了，若是我们赤霄一脉强者出手，难免天域仙朝那个江卧龙又会横插一手。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剑族中有与那君逍遥差不多同辈的存在，击败他。可是除了仙土中的存在，便是剑13子，对上混沌体，胜算也并不大。许长天他不是有一位好友吗？长老是说，无极一脉的剑子赵北玄。没错，那赵北玄身怀至尊剑骨，虽然非是我脉之人，但不得不承认，他比徐长天要更加优秀。以他的性子，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想必坐不住，就先让他去探一探那君逍遥的虚实，等之后查清楚状况，再安排应对手段。是。与此同时，在剑族版图的另一方古界——无极古界之中，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波动？来自宝地深处，是赵北玄师兄的气息。他怎么了？估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徐兄竟然陨落了！杀他之人，乃是天域仙朝逍遥王，而且还是万古无双的混沌体。混沌体吗？是北玄剑子，他要出关了吗？他的至尊剑骨已经蜕变完成了吗？长老，没想到你还是出关了。我知道你的来意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那逍遥王君逍遥来历不简单，本身更是强悍的混沌体。他既然能轻易斩杀徐长天，那实力绝对毋庸置疑。你的修为或许比徐长天要更强，但对上那君逍遥，并没有丝毫把握。况且你的至尊剑骨尚未蜕变完成，这让你的胜算更是微乎其微。可是，若要等到至尊剑骨蜕变，那要等多长时间？若你真想加速至尊剑骨蜕变，甚至变得更强，其实还有一个选择。长老的意思是，镇魔剑骨。镇魔剑骨。那镇魔剑骨对于一般剑修来说，的确是凶险的禁地。一不小心，神智封魔都是好的，更可能有深陨的危险。但对于你而言，那却是磨练、蜕变至尊剑骨的最好地方。长老，我愿意前往。行吧，不过还是不要勉强，注意自己的安危。因为剑族的各方界域之间彼此都有传送阵，所以赵北玄也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便是来到了雪月古界。暮雨那妮子应该也在吧？刚好也顺道去看他一下。他正是剑族13剑子之一，雪月剑仙一脉的剑仙子秋暮雨。暮雨师姐，不是说过吗？在我修炼时，非重要的事情无需打扰。啊，暮雨师姐，是无极一脉的赵师兄来了。什么？北玄哥哥来了？他在哪里？在待客大殿。
沐雨师姐和赵师兄还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天上良配，令人羡慕不来啊！北玄哥哥，沐雨，你来了。北玄哥哥，你不是在无极一脉闭关修炼吗？怎么会有空来雪月谷界？怎么，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当然不是。好了，说正事儿。其实，我乃是为了镇魔剑谷而来。什么？北玄哥哥，为何要去那种凶险的禁地？因为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随后，他也是把关于徐长天陨落，还有君逍遥的事情都告诉了邱沐雨。什么？徐师兄陨落了？天娱仙场，逍遥王，混沌体。北玄哥哥，那逍遥王乃是混沌体，又拥有秒杀徐师兄的能力。你，沐雨，莫非连你也认为我对上那逍遥王，完全没有丝毫希望？不，沐雨不是这个意思。北玄哥哥，这段时间镇魔剑谷并不平静，躁动越发频繁了，剑谷内的不死物质也越发浓郁。北玄哥哥若进入其中，难免会遇到凶险。那岂不是更好？其中的能量和剑韵会更加浓厚，对我亦有极大裨益。况且我有至尊剑骨护身，不会被那不死物质侵蚀。我必须要借助镇魔剑骨的力量，令自身蜕变。那行，我可以让门中长老安排让你进入。不过北玄哥哥，你若出现任何情况，一定要赶快出来。啊，我明白。随后，邱沐雨和赵北玄在经过了雪月一脉长老的同意之后，进入雪月一脉的核心深处。前辈，沐雨丫头，你怎么来此了？前辈，是我要进入镇魔剑谷。哦，无极一脉的小子，你可知晓现在镇魔剑谷有多凶险？你想进入其中修炼，后果可是难料。晚辈心意已决。也罢，随你吧。之后，赵北玄便是独自进入了镇魔剑谷之内。丫头，身为过来人，我可以告诉你，这小子心高气傲，脾性倔强。虽然天资不俗，但将来迟早得吃亏。你若有心，还是趁早换个对象吧。多谢前辈建议，晚辈心中有数。而进入了镇魔剑谷的赵北玄也是逐渐感觉到一股压力。不行，此地的剑韵还不够。我想要借助魔剑王所散发出来的剑意与剑韵，就必须要进入更深的地方。所以赵北玄也是咬着牙，一步步深入镇魔剑谷深处。这便是那镇压魔剑王的大阵。我成功了。在天域仙朝的军队踏平了无尽剑域之后，也是收获的盆满钵满，携带着各种搜刮而来的资源，启程返回天域仙朝。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剑族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莫非剑族也怂了？绝对不可能，剑族绝不是始王族、混天族等势力可比的，他们不会太过顾忌天域仙朝。就算是有江卧龙撑腰，剑族也不可能连问罪都不来。除非逍遥王还有什么能让剑族都忌惮的底牌或者来历。君逍遥和苏锦鲤、苏剑士再度返回了九劫深渊。叶孤城，我无事。对叶兄而言，此劫或许是福非祸。不错，我能感觉得到，同此地九劫剑地遗留的意志产生某种共鸣，甚至还得到了一篇玄奥的古经文《九劫心经》。九劫心经，九劫心经，渡九劫而成仙，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场劫数。若是渡过，便能证得自我之道。我相信叶兄的能力。生死之间虽有大恐怖，但也有大机缘。君兄，你们若是需要，我之后可以将九劫心经给你。这就不必了。等叶兄恢复后，我们再一起去剑族砸场子。逍遥，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就是那个……怎么如此扭捏？假如，我是说假如，如果是我出了这样的事情，逍遥你也会为我出头吗？我不会允许你出事，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种假设不成立。君逍遥和苏锦鲤要返回天域仙朝，而苏剑师则会继续待在此地，暗中守护叶孤城。在君逍遥去北苍茫、西苍茫的这段时间，杨旭和江浩淼也是接连正道。不错，你们现在的实力，即便再入苍茫灵界，也可独挡一方。哪怕是萧天组织中的黄金面具，单打独斗也奈何不了你们。这还要多谢公子栽培。我们虽然正道成功，但和君兄你的差距还是太大了。对了，俊然他们还没出来吗？还没有，但我估计也快了。而且九妹的天资比我还要妖孽，是天域仙朝新生代最出众的人物，她正道应该没有问题。在天域仙朝修炼宝地的深处，便有轰鸣动荡之声传出。是九妹。九公主要成功了吗？怎么回事？九公主虽然妖孽，但也不至于引动如此恐怖，乃至令人绝望的结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九公主莫非掩藏了真正实力？看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江韵然的气息也是暴涨，终于跨越了地境的阶层。在成功正道之后，江韵然在第一时间闪身来到君逍遥的身前。逍遥苏兄，你身上伤势不轻，需要好好调养一段时间。缓冲期已经给的差不多了，非会员不要关注这个号，你们还没更新到这个号，25号前会清人，拉黑了之后，以后找不到人给你解决。新会员首月缴150，次月每月30，老会员加紧补，25号后过期还没补的清除后视为新会员，之后不在抖音续费。不知道怎么续订的，加国创小鲁班，找这个群，找一匹马。还要细细体悟地境的规则与力量。晕然知晓。对了，逍遥族兄，你的气息算是有所突破吧。不愧是逍遥族兄。逍遥，随我来一下。在一处皇殿之内，姜太林与君逍遥相对而立。逍遥，你知道之前韵然身上的异状吗？陛下所指的是那道印记，想必那天劫异常的威力也与此有关。那道符印乃是轮回印。轮回印，俊然族妹她莫非与某一位古之至强有所冥冥中的因果关联？具体的情况需要留待日后观察。这股力量对他而言，若是能善加利用，也是大有裨益。不过逍遥，你能否答应我一个请求？陛下客气了，有事但说无妨。不论日后韵然情况如何，都希望你能够帮忙照拂一下。毕竟那妮子只认你。晚辈自当尽力。好，我能够感觉得到，在你身上探查不到丝毫因果的气息，应该是君家的大人物帮你屏蔽了因果。云然有你照拂，我很放心。而另一边，江韵然也是在宝地之内闭关修炼，恢复伤势。果然有所联系吗？那是与我有关的因果吗？他是谁？逍遥族兄太优秀了，若是以往，无论我怎么追，都不可能追上，只能远远看着他的背影。而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机会，韵然又怎么会放弃呢？我要让逍遥族兄眼中有我，心上有我。只有变得更优秀，才有资格站在他身边，得到他的注目关心。只要能得到逍遥族兄的关注，这代价又算得了什么？穆长熙则是因为他的太阴圣体加上太阴命星的力量，最后毫无意外，穆长熙成功正道，
穆长西并非是递进前期，而是直接跨入了中期。长西，你很不错，不仅正道成功，而且还又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这都是托了夫君的福，主要也是你自己的天赋，我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而已。况且，你也对我有所帮助。那夫君能否再帮助长西修行呢？妖精，也好，你身上渡劫留有伤势，的确也需要能量酝养一番。效果这么强的吗？如果我拜托逍遥的话，哎呀，我在想些什么东西啊？而在这之后，苍茫灵界那边又有消息传来，江韵然不仅是空灵体质，还拥有神秘的轮回印。穆长西有太阴命星、太阴圣体，杨旭也是拥有太阳金星，还有太阳圣体。江浩淼也很强，此外还有海若、桑榆等人。这次我们前往苍茫灵界，势必要让逍遥盟彻底稳定下来。在苍茫灵界第2层某处地域，这处宝地归我逍遥盟占据，其余闲杂人等可以离开了。什么？逍遥盟？机缘宝地，有能力者得之。你们就算来自逍遥盟，又怎么能垄断？你也知道是有能力者得之，难道我逍遥盟还没有这个能力吗？我逍遥盟盟主天域仙朝逍遥王之名，想必你们都有所耳闻。那可是真正的混沌神体，在苍茫灵界的规则之中，那就是无可匹敌的存在。连萧天组织中强大的黄金面具，都是被盟主大人随意抹杀。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有能力挑衅我逍遥盟权威，那大可以直接出手。原本以为逍遥盟的出现能制衡霸道的萧天组织，现在看来，逍遥盟也不是什么善茬。屠龙的少年终成恶龙，何况逍遥盟现在还没扳倒萧天组织呢。唉，果然这个世界是现实的，别指望其他人会替你出头啊。这已经是我们占据的第3处机缘地了，不得不说，打着逍遥盟的名号，的确可以省不少功夫。这都是多亏了英明的玄阴神子大人，若非他愿意主动加入逍遥盟，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我觉得神子大人再怎么说，也可以在逍遥盟混个副盟主的身份。不错，神子大人主动加入，那逍遥王也何该以礼相待。毕竟除了洛云外，逍遥盟现在可是找不到第2个少年帝级。不错，正是因为有玄阴神子，还有我们玄阴族加入，逍遥盟才能发展壮大。南渊城，这是逍遥盟在苍茫灵界2层的驻地。洛云大人，又有消息传来，玄阴族那一行修士又蛮横霸占了一方机缘地，现在外界各路修士对于我逍遥盟颇有意见，甚至还有传闻说我逍遥盟比萧天还要更加霸道。玄阴族，这样下去不行，通知下去，明天在南渊城内举行一场会议，到时候逍遥盟能来者要悉数前来。是。时间流逝，第2天，在南渊城中央一片开阔的广场之上，听说那位逍遥王容颜俊秀天成，乃是世上罕有的绝世男子，真想亲眼见一见呢。就是啊，我加入逍遥盟就是为了见他一面。啊，姐妹你也是吗？我也是为了逍遥盟主而来，可惜到现在都没能见上一面。而且逍遥王还是混沌神体，若是能被他相中……玄阴神子呢？他没有来吗？啊，抱歉了，洛云大人。我家神子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等一会儿就该来了。我们逍遥盟才建立不久，算是一个新生的组织势力。我们需要的是稳定扩张，不宜树敌太多。而在逍遥盟中，有部分成员行事过于霸道偏激，招惹了不少麻烦。这对我逍遥盟而言，有害无益。你们在笑什么？我说的话有那么可笑吗？洛云，你此言差矣。随着声音传来，一道身影负手悠悠而来。这位男子正是玄阴族的玄阴神子，在他身边赫然还有一位男子。
那位是万灵族的万灵圣子，他怎么来了？莫非也是要加入我逍遥盟？弦音神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本神子认为你说的话并不正确。的确，我逍遥盟才建立不久，是个新生的势力组织。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要将我们的威名彻底打出来。而立威的最好手段是什么？那自然是武力呀！以武力震慑他人，树立我逍遥盟的威望，这才是正确的道路。神子大人说的不错，这才是最佳的手段。若是逍遥盟主在，他不会认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你又怎么知晓逍遥盟主的真实想法呢？也许这也是他乐意见到的。况且我可是为逍遥盟又拉来了一位少年帝级万灵圣子，你说是不是？不错，之前本圣子虽听闻过逍遥盟，但也没有加入的想法。是后来玄阴神子劝我，觉得逍遥盟有发展的前途，我才愿意前来看看情况。说不定逍遥盟主来了，还得多谢我，又帮他拉来了一位少年帝级。毕竟现在的逍遥盟，除了逍遥盟主外，没有几个能镇场子的人物，不是吗？我这也算是大功一件吧。或许逍遥盟主还会给我个副盟主当当。就算如你所说的这般，但你们行事未免太过霸道。你们这等手段与萧天无异，甚至犹有过之。最主要的是，你们玄阴族做得太过分了。怎么？缓冲期已经给的差不多了，非会员不要关注这个号，你们还没更新到这个号，25号前会清人，拉黑了之后，以后找不到人给你解决。新会员首月缴150，次月每月30，老会员加紧补，25号后过期还没补的清除后视为新会员，之后不在抖音续费。不知道怎么续订的，加国创小鲁班，找这个群，找一匹马。啊，你有意见？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好啊，既然落雨你对我玄阴族不满，我玄阴族可以退出。原本以为逍遥盟有发展前途，现在看来，你们这般举动岂不是寒了人心？若是如此，我也该考虑是否要加入逍遥盟了。怎么，落雨，你是否承认自己错了？如果你当众承认自己错了，那本神子倒是不介意继续留在逍遥盟。任何人想离开，可以直接离开，我逍遥盟绝不挽留。是逍遥王，那位便是逍遥王吗？传闻是错的，逍遥王大人明明要比传闻中的要更加出众才对。没想到能在今日见到逍遥盟主，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吧？具体什么情况？洛云也是暗中传音，简单把事情告诉了君逍遥。一些情况，洛云已经告诉我了。你是想退出逍遥盟，那自然可以。逍遥盟主，我方才不过是玩笑之言罢了，并不是真的要退出。是吗？可是我认为，逍遥盟不需要垃圾，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垃圾。君逍遥，我加入逍遥盟也算是给你面子，也为逍遥盟出过力。你这种态度，是想寒了所有人的心吗？别说什么为了逍遥盟，你们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你们玄阴族待在逍遥盟，借着逍遥盟的名号，得到了多少机缘和利益？虽然这也是人之常情，我并不反对你们打出逍遥盟的名号，但问题是，你们太过了，已经到了足以损害我逍遥盟名声的程度。好处你们自己得，坏处全由逍遥盟扛。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为逍遥盟出力。我好歹也是少年帝级，我若离开，万灵圣子也会一同离开。你们逍遥盟还能招到几位少年帝级？不错，我与玄阴神子同进退。少年帝级，玄阴神子，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吗？逍遥族兄，之后逍遥盟无需再招收这些助者，我等可以将逍遥盟管理好。公子，之后逍遥盟的诸多事情也可以交给我。我逍遥盟
不缺少年地级。退一万步，就算需要，也不会要你们这种吃里扒外的垃圾。哼，我们走。军兄，不对他们出手吗？他们毕竟曾是逍遥盟的一员，若是现在直接对他们出手，传出去，对我逍遥盟影响不好。诸位，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了，既然加入了我逍遥盟，那就当一心一意，以逍遥盟的利益为重。你们不负逍遥盟，逍遥盟也不会负你们。之后的任何机缘宝地，每一个逍遥盟成员都有份，但也希望你们能够约束自己。我并不希望逍遥盟成为如萧天组织那般势力，而且所有逍遥盟的成员不仅可以得到苍茫灵界的诸多利益，甚至于本盟主也会赏赐你们更多的东西。日后只要有天资实力达标，且对逍遥盟完全忠心、一心一意者，皆有机会得到破地丹，甚至其他更多的资源。我等定当为逍遥盟全心全意效力。盟主威我！另一边，离开了南渊城的玄阴神子脸色狰狞，简直要气炸了肺。本神子还从没受过这般羞辱。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我倒是知道一个消息，萧天似乎准备要出手了。哼，这倒是好巧。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加入萧天。到时候看那君逍遥与逍遥盟究竟能在苍茫灵界撑多久。我要让他后悔今日的举动。另一边，在镇魔剑谷核心之地，我没死。不对，我的境界。他原本是地境后期，结果现在他的境界竟然无声无息达到了地境小圆满。这至尊剑骨的威力这么强，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我运气好，得天眷顾？也差不多该离开了。赵北玄离开此地，遁向镇魔剑谷的入口处。在入口处，一株古树之下，无疾一脉的小子，你就出来了。啊，晚辈略有收获，便想出来自己继续精进体悟一番。北玄哥哥，你这么快就出关了，没什么问题吧？我没事，你难道没有察觉到我的气息变化？北玄哥哥，你境界突破了。不错，而且还不止如此。北玄哥哥，你的至尊剑骨蜕变了。不愧是北玄哥哥，你的剑道天赋连沐雨都自愧不如。对了，这段时间你可有打听到那逍遥王的情况？之前倒是传来消息，那位逍遥王貌似又进入了苍茫灵界。苍茫灵界嘛，刚好，那倒是一个公平一战的舞台。北玄哥哥，难道你要？不错，我要进入苍茫灵界，试一试所谓盖世无双的混沌神体究竟有多强。苍茫灵界南渊城，眼下还是需要加强逍遥盟的整体实力。日后就算没有我坐镇，逍遥盟也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还有萧天组织，应该也要有点动静了吧？公子，有消息传来。何事？有我逍遥盟的修士发现了一处新出土的宝地——仙灵沃土，其中有一处药源，不仅有诸多古药，甚至传闻有仙药的气息。不过其中有一些强大的生灵在守护，不乏堪比少年地级的存在，所以我逍遥盟的修士无法深入太多。去看看。在苍茫灵界第2层某处地域，这里面一些真正强大的生灵，估计都能和少年地级抗衡了。我们还是等盟主前来吧。不错，若是贸然进入，损失会极大。逍遥盟，我觉得你们还是退出这片宝地为好。何人？玄阴神子，你……我觉得你们还是滚远点比较好，不然到时候别怪本神子无情。玄阴神子，无论如何，
你好歹也曾是我逍遥盟的一员，如今竟是这般态度吗？是吗？可惜呀，本神子现在应该算是逍遥盟的敌人了吧？萧天，没错，我等现在已经加入了萧天组织。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逍遥盟是绝对无法在苍茫灵界立足的。萧天组织的底蕴远超你们的想象，相比之下，你们逍遥盟就如同一个3岁小孩般孱弱。之前直接放你们离去，看来是一个错误。你们既然想自寻死路，那本公子便成全你们。盟主大人，哦，竟然不跑，看来你们是有所准备。而这时，一道冷漠的声音忽然从天际响起：“逍遥王，你在灵界灭杀阴阳子，得罪我圣灵族，竟然还想着能在灵界立足吗？”我的个乖乖，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萧天如此大动干戈。这样相比之下，逍遥盟的底蕴似乎的确是有些浅薄了。这便是你们想出来的针对我的阵容吗？不得不说，有点令人失望。逍遥王，你果真如阴阳子所言的那般，倨傲的令人厌恶。那位莫非就是圣灵五子之一的焚天子？听闻他乃是从一颗古星星河之内亘古不灭的焚世神火启灵化形而来，实力极强。今日我们能以这般阵容出手，也算看得起你混沌神体了。可莫要让我等失望。圣灵五子之一的五行子，传闻他是由一颗五行神石常年沐浴天地之精、日月之华化形而来。要出手便来吧，我没有时间与你们耗费。既然如此，那便成全你。五行子忍不住第一个出手，然而君逍遥见状，只是抬手，弹指之间，五行子脸色骤然大变，身形暴退。快，一起出手！公子，你们看着便好。这也太恐怖了！怎么感觉现在的逍遥王比之前对战阴阳子时又强大了一截？还是说之前对战时他并没有展露出太多的实力？这便是你的手段吗？的确有些孱弱。该我了。君逍遥单手一探，随意一掌压去，几乎是没有任何悬念。那玄阴神子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机体焦黑，万灵圣子连逃遁都做不到，如受天罚，灰飞烟灭。转瞬之间，两位少年地级便在灵界之中陨落。另一边，五行子、焚天子脸色也是产生了变化。你的内宇宙到底有多强？你还不出手，再看线吗？剩下的一位黄金面具目光同样凝重。那是龙族神通，莫非是来自始祖龙族？只是一具法身，看来你还真是来看戏的。哼，本地少的真身尚在闭关修炼，不过是因为听闻混沌体之名，所以才想来亲眼见识一番。今日倒的确是开眼了，不得不说，逍遥王你将是萧天组织的大敌。今日算是萧天组织栽了，不过日后若你们逍遥盟敢进入更上层的灵界，那得做好被萧天围剿的准备。逍遥盟日后如何发展，非是由你们萧天所能决定的。是吗？那想必日后我们有机会再见。说罢，那位黄金面具抽身即退。放了话就想离开，走得了吗？在君某面前，谁允许你来去自如？哈哈哈哈！本地少想走，无人能留。君逍遥一掌拍下，将这位黄金面具法身磨灭，不留其一丝面子。很好，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始祖龙族吗？说起来，之后万龙会时，还要将龙瑶儿送去太虚古龙一族，到时候或许还有波澜。五行子与焚天子的脸色更加难看。这是什么肉身？该死！豁出去了！螳臂当车。他毫无花里胡哨，一拳震落，
文天子与五行子的手段被强势破开，他们两人地区亦是在碰撞之中龟裂破解。可惜是在苍茫灵界，这也未免太强了吧？这是单纯的一力破万法吗？以肉身之力压制圣灵一族，一拳将其击溃，这简直……这也强太多了吧？不愧是盟主大人，萧天组织又如何？面对逍遥盟主，还是得团灭。加入逍遥盟，或许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确，只要逍遥王不倒，哪怕萧天组织都奈何不了逍遥盟吧。好了，事情解决，我们进入。是。其余人若是想要进入，我逍遥盟自然不会阻拦。不过其中妖兽凶物不少，生死那就自负了。多谢逍遥王，逍遥王果然是有大格局之人。君逍遥率领一众逍遥盟修士进入这处仙灵沃土内的药园之中。这是……没想到，竟然是缔结古树。难道这是天意，要壮大我逍遥盟吗？那莫非是缔结古树？诸位，想必你们也清楚这缔结古树的效果。日后，只要是对逍遥盟忠心耿耿的成员，皆有获取缔结果实的机会。逍遥王大人，我能加入逍遥盟吗？我愿意以天道誓言起誓，绝不背叛。没错，我也要加入。还有我。不急，若想加入逍遥盟，之后可前往南渊城参加考核，考核通过者自然可以加入。缓冲期已经给的差不多了，非会员不要关注这个号，你们还没更新到这个号，25号前会清人，拉黑了之后，以后找不到人给你解决。新会员首月缴150，次月每月30，老会员加紧补，25号后过期还没补的清除后视为新会员，之后不在抖音续费。不知道怎么续订的，加国创小鲁班，找这个群，找一匹马。与此同时，在苍茫灵界高层世界，混沌体果然名不虚传，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除非我的血脉继续蜕变，或许才有一定把握。之后万龙会开启，太古龙潭的机会我势在必得。听闻族里其他一脉找到了一位在外的族人，竟然拥有与我同样的紫金血脉，而他便与这君逍遥有关，加上之前天龙少主的陨落，哼，君逍遥啊君逍遥，我们还未正式见面，但彼此之间的纠葛已经不少了呀。另一边，逍遥盟驻地南渊城这边，是谁？莫非是萧天组织的人？莫非是萧天的人，乃是剑族剑子赵北玄。那君逍遥在何处？剑族剑子？剑族剑子，找我家盟主做什么？讨债。没想到，君某还没有主动去找剑族的麻烦，剑族却主动登门了。君逍遥，你说你来讨债？没错，讨徐兄的债，毕竟他陨落于你的剑下。徐长天杀我的好友就可以，我杀徐长天就不可以，你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来自剑族，剑族又如何？徐长天的命，难道就比我好友的命要更加金贵？哼，多余的话也不必说了。我乃剑族无极一脉剑子赵北玄，今日倒是想要领教一下混沌体的能力。也罢，各位，今日便给你们上一课。连圣灵族的肉身都被我打灭，你觉得你的剑比圣灵族的宝躯更强？你这不是一般的混沌体。之前五行子与焚天子皆陨落在盟主手中，你剑族难道就能免俗吗？什么？诸位，你们注意了，所谓打蛇打7寸，对付敌人亦是如此。面对剑修，若是能找准其关窍，将有一力拨千斤之效果。君逍遥，你还我！你们注意看，这一剑乃是剑道法则，融入了些许岁月时间之道理。你身为剑族剑子，
应该有底牌才对。施展出来，也算是让逍遥盟的诸位开开眼界，见识一下剑族剑子的能力。君逍遥，休要猖狂！不愧是剑族的剑子，还是有些东西的。与至尊谷类似的天赋。公子，这赵北玄的天赋，乃是至尊剑骨。至尊剑骨，原来如此。如果把这至尊剑骨夺来炼化，与我的至尊神血力量相融，会发生什么呢？你也有至尊剑骨？不对，这是至尊骨的力量。不是说它只是混沌体吗？怎么还有一块天赋神骨？但是一击碰撞之下，赵北玄的身躯再度暴退，口中鲜血狂吐。你还有底牌吗？让逍遥盟的诸位开开眼界。就是啊，剑族剑子，拿出点真本事来。没有本事，就不要来我逍遥盟挑衅，不过徒增笑料罢了。你们，既然如此，我也给你留一丝颜面吧。君逍遥翻手之间，终于是祭出了大罗剑台，而后很是随意，一剑挥扫而出。赵北玄直接是被这一剑斩灭，消失在苍茫灵界之中。盟主为伍！暗界魔王的气息，为何会与他扯上关系？就在赵北玄被君逍遥一剑斩灭之后，在现实世界中，剑族雪月古界之内。北玄哥哥，该死！北玄哥哥，为什么？他怎么会这么强？混沌体加上至尊骨，他为何会有这般天赋？就算我的至尊剑骨蜕变到极致，也不会是他的对手。那我之前所做的一切意义何在？北玄哥哥不必气馁，那逍遥王毕竟是混沌体，败了也是情有所原。我相信北玄哥哥日后一定有机会与逍遥王抗衡。够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随着阴冷的笑声响起，在赵北玄体内赫然有丝丝缕缕的黑雾弥漫而出，最后在赵北玄眼前凝聚为了一只漆黑的乌鸦。小子，这便绝望了吗？谁？若你只有这般能耐，那本王之前帮你，简直就像是在帮一个废物。什么？帮我？之前他在镇魔剑谷失去意识昏厥过去，本以为会遭遇意外，结果后来苏醒，不但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他的修为反而上涨了一个小境界，甚至至尊剑骨都得到了蜕变。你是说帮我？意思是？没错，你真以为你是得天眷顾吗？若是没有本王，你怕是早就被不死物质侵蚀肉身，丧失神智而疯魔了。你到底是？不可能，不可能！你是被封印的魔剑王？怎么可能？魔剑王镇封在大阵之下，不可能会脱出。这不过是本王溢出的一缕神魂罢了。只是一缕神魂而已，侥幸逃脱又有何用？本王在镇魔剑谷出手救你，你便是这般回报的。暗界一族，人人得而诛之。在之前的对决中，若非本王暗中出手加持力量，你面对那君家后人将更加不堪一击。君家后人，他是那一家族的血脉气息，本王又怎么能忘却呢？君家，他真是君家人。你与他有恩怨，而本王与君家同样有恩怨。接下来，本王可以给你选择：为了所谓的正义，对抗本王，但我会直接将你抹杀；另一个选择，便是合作。本王破封后，可以不针对剑族，甚至本王还可以助你实力更上一层楼，甚至拥有打败那君家后人的能力。
所谓的正与邪、善与恶，不过是建立在力量之上的说辞。如果你的实力比那君家后人强，那么你就是正义的，他就是邪恶的。当然，若你非要顽抗本王，那本王会让你连复仇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抹除你。君逍遥，以我的天资，或许永远都追不上你。但是，若加上魔剑王呢？我是被逼无奈。若是不这样做，我会死。我该怎么做？不急，你应当知晓，本王当初的贴身魔兵魔剑血苍穹。你想要做什么？你身为剑族剑子，应当知晓血苍穹的封印地。血苍穹本身不仅极强，更是诞生出了剑灵。你若能找到血苍穹，将其解封，便能提升你的实力。这不可能，那魔剑血苍穹被镇封，还有剑族强者看守，凭我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解封。你只需要告知魔剑的封印地点，本王自然有办法。那魔剑血苍穹被封印在恒岩界，经受无尽地火的淬炼，想令其褪去魔性，能为剑族所用。好。另一边，在苍茫灵界2层，逍遥盟驻地南渊城内，镇魔剑谷魔剑王曾被君家至强者所伤，因而被镇压。这镇魔剑谷乃是剑族的一处修炼禁地。赵北玄或许是进入了镇魔剑谷，从而与魔剑王产生了某种牵连。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了他体内的那股隐晦气息，应该是来自于至尊剑谷内。希望这赵北玄能有点作用。他若将那魔剑王放出来，反而方便我行事。外界天域仙朝便是有人传讯，说是有人前来拜访，要求见君逍遥，而他们来自始祖龙族。这倒是巧了。君逍遥也是见到了太虚古龙一族的使者，见过逍遥王。若是逍遥王没有他事，那准备一番，便可以前往始祖龙族参加万龙会了。可以。此乃我太虚古龙一族的太虚龙船，以古龙脊骨为身，辅以诸多稀世神材、仙金宝料锻造而成。不错，以后有机会也搞一艘。逍遥王说笑了，这可是以太虚古龙一族的脊骨打造而成的呀，是随便就能弄到的吗？要去始祖龙族参加万龙会，那一定很热闹啊！我可以去吗？当然可以。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见面。另外，那万龙会举办时将开启太古龙潭。太古龙潭身为七星宝地，其蕴藏的能量资源定然极为浑厚。之后，君逍遥确定下来，带苏锦鲤、穆长熙、江韵然、海若、杨旭几人一起去始祖龙族，江浩淼、骆云等人则是留守在苍茫灵界逍遥盟，然后将龙瑶儿放了出来，告知了他要前往始祖龙族的事情。放心，你是我的人，就算在始祖龙族中，身为主人的我，也不会允许任何人欺你。什么你的人？太虚古龙一族占据了多方大界，其最核心的界域便是太虚龙界。虚空波动，没想到逍遥王竟然也如此深谙空间之道。不错，我太虚古龙族的太虚龙界入口，皆是藏匿于虚空之内。这便是太虚龙界。龙谦长老，逍遥公子，我们又见面了。丫头，又见面了。龙谦长老身后，一位中年男子看向龙瑶儿，这就是那个丫头吗？另一位太虚古龙族的老妪盯着龙瑶儿。不错，老身能隐约感觉得到他身上的那股血脉波动，应该不会比龙香弱。龙香，来，逍遥公子，还有诸位，请。
是龙千长老等人，他们竟然亲自接引一群人。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之前我便得知了消息，龙千长老在外发现了一位拥有紫金古龙血脉的族人。紫金古龙血脉，那岂不是和龙香地少一样？是啊，所以我倒是听说龙香地少那一脉似乎是有些不爽啊。不过对于我们这一脉来说啊，倒是一件好事。就是不知道那位族人体内的紫金古龙血脉，比起龙香地少来说是强是弱？这还用说，肯定不如龙香地少。毕竟族里的诸多强者一直都在帮助他凝练血脉。啊，这倒也是。如果那族人的血脉比龙香地少还强，那龙香地少颜面何在啊？那位白衣公子是谁？混沌体吗？我倒是隐约听说过，那位貌似是天域仙朝的逍遥王。那位拥有紫金古龙血脉的族人便与他有关。听闻这位逍遥王还是混沌神体，实力极为恐怖。原来是龙罗长老，你不是一直在打坐闭关吗？哈哈哈！我太虚古龙一族又多了一位拥有些许紫金古龙血脉的族人，我等自然也该来看看呐。哎呀，你们这一脉已经有了龙香，这丫头该是让我脉来培养。放心，我脉自然不会与你们相争。不过你们可别忘了，若是要吸纳新的族人，需要经过3关考验，能够通过考验，才有资格成为我太虚古龙一族的正式族人。这就不必了吧？紫金古龙血脉纪元难出，难道这还需要考验吗？祖宗之法不可变，若这丫头真的有如此强的血脉，那这个考验也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我看，要不就安排在数日之后吧，到时便开启考核。可惜龙香还在苍茫灵界中修行，无法前来观视。不过等万龙会开启之日，他一定会回来。龙罗长老说完，一行人便是离去。看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唉，让逍遥公子见笑了。没办法，任何种族势力中都是少不了斗争。这是自然，适当的竞争对于整个族群来说是一件好事。不过我还是希望龙瑶儿能够受到重视，避免卷入这些风波当中。那是当然，逍遥公子这可以放心。所谓太虚古龙一族归族的3大考验，便是跃龙门、登龙山、遇龙血。这3关考验倒也不算太过容易，更加重要的是可以大致测量检测出族人的血脉强度。想必那龙罗的意思便是要揣摩出龙瑶儿这丫头的血脉之力，看其是否会威胁到龙香的地位。但不论如何，还是要按照规矩来吧。我相信这丫头能通过。那是自然，以这丫头的血脉，通过考验应当无虞。在这之后，龙潜长老等人将君逍遥一行人也是妥善地安置在了古殿之中。怎么，心情有些忐忑？才没有，瑶儿不会怕，我可是未来注定要成为龙族女皇的存在。你不必担心，在太虚古龙族中，若有人欺负你，可通过此符传讯；甚至在整个史龙族中，若有人针对你，你也可以传讯。别忘了，你背后还有一个主人。这……好了，去调息准备一番。之后你还要进行3关考核，若是连这都通不过，也是丢你家主人的脸。瑶儿一定会成功的，一定。未来的龙族女皇嘛，一路养成过来也不容易啊。数日后，龙瑶儿迎来了3关考验。第1关，跃龙门。所谓跃龙门，便是要越过这层光幕，若是血脉之力不足，甚至会被挡在门外。去吧。就在龙瑶儿遁入龙门的刹那，缓冲期已经给的差不多了，
非会员不要关注这个号，你们还没更新到这个号，25号前会清人，拉黑了之后，以后找不到人给你解决。新会员首月缴150，次月每月30，老会员加紧补，25号后过期还没补的清除后视为新会员，之后不在抖音续费。不知道怎么续订的，加国创小鲁班，找这个群，找一匹马。那间，这竟然是万丈光华！想当初龙香地少，也只是引动了8000丈光芒。谁能想到现在龙瑶儿竟然打破了龙香地少的记录？我们太虚古龙一族是真的捡到宝了呀！第一关，龙瑶儿毫无疑问直接闯过去了。之后便是第2关登龙山。龙瑶儿没有迟疑，直接去闯第2关了。不对，这神山的威压是否比一般时候要更强了？或许因为他是紫金古龙血脉，所以他的考验也会比一般人更加困难。可之前龙香来试炼时，难度比起现在可还是弱一筹。这不更加证明你们找了一个好苗子吗？不行，不能失败，他还在看着瑶儿。龙瑶儿也是再度催动了体内的至极血脉之力，身上有浓郁的紫华喷薄流转。最后，在诸多围观人群的愕然目光之中，龙瑶儿原本娇小玲珑的娇躯似是被拉长一般。最后展现在众人眼前的不再是那个粉雕玉琢、玲珑可人的紫发小女孩，而是一位娇躯修长、紫发如瀑、直垂娇臀的绝美女子。这座山不过是我龙瑶儿的一块踏脚石而已。可罗可玉，还能形态变换。卧槽，玉罗双修！若是换一种思路，让他与龙香……在这之后，龙瑶儿也是没有丝毫意外，登上了龙山。最后一关便是沐浴龙血，龙瑶儿依旧保持着御姐的样子，进入了太虚龙血池内。这引动的祖血也太凶魂了吧，和当初龙香地少一样。不，我怎么感觉比龙香地少还要恐怖？不妙啊！若是这丫头太过逞强，到时候可能会出问题。龙瑶儿体内再度涌现出了一股强大的莫名力量，那不仅仅是龙族之力，更是蕴有鲲鹏之力。这是龙鲲之力！逍遥公子，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呀！哈哈哈哈哈！这是天要令我太虚古龙一族鼎盛啊！长老客气了，龙瑶儿能得到培养，也是我乐意见到的。这3关龙瑶儿毫无疑问通过，而且还算是超标了。一切结束之后，龙瑶儿离开了太虚龙血池，身上紫华涌动，再度从御姐形态变回了萝莉形态。很不错，没有白养你。以这妮子的天赋，之后肯定会有族里的大人物要收她为徒。已经有教导我的人了。至此，龙瑶儿算是彻底加入了太虚古龙族。以后，逍遥公子就是我太虚古龙一族永远的朋友。这次我太虚古龙一族算是欠了逍遥公子一个大人情。日后逍遥公子若有所求，绝对不要客气。那君某便先多谢了。没过太长时间，始祖龙族的万龙会终于是要开启，其举办地点就位于始祖龙族版图之中最为核心的一方大界始龙界。七星宝地太古龙潭亦是在始龙界的深处。星辰龙族，你们居然也好意思来参加万龙会？在太古星辰海，你们的表现可谓是丢尽了龙族的脸。那是太虚古龙一族的决定，与我族有何关系？我听说，连你们族中的龙女都成为了人族的追随者，你们也未免太过拉胯，给我龙族丢脸。那与你们何干？还是说你们有能力对上那位天域仙朝的王？无论如何，我觉得你们星辰龙族没有资格参加万龙会。就凭你们，还想加入始祖龙族，简直是痴人说梦。你们，
这一次，就算有龙族能加入始祖龙族，也绝对不可能是你们星辰龙族。星恒长老，你们也来了。原来是龙谦长老驾临，竟然是人族。人族怎么有资格来我龙族举办的万龙会？天域仙朝逍遥王乃是我太虚古龙一族邀请而来的贵客，怎么，你们有意见？什么？他就是那……你们是什么情况？是这样的，有星辰龙族的长老出言解释。原来是替三手天龙族出头，现在，身为罪魁祸首的我就站在这里，你们可以替三手天龙族出头了。逍遥王说笑了，什么鸣不平，不过玩笑罢了。我们跟三手天龙族不熟，真的不熟，没什么关系。忽然想起了还有一些事情，那我等便先告退了。逍遥王，这次多谢了。之前我们星辰龙族……过去的事便不必说了，你们与其谢我，不如多谢海若。我们星辰龙族果然还是太迂腐、太刻板了，眼光都比不上海若这丫头。走，我们回去。什么？大长老？反正我们进入始祖龙族的机会也不大，在始祖龙族中还可能处处受到赤炎龙族等族群的排挤。与其如此，不如不加入。日后若是逍遥王要组建势力的话，那我族可不能再眼瞎了。金逍遥等人进入了始龙界，万龙会的举办地点位于始龙界深处的龙城。不愧是万龙会，当真可以称得上万龙之名。这只能算是还行吧，大多都是龙族参与。相比之下，那霓裳族的风华宴可是要更加热闹，苍茫各路势力都会前往。逍遥公子，离万龙会开启时间还有数日，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在龙城内随意参观。逍遥，我们也出去看看吧，在这龙城内应该有不少商铺房市，说不定能找到一些有关龙族的宝贝资源什么的。好。那群人是何人？竟然是人族！人族怎么会来参加万龙会啊？我认识，那位白衣公子好像是天域仙朝最近声名鹊起的那位逍遥王。逍遥王？我在苍茫灵界听说过他的名儿，他可是身怀混沌体，更是碾压了圣灵族的棋子。听说他还建立起了逍遥盟，要与萧天组织抗衡。另一边，龙瑶儿也是在龙城内闲逛。龙鳞翠玉花，这东西我要了。刚好地少需要炼制的丹药，还差这一份材料，我要了。这是我先买下的，你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啊？哪里来的丫头，还先来后到？看来你是不懂龙族的规矩啊。什么规矩？谁拳头大、背景强，谁就是规则。你来自哪方龙族？太虚古龙族。什么？的确是太虚古龙族的血脉，但我却从未见过你。刚加入的，怎么了？有问题？看在你是太虚古龙的份上，你离开吧。我家地少炼制一味丹药，刚好欠缺这株古药。你家地少要炼丹，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清晨，不要对太虚古龙族的朋友无礼。发生何事了？怎么能与太虚古龙族的朋友起冲突呢？回地少，是这样的。金晨也是简单说明情况。不过是一株龙鳞翠玉花而已，何必呢？这位姑娘，手下行事有些冲动鲁莽，还请姑娘见谅。不过龙瑶儿也是懒得纠缠什么，收起龙鳞翠玉花，龙瑶儿转身就要走。姑娘且慢。怎么，要反悔啊？当然不是，只是我与太虚古龙一族的龙香帝少关系倒也不错。听金晨说，姑娘是新加入太虚古龙族的族人。若是姑娘有所需要，本帝少倒是可以在龙香帝少面前替姑娘你美言几句，
也算是替手下得罪了姑娘而道歉。在龙香地少面前帮我美言几句，谁稀罕？不必了。哎，我家地少愿意帮你，那是你的福气，你应该陪地少喝几杯，表达谢意才对。这位姑娘不必担心，本地少只是想帮你而已。毕竟在这始祖龙族里，若是没有依靠，那修行起来可是无比困难的。再不放我走，后果会很严重。本地少与龙香地少倒也颇有交情，相信他也不会介意。好，你会后悔的。姑娘，你这又是何必呢？你这是在叫谁来？龙香地少吗？刚好，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他了，可以叙叙旧。没过多久，盘龙地少的确是等到了人，但却并非是想象中的龙香地少。你是？这位公子倒是眼生，竟然还是人族。那位公子是何人？竟比盘龙地少还要出众那么多。主人，谁先惹你？龙瑶儿指了指金晨。好。君逍遥微微点头，然后一指点出，宛如碾死一只蝼蚁般碾杀向金晨。伴随着一声惨叫，金晨整个身躯直接爆碎，血溅当场，连元神都是无法逃脱。这位公子，你过了。帮你教育一下你的手下，你可有意见？你这叫教育？都把人教育到阴间去了。这里是始龙界，你一个外族人杀我龙族生灵，不得不说，好胆识。没想到天域仙朝逍遥王竟然会远道而来，前来参与我始祖龙族的万龙会。哎，是光明龙女。逍遥王，他就是那位混沌体。光明圣龙族。逍遥王在苍茫灵界的种种事迹，范心皆有所耳闻。建立逍遥盟，抗衡萧天组织的气魄，更是令范心佩服。不知范心有没有这个资格宴请逍遥王一顿？当然。光明龙女范心微微一笑，带着君逍遥等人离去。地少，我们难道就要咽下这个亏？没那么简单。这逍遥王，难道与太虚古龙族有什么关系？之后，还得问一问龙香。这边在龙城内，你这次算是替那盘龙地少解围了。不过都是始祖龙族的一员，他是不太清楚逍遥公子的身份实力。范心龙女这一番宴请，所谓何事？怎么，没有目的就不能结识逍遥公子吗？当然可以，只是君某自问，我貌似还没有这个魅力，能吸引范心龙女。逍遥公子这话可就太过自谦了。说句实话，在见到逍遥公子的第一眼，范心就似乎有些心动了呢。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了。若是范心真的心动了，逍遥公子又是否会愿意给个机会？真话的话，虽然这样说可能不太礼貌，但范心龙女，你就算愿意当君某的侍妾，我还得考虑一下是不是我吃亏了。当然，听闻光明圣龙族血脉不凡，形象更是高贵圣洁，神秘出众。如果是当坐骑的话，那出门倒是挺拉风的。是吗？不过是说笑罢了，希望范心龙女莫要介意。君某以茶代酒，陪一杯。逍遥公子客气了，其实应该是范心向逍遥公子赔礼才是，毕竟范心也的确是有目的而来。哦，何事？逍遥公子来此，想必也不是简单的来观看万龙会吧？逍遥公子对于那七星宝地太古龙潭，不可能一点想法都没有吧？毕竟是七星等级的顶级宝地，若说一点都不感兴趣，那是不可能的。但那是始祖龙族的宝地，怎么可能会让外族人进入？
范心相信，以逍遥公子的手段能力，或许并非没有办法。你的目的是什么？实不相瞒，乃是因为我光明圣龙一族也曾有一些仙人坐化于太古龙潭，而有传闻，在太古龙潭最深处的地方，有我族仙人所遗留的光明圣龙骨。我需要那具龙骨。以范心龙女的身份，想进入太古龙潭，不是轻而易举。逍遥公子有所不知，太古龙潭就算能进入，但也不是谁都能深入其中获取机缘的。太古龙潭汇聚了无数仙人的本源能量，威压恐怖到极致。就算是始祖龙族中一些极为出众的天骄族人，也只能在太古龙潭中外围修炼，获取机缘。而就算是少年地级的存在，也难以深入太古龙潭的最深处。那里的力量已经恐怖到了极点，就算是龙族的强悍肉身，都不一定能撑得住。所以以往也难有妖孽能深入太古龙潭最深处。所以，范心龙女的意思是，逍遥公子乃是混沌神体，体质甚至比一些龙族还要恐怖，或许有可能进入太古龙潭深处。你想让我帮你取出光明圣龙骨，为何如此急切？因为范心想掌握自己的人生，我不想嫁给那明龙帝少。明龙帝少，原来如此。你怕那明龙帝少取得光明圣龙骨，从而迎娶你。所以，若是逍遥公子能取得光明圣龙骨，那明龙帝少自然就没有机会了。那我若取得龙骨，岂不是也可以迎娶你？玩笑之言罢了，没有其他的意思。你说那光明圣龙骨在太古龙潭深处难以取得，莫非那明龙帝少就能够得到？范心虽然对那明龙帝少无感，但不得不承认，他哪怕在九龙中实力也是极强。他之前更是得到了暗黑明龙一脉的明龙宝甲，或许能抵御太古龙潭内的部分威压。事情我算是清楚了，不过有一个问题，帮你取得光明圣龙骨或许不是什么问题，但这样一来我便会得罪那明龙帝少。我虽不惧，但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平白招惹麻烦。若帮你的话，我有什么好处？看来在逍遥公子眼中，范心自己并没有太多的价值。范心龙女自是一位绝代佳丽，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只能说价值也的确不是太多。范心若得到光明圣龙骨，将会有极大的蜕变，日后也更能掌控光明圣龙族的权力。范心承诺，若逍遥公子愿意相帮，范心欠你一个人情。日后若我掌控部分权力，光明圣龙族也将会是逍遥公子的盟友。逍遥公子若是不信，范心愿以天道誓言起誓约定。也罢，既然范心龙女如此诚心，那君某倒也可以帮这个忙。多谢逍遥公子，这是我光明圣龙族的一块龙骨碎片，到时候可以借此感应光明圣龙骨的位置。当然，那明龙帝少也从族里得到了一块。看来那太古龙潭范围不小。传闻在太古龙潭的最深处，还有我始祖龙族初祖始祖五龙之骨。不过那等存在，就不是我们所能念想的了。龙族初祖始祖五龙，我始祖龙族虽然屹立苍茫星空无数岁月，但在最开始时，也的确不是铁板一块，是有龙族中极为强大的存在，将各方龙族统合在一起，才形成初始龙族的雏形。那些极为强大的存在，便是我始祖龙族的初祖龙王，被称为始祖五龙，每一位皆拥有不可思议之伟力。这太古龙潭内竟然还有如此稀有的传承，那是自然，不过以往也没有我族生灵能够得到这种传承，看的是机缘，就算能找到，也不一定能继承。太古龙潭，莫非逍遥公子有想法？那恐怕要让逍遥公子失望了。以往，哪怕是我始祖龙族中最为妖孽的那些存在，甚至是在仙土中尘封修炼的人物，都难以获得传承。逍遥公子的天资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但
毕竟是外族。不过是有些好奇而已，倒也没有想过这种事情。接下来便是万龙会开启的日子。君逍遥等人在龙谦长老等人的带领之下，前往龙城中央区域。那位就是天域仙朝逍遥王吗？看上去果真不凡。前几日他可是在龙城当着盘龙地少的面杀了他的手下。他和太虚古龙一族走的倒是挺近，应该是受到太虚古龙一族的邀请前来。范心龙女也来了，怎么回事？范心龙女与那位逍遥王相识吗？难道我始祖龙族的家业也要被逍遥王拐走？天域仙朝，逍遥王。范心，这次本地少会进入太古龙潭，替你取得光明圣龙骨，然后便向光明圣龙族提亲。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本地少可以做到。明龙地少竟然没有直接发难。是龙香地少。总算见面了，这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或者说是第一次真身见面。你的真身与苍茫灵界中的法身比起来，在君某眼中倒也没有什么差别。哦，是吗？咦，那位逍遥王不是和太虚古龙族走得很近吗？怎么和这龙香地少又似是针尖对麦芒？之后你自会有机会见识到本地少的实力。终于，万龙会正式开启，便是各大龙族之间的切磋较量。期间，龙瑶儿和龙女海若也是出手了，皆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很多人看到龙瑶儿展露出御姐形态，都是瞬间被惊艳。这气质容貌，已经丝毫不比凡心龙女弱了。这还是方才那个平平无奇的小丫头片子吗？他若再多修炼个几千年，怕是不会比龙香地少弱到哪里去。天域仙朝逍遥王，你既然来此参加万龙会，那可愿意与本地少切磋交流一番？你想挑战我，是为了给你那死去的手下找回点场子？这有何区别？还是说你不敢出手？想挑战我当然可以，不过你既然是为了你的手下找回场子，那么你得先打赢我的手下，才有挑战我的资格。杨旭，是公子。盘龙地少，请。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都说我龙族傲气，这逍遥王怎么感觉比我们龙族还要傲气？还真是他的行事风格，在灵界时便是如此。哼，还真是一个嚣张的家伙。逍遥王，本地少是要与你争锋，而非是你的手下。我这是在给你一个替你那死去的手下找回场子的机会。我既然杀了你的人，你自然也可以对我的人出手，只要你打得过。逍遥王的这位手下，竟然也是少年地级。我知道他身怀太阳圣体，乃是逍遥王从阳族带回来的妖孽。好，君逍遥，既然如此，那血债便从你手下身上先讨回。他也不再迟疑，直接出手。杨旭见状，同样是催动了自身的太阳圣体的力量。虽然是少年地子，但才是地境前期，如何与地境后期的盘龙地少争锋？是玉林潭龙族的玉皇龙诀，看来这下胜负已分。那是药师七星之一的太阳金星，怎么可能？逍遥王的手下竟然是星辰之主？我没看错吧？一位拥有药师星辰的星辰之主，甘愿成为他人的手下？简直是暴殄天物啊！这等妖孽，若是放在我族里，那绝对是举族培养的对象啊！爆炸的中央，两道身影同时倒退。看来你并没有挑战我的资格。君逍遥，你这也有点离谱了吧？我始祖龙族的万龙会，竟然被一个人族这般羞辱。我始祖龙族的9条龙呢？就算没有全部到齐，但也不能弱于人。我倒是想出手领教一下逍遥王的实力。是囚龙一脉的囚龙地少。想要挑战逍遥族兄，先过我这一关。
真是一位绝世佳人。才第一招而已，囚龙帝少便是被击退，胸膛气血翻腾，感觉浑身骨骼都要碎裂。这怎么感觉比方才的那位星辰之主还强？我知道，她乃是天域仙朝的九公主，之前也算有些名气，但在突破少年地级后，她的实力怎么如此之强？很不错。我就不信了，本地少前来试试。是雷龙帝少，我来。又是一位星辰之主。并没有过太长时间，雷龙帝少再度被穆长熙击退，脸色很是难看。这也未免太丢人了，我们始祖龙族的帝少，竟然连逍遥王身边的人都对付不了。这可是我始祖龙族的万龙会，竟然被人族碾压，简直是……逍遥王，在苍茫灵界，我等没能真正应战，不如现在过两招如何？想切磋自然是可以，但没点彩头，倒也是无趣。彩头？逍遥王这话的意思是？很简单，若是我赢了，我们想得到进入太古龙潭的名额。这怎么可能？太古龙潭乃是我始祖龙族的顶级宝地，岂能让外族进入？哼，你的胃口倒是不小。当然，你若是没把握，觉得自己会输，那拒绝自然也是可以。激将法这种手段就不必了，但如果你输了，又如何？你想如何？苍茫灵界，逍遥盟解散，而且你也永远不能进入苍茫灵界。还有，以后见到本地少，需绕道。可以，那便一试。这逍遥王倘真是异想天开，竟然还想进入太古龙潭。看来他并不清楚，太古龙潭对龙族以外的生灵有着何等排斥之力。他进入其中，也只是白费功夫，竹篮打水一场空。来，龙香帝少一身气息毫无保留地爆发而出，他的修为境界赫然已经达到了地境大圆满。难怪龙香帝少有这个魄力胆识敢打赌，他的修为已经是地境中的极致。那逍遥王再强，应该也就是地境大圆满。看到龙香帝少昂扬的战意，君逍遥目中甚至带着一缕怜悯之意。他终于是爆发出了自身地中巨头的气息，2亿须弥世界之力叠加，一手朝前探去。这气息是地中巨头，逍遥王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地中巨头。怎么可能？你的修为……那一掌毫无阻碍，直接碾压而下，将龙香帝少的身躯拍飞。怎么会如此？这位逍遥王究竟修行了多少年岁？莫非他的修行年龄比龙香帝少还要大？真是怪物啊！君逍遥，你在耍我！什么叫耍你？你明知自身修为境界，不过就是想看本地少的笑话。从头至尾都是你主动挑衅，以强欺弱对我来说太过无聊。太惊人了！这下我始祖龙族中还有几位妖孽能制衡这逍遥王？就算是剩下的那几位帝少，估计也有点悬。怕是只有仙土中的妖孽，或者是天庭群英殿中的不世存在，才有与他交手的资格了。当然，如果你觉得以境界压制不公平，那我们可以前往苍茫灵界一战，那里无视境界修为。还有哪位龙族的朋友想要出招与君某切磋一二？太古龙潭位于始龙界的深处，我需要进入太古龙潭内，再度蜕变。就算逍遥王得到了进入太古龙潭的资格，又有何用？太古龙潭乃是我始祖龙族无数仙人本源精华汇聚而成，他一介人族，就算能够进入，因为种族不同、血脉不同，所受到的威压与排斥也远比我们要强太多。那龙族本源更加会排斥他，让他难以炼化。他就算进入其中，也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收获。逍遥公子，这太古龙潭并不容易闯，你可要当心呐。我明白。逍遥公子，加油！诸位，差不多可以进入了。各位，
我们也进入吧。龙瑶儿和海若是龙族，他们或许还能承受一些。长息、韵然、锦鲤还有杨旭，你们若是无法承受，不必勉强。能有多少收获，都是白赚的。这才只是太古龙潭最边缘的地带，越往深处，那种威压以及排斥之力会翻倍恐怖。好雄浑的本源之力，不愧是始祖龙族无数岁月的积淀。若我能将其中的所有本源全部吞噬炼化，那怎么也能把我的修为推向巅峰地吧。逍遥王，这本源池内皆是雄浑的龙族本源，对你人族之躯有所排斥，难以炼化。试一试也无妨。这时，不远处响起了一道冷哼声。哼，不过是无用功罢了，还需要试吗？什么？该死！你吸收如此多的异族本源，难道就不怕本源相冲？这样下去，本源池中的机缘都要被他一个人掠夺走了。这剩余的本源就由你们炼化干净，之后你们可以各自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机缘，承受不住了就直接离开。叮嘱一番之后，君逍遥的身影也是继续朝着太古龙潭更深处掠去。竟然还能深入？难道太古龙潭对外族生灵没有排斥？这不可能啊！要不就是他本身的体质血脉无惧太古龙潭内的威压，他的速度甚至比几位帝少还要快。龙象，你们太虚古龙一族的还真不得了，竟然找到了第二个如此妖孽的族人。他的境界修为还无法威胁到我。谁知道日后的事情呢？别忘了，他是那君逍遥身边的人。而就在这时，君逍遥的身影也是降临在此地。公子，主人，你们也到了。那逍遥王应该不至于进入太古龙潭深处吧？太过贪心，最后倒霉的只是自己罢了。太古龙潭深处，那可不是修为强就能进入的。不是龙族血脉，但如果丝毫不比龙族血脉差的。君逍遥也是冷笑，而后体内同样有一股浩瀚无比的血脉之力在流转，乃是云族血脉。太古龙潭深处，看到君逍遥逐渐深入其中。我龙瑶儿要成为龙族的女王，不能落于人后。我要让主人知道，他没有白费功夫培养我。那是太虚龙源，不对，那是那宇宙。在公子身边，我是最为不起眼的存在。但是海若不甘心，就算无法成为太阳身边的月亮，但至少也要成为群星中最亮眼的一颗。诸星龙王找到了，没想到还是你先找到。明明是一条龙，为何偏偏要做出一条狗的行为？君逍遥，你此话何意？没什么，不过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已。烦心！君逍遥，你当真要与本地少作对？你已经得罪了龙香地少等人，若再得罪我等，莫非你是想让整个始祖龙族都与你为敌？君某觉得应该不至于，况且君某答应了他人的事，没有失约的习惯。你要出手，本地少也没有不战而退的习惯。在这太古龙潭深处，有着龙族威压限制，你应该也无法发挥出地中巨头境界的实力吧？对付你需要君某的全部境界与实力吗？1/10，我都嫌多。本地少绝不信！玲珑地少身上气息勃发。君逍遥，你太过大意了。有点意思。你现在还能发挥出几分实力？看来你还是并不清楚，无论我还有几成实力，其实都无所谓，因为我与你非是一个世界的存在。差不多了。君逍遥微微摇头，依旧是简简单单的一掌拍击而去。什么？君逍遥一掌按在了明龙地少的身上，
明龙帝少整个人也是如同炮弹一般的被击飞，倒飞向极远处。君逍遥收手，没有再补刀。这样一来，与光明圣龙族也算是有所关系。到时候再加上太虚谷龙族，至少未来，就算与始祖龙族有冲突，始祖龙族也不可能全都与我为敌。得到了光明圣龙骨后，君逍遥算是完成了进入太古龙潭的任务，但他并没有直接要离开的意思。他的目光看向了太古龙潭最深处，莫非是玄黄古龙？这道龙族血脉，哪怕是在苍茫星空，都差不多绝迹了。想起之前范心所言，在太古龙潭深处还存在着龙族初祖的传承，看来就是这儿了。好恐怖的血脉压力，应该是神话地级。果然是始祖龙族的大佬，是某种意识灵魂空间。无数岁月过去，没想到能进入无之神殿者，非是龙族，而是外族，倒是意想不到啊！晚辈君逍遥，见过龙族前辈，还不知前辈尊姓名讳。你姓君，来自君家。正是。难怪你能进入此殿，吾乃神宣帝龙王宣明。以往吾始祖龙族中，倒也偶有一些后辈能进入此殿，但是却无法走到吾的面前。没想到，最先走到此地的，竟是人族。晚辈刚好也是得到了一个机会，有幸能够进入太古龙潭。也多亏你是君家人，才有资格走到此地。若是换作其他外族，当是没有机会。你既然能到达此地，那这卷古经便奖励于你，你可以离去了。前辈，您应该知晓，来到此地的人到底是想得到什么东西。这卷古经虽然珍贵，但显然远非全部。你这是与本地讨价还价。晚辈既然能来到此地，那便是冥冥中的因缘际遇。宣明前辈何不顺应因果，把该得的传承交于晚辈？君家人的性格，莫非都是如出一辙？前辈与君家有所交际，算是有所因果。毕竟君家是少见的比吾龙族还要霸道的存在。不过，你身上的血脉倒是并没有那么简单。此子身上竟然有如此多的因缘际遇，莫非真的怀有某种天命，无法揣摩的艺术？不，即使是艺术，也不至于完全无法探索因果脉络，它要更加特殊。晚辈希望宣明前辈能给一个机会。也罢，给你一个机会又如何？多谢前辈。你别急着谢，我给你的机会只有一个，那便是打败我。当然，本地自然也不会欺负你。你的修炼年岁多少，本地会画出与你修炼年岁相当的化身与你一战。宣明前辈，您确定？怎么，莫非就算这样，你都没有丝毫把握？若是不敢，那便罢了。非也，晚辈觉得或许有些不妥。为何不妥？因为晚辈修炼至今资历不足100岁，约莫50余年。不足100岁？等等，你说什么？晚辈修炼年岁的确只有50余岁，前辈若不信，可以验证。不到100岁是什么概念？已经不能用少年地级来形容，婴儿地也不恰当，或许应该叫做胚胎地。你不对，你的骨龄甚至还不到50余年，只有30余岁。那我便与你在同一境界一战。很好，
终于可以酣畅淋漓一下。哦，鲲鹏法。与此同时，太古龙潭之内，穆长熙、江韵然、杨旭等人也都出来了，他们都是各自有所收获。不久之后，苏锦鲤也出来了。锦鲤姑娘，你这是？我一直在里面瞎逛呢，这个蛋就自己钻到我怀里了。说不定是一颗死蛋，只是蕴有一些本源精华而已。龙兄，可有收获？是我族先人的一具龙骨，最少也是地之无上级别的。好啊，丫头，可有收获？这气息是？我得到了一枚太虚龙元，不，或许也算是一方内宇宙。莫非是太虚母皇？龙香，之前的提议，你意下如何？让那丫头片子成为我的女人，不错，这样对整个族群都好，而且你也能借助那丫头的血脉，令自身血脉再度蜕变。此事先按下，之后再谈。我想先自己修行。但随后出来的一个人却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正是龙女海若。她好像来自星辰龙族，但星辰龙族的血脉又怎么可能压制我族血脉？姑娘，你在太古龙潭之中得到了何等机缘？能否方便说一说？那具龙骨，莫非是祝星龙王？没想到啊，此女竟然能够得到祝星龙王的衣钵传承。诸位，莫让其他人小瞧了我始祖龙族，难道连一个姑娘的机缘都要觊觎吗？况且这位姑娘也同为龙族，我始祖龙族莫非连这个大义都没有了？丫头，有没有兴趣加入吴兴周玄龙一族？祝星龙王便是出身自吴族，以你的天赋，吴族定然会全力培养你，甚至于你背后的星辰龙族也可加入始祖龙族。抱歉，前辈，我只追随公子。你真想清楚了，若是加入我族，少不了你一个圣女的位置。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那逍遥王怎么还没有出来？不会是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吧？若逍遥王真出什么事，那反而有些麻烦。然而就在外界猜测之际，太古龙潭内那片神轩地龙王幻化出来的意识空间里，君逍遥与宣明两人相对而立。你的体质很不一般。面对宣明前辈，晚辈也该尽展实力才是。君家果真是一个神奇的家族，竟然能出这等绝世人物。能与宣明前辈尽兴一战，也是晚辈之幸。没想到本地竟然还能见识到如你这般人物，前辈谬赞了。你真的已经尽出全力了吗？前辈想必也没有完全认真，倒是谦让晚辈了。你的确是让本地开眼了，成就神话对你而言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甚至于那传说中的仙，也许你也有机会。本地说到做到，既然你通过了考验，那物质传承便交于你，物质地龙骨便归你所有。地龙之骨。不过，希望你能答应本地一个请求。前辈请说。日后，不论始祖龙族与你关系如何，都希望你能记住这份情，至少让始祖龙族继续传承下去。前辈请放心，君某倒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况且始祖龙族中也有与君某交好的存在，君某心中自有衡量。对了，看在你与吾有缘的份上，再告诉你一件事。我有预感，
乱世将起，曾经的浩劫并未结束，黑暗将再度席卷而来。若有可能，你可以关注一下苍茫本源的消息。苍茫本源，具体更多原因你也不必知晓，你只要知道苍茫本源很重要，关于整个苍茫星空的权柄。拥有足够多的苍茫本源，将会凝练为位格，或许也可称之为苍茫成仙序列。想当初争夺苍茫本源何其激烈，你们君家也收获不小。不过这件事，日后你遇到自家族人，应该也会告诉你一些情况。多谢前辈告知。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时代，希望苍茫能度过此劫。苍茫本源，位格，成仙序列。此地的本源之力，远比外界要更加雄浑。就在同一时间，外界一些龙族长老级人物忽然有所察觉。我怎么感觉这太古龙潭似有一丝波动？没错，我也感觉到了，其中的本源之力似乎少了些许。难道是那逍遥王？他到底炼化了多少本源？不可能，那逍遥王难道就不怕被撑死？那逍遥王就算是混沌神体，也不可能无限制吸收吧？君逍遥的白衣身影终于是从中浮现。逍遥王，你在太古龙潭内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只是正常修炼而已。怎么，我得到了进入的机会，难道连正常修炼的资格都没有？逍遥王，你还得到了何等机缘？倒是有一点点收获。怎么，莫非始祖龙族觉得不放心？还是说，你们认为我一个外族人能带走龙族最为稀有珍贵的传承？哈哈，恭喜逍遥公子有所收获了。诸位，你们应该都有所收获吧？锦鲤，你……我也算是有所收获吧。之后要不要一起尝尝味道？这么大一颗龙蛋，就算分开都可以煎蛋、打蛋汤、做蛋包饭、蛋饺、蛋卷等等啊！那倒是有些暴殄天物了。公子，我其实……海若也是将他的收获告诉了君逍遥。原来如此。逍遥王，这丫头所得到的传承，乃是来自无星宙玄龙族。巫族中有许多适合她的功法神通，也想培养她成为巫族圣女，可是她不愿意。海若，这对你而言倒是件不错的事情。毕竟一直跟随在我身边，我也无法时时刻刻教导你。可是海若不想离开公子。我不希望因为我而影响到你的前途，而且我很期待你日后的蜕变。海若明白了。逍遥王果真是通情达理，我星宙玄龙族欠你一个人情。逍遥公子，君某的承诺自然会完成。多谢逍遥公子。逍遥公子，该如何谢你呢？范心是什么都可以的。只要范心龙女完成你的承诺就够了。是吗？那倒是有些可惜啊。逍遥公子请放心，范心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那就行。告知了离去的意图之后，龙谦长老等人也是微微点头。本想多招待逍遥公子一番，但既然逍遥公子有所安排，那我等也就不强留了。待在太虚谷龙族好好修炼，我可是期待你成为日后的龙族女皇。一番告别之后，金逍遥等人也是启程离开了噬龙界。龙瑶儿留在了太虚谷龙族，海若留在了星宙玄龙族。是因为我得到了薛明前辈的认可，所以不阻止我带走传承吗？
还是因为我的身份来历？就在所有生灵都逐渐离开了太古龙潭之后，在某处冥冥虚空之内，有古老沧桑的声音响起：太古龙潭之下，地龙之骨的气息消散了。是那位人族需要将它截留吗？他既能得到地龙之骨，便代表了他得到了地龙王意志的认可。可这乃是无始祖龙族的神话传承，怎可落入外族人手中？他既然能得到，就代表了神轩地龙王选择了他。就算不选择他，地龙王传承也没有选择其他存在。另外，别忘了，他应该是那一家的人。既然地龙王意志都认可了，那便证明他的选择对我始祖龙族是有帮助的。况且，始祖五龙的传承，只有这神轩地龙王选择了外族，其余四龙传承，我都在无族内嘛。行了，就这样，算作是君家成了我始祖龙族一个人情。君家，在苍茫外，他们又能坚持多久？唉，你还是不了解这一家族。可以说，就算是天庭覆灭了，诸霸族都消亡了，光明长河被掩埋，君家都不会消失。返回天域仙朝之后，君逍遥并没有闲下来的功夫。在天域皇城一处繁华的酒楼顶层，君逍遥见到了一位男子。属下参见叶帝大人。你是说，在南苍茫，三大黑暗势力联手针对九泉？不错，那灵幽谷、暗影会、血煞府三大势力，前段时间突然对我九泉发难，其背后怕是有九幽神殿的影子。九幽神殿吗？另外，叶帝大人，子王被三大势力的强者给镇压了。此事我已知晓，你先下去吧。唉，还是闲不下来呀。君逍遥面见江帝之后，江泰林倒也是十分爽快。你不必多解释什么了，你定然是有所计划与目的的。只要这件事情对你有利，那便是对我天域仙朝有利。你只管去做便是，有什么需求，直言无妨。陛下，这次晚辈带领强者前去，最好掩藏身份，不要透露天域仙朝的来历。这样的话，我天域仙朝的暗影神位倒是适合此次行动。多谢陛下。其实认真说来，即便撇开天域仙朝的力量不谈，光是你们君家所留下的力量，也是极为不弱了。君家所留的力量？君家哪怕是残留下来的力量，都极为恐怖。比如曾经君家的亲卫，虽然不是君家人，但却永世效忠于君家。还有那些曾经是君家的附庸势力，同样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君家亲卫，附属势力。曾经那些君家亲卫的最高荣誉，便是被赐予君衔，其中甚至不乏一些真正的强者人物，因为尊崇君家，或者希望得到君家的栽培，从而成为君家亲卫。以你这君家核心嫡系的身份，当然有资格调遣他们。现在君家不在苍茫中，那些君家亲卫和附庸势力，会因为我一人而无条件臣服吗？这你可就想错了。那些附庸势力暂且不谈，那些君家亲卫，可都曾经立过天道誓言，永世效忠君家，甚至身上都留有君家的族徽印记。以你纯正君家嫡系的血统身份，自然有资格和权限能够命令他们效忠。原来如此。君逍遥直接是带着杨尊还有天域仙朝的一众暗影神卫离开了天域仙朝。君逍遥横渡太古星辰海时，也是在北冥皇族稍微落脚了一下。君公子这次前来，可是有事情？不过是路过，顺便来看看罢了。我北冥皇族曾得君公子大恩，一直在想着
该如何回报君公子。希望君公子能给我们北冥皇族一个回报的机会。我北冥皇族也当出力，将会派遣一批强者掩藏身份，随君公子一同前往。百炼界内有12座罪恶之城，此刻在一座罪恶之城内。诸位，接下来所拍卖的，乃是一株稀有罕见的半仙药——血煞修罗花。此花吸收了无数生灵修士的精血，对于修炼血煞之道更是大有裨益。这血煞修罗花我要了。那位便是血煞盟的少府主吗？气息果然不凡。听闻血煞府等3大势力正在与九泉开战，连九泉诸王之一的子王都被镇压了。九泉这次算是遇到大麻烦了。之前他们虽然覆灭了幽玄阁，但灵幽谷、暗影会、血煞府也绝对不是什么善茬。这株血煞修罗花，我也很感兴趣。那人是谁？我竟然都看不透。不过，他竟然敢在这个时候对上血煞府的少府主，当真是勇气可嘉。哼，怕是他走不出这百炼界了。那血煞府少府主可是出了名的性格暴逆，曾听闻他的对手有被他断去手脚、挖去眼目、封其修为，被制成人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这位公子可确定？当然。哼，你到底是谁？来自何方势力？你们3大势力不是一直都在针对吗？你觉得我来自哪里？你是九泉的人。哼，你是想做什么？莫非是想镇压我，从而要挟血煞府放弃针对九泉？那你可以死了这条心了。九泉这次绝对难以渡过此劫。况且你这单枪匹马想要对付我，怕是想的有些太简单了。少府主，我来替你拿下此人。现在的君逍遥所显化出的乃是冥王体的力量，所以其境界依然在地境。这异象是冥王体，你与黄泉大帝有什么关系？君逍遥手臂一震，2亿须弥世界之力汹涌而出，当即那尊地中巨头的地躯便是承受不住这股恐怖的压力，直接炸开。你到底是谁？难道是九泉中的几王之一？不对，九泉几王中并没有你这一号人物。你到底是？你莫非是那位神秘的新任九泉之主？看来你还不算蠢到极致。你想做什么？难道真想杀我？听闻你最大的爱好便是虐杀对手取乐，现在自己落入这般境地，又是何种感觉？一切都可以商量，我可以拜托我的父亲，让他暂且住手。如果你杀了我，那就是与血煞府不死不休。这是什么王国？在惨叫挣扎之中，血袍男子陨落。南苍茫某处隐蔽古老的黑暗之地。时间所剩不多，若是九泉其余诸王再不来，你就得殒命了。说句实话，本府主倒也不想做辣手摧花之事。尔等3大势力这样做，是在自掘坟墓。自掘坟墓？之前你们虽然覆灭了幽玄阁，但现在本府主倒是要看看，九泉是否有能力同时覆灭我等3大势力。九泉之主不会放过你们3大势力的，绝对。其实本府主对那位神秘的九泉之主倒也有些好奇，究竟是何等人物才能统合你们九泉诸王呢？终于来了吗？数道身影浮现而出，正是九泉诸王：赤王赤玄烈、青王青鬼、蓝王蓝绝。你们果然出现了，明知有局在等着你们，依然前来，该说你们是重情，还是愚蠢呢？他们既然来此，显然是有所觉悟。不过和九泉巅峰时的九王相比，
你们这阵容是否有点太弱了？其实，我想你们应该也明白，真正要针对你们九泉的究竟是何方势力。我们三方势力其实也不过是替人代劳罢了。现在倒是可以谈谈条件，只要你们愿意交出曾经皇权大帝掌握的部分死书或者是线索，另外整个九泉愿意臣服九幽神殿，那你们自然是有活路。如果不同意的话，那就休怪我三方势力无情了。虚空之中，一位黑袍女子如同鬼魅一般浮现。黑王，你竟然还活着！黑王，其实你不该来救我的。若是九幽神殿知道你还活着的消息，那就更麻烦了。现在整个九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没想到还真钓上了一条大鱼。不过，就算有黑王在，你们九泉这次也休想逃过此劫。此乃我九幽神殿以九幽冥铁为材料煅烧而成的副神链，饶是你的修为再强，短时间内也难以挣脱。哼，黑王，你果然没有死。之前幽玄阁覆灭，我就猜到你可能还活着。现在看来，果然如此。那皇权大帝是否把死书交给了你？你若愿意交出死书，并且臣服，还可以加入我九幽神殿，身份地位不比你现在在九泉要好得多吗？怎么，黑王，你难道就甘愿整个九泉的基业彻底葬送覆灭吗？现在，你若交出死书，并且答应臣服，加入我九幽神殿，甚至整个九泉都能得到保全，会受到我九幽神殿的重用。葬送九泉？抱歉，你九幽神殿应该做不到。是谁？远处一道白发玄衣、脸覆面具的身影凌空而来。你是九泉之主？九泉之主？哼哼，区区地境能成为九泉之主？虽说你们九泉不复当初巅峰之时，但也不至于一位地境就能成为九泉之主。你们既然选择出手，那后果便自行承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可能，九泉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多的强者？这气息，地之无上。九幽神殿的莫长老二话不说就要撤退。随着君逍遥的到来，这场大战还没有开始多久就要结束了。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你们三大势力受九幽神殿指派，对九泉出手。按理说该当覆灭，但是现在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种下奴印，归顺九泉，可活。什么？你们也知晓，曾经九泉曾有九王，后来经过了一番波折，最后只剩下几位。你们若是带领身后的势力，心甘情愿加入我九泉，那么日后只要你们忠心耿耿，不但有机会解除奴印，更有机会成为九泉诸王之一。我可以告诉你们，日后九泉将会成为整个苍茫星空最鼎盛的黑暗组织。你们在九泉中担任王的身份，将远比你们现在的身份要尊贵太多。紫苑，将此地残局收拾一下，之后整合吞并三大势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属下遵命。事情就此暂时落幕。就在九泉那边开始各种吞并、整合三大势力的事宜时，君逍遥这位九泉之主没有再操心九泉事务。叶童，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知道你的性格，也知道你的来历并不一般。或许你从来都没有信任过谁，也没有谁值得你信任。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信任我。君某平生最厌恶的便是背叛，所以我也绝不会背叛他人。你真想知道吗？
我的来历。或许你会就此厌恶我，也不一定。我觉得不会。如果我说我不是人呢？其实我来自地府。地府？那叶童，你在地府的身份？我是地府的7号实验品。7号实验品？没想到你的来历竟是如此。你难道不厌恶吗？连我自己都厌恶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存在，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人，还是说我只是那个7号实验品。你不是地府的7号实验品，你是叶童，所以不必纠结你的过去，只要现在你是叶童便足矣。多谢。这次危机虽然解除，但是我还活着的消息九幽神殿那边会知晓，之后说不定地府也有可能知晓我的存在，到那时候会给你带来麻烦。你说和你有关系会不幸，那我倒要看看九幽神殿或是地府是否有那个能力让我不幸。地府中还有众多实验品，每一个都无比诡异，日后你要小心。我明白，倒是多谢叶童你的关心了。与此同时，另一边，在苍茫星空深处，无尽浩瀚的界域版图之中，有一方版图归属于天庭9大神殿之一的九幽神殿。三殿主大人，那位九泉之主极为诡异，明明修为只在地境，却能令九泉诸王臣服，成为九泉之主，更调动了诸多强者。那些强者绝非是来自九泉的人物。你的意思是，那位九泉之主另有身份背景以及来历？肯定，只是属下无法看透他。是吗？哼，有趣，难以推演出一丝因果。这位九泉之主的来历当真不一般，莫非是有大人物在替他屏蔽因果？三殿主大人，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做？那三方势力已经被九泉所吞并。那三方势力不必在乎，倒是那位九泉之主有点意思。你说还有无上帝级别的存在听他命令，若是我九幽神殿直接出手，难免也会有不小的麻烦。你觉得一位帝境有可能成为九泉之主，令诸王臣服吗？三殿主的意思是，那位九泉之主或许只是表面上的傀儡，其背后还有大人物。正是，方才连我都无法推演出丝毫因果脉络，足以证明那位九泉之主背后有人，其背后的人才是真正难以对付的存在。那三殿主，之后我们该如何做？不急，既然知晓那位黑王还活着，办法就还有，至少知晓死书应该还在九泉，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只是需要徐徐图之。另外，关于那位黑王的来历，此事也有所蹊跷。若是调查清楚了，说不定是一个新的突破口。是，属下明白了。莫长老拱手，然后退下。没有人可以忤逆天庭的意志，就算来头再大也没用。天庭终将集齐9大天书，打开天庭宝库，继承天命，平定大劫，成为苍茫永恒的正统。九泉在吞并了3大黑暗势力之后，君逍遥也是启程返回了天域仙朝。他的冥王身不出意外顺利突破地中巨头，与三清神境界持平。逍遥，你总算是回来了，还以为你要错过这次寻宝机缘了呢。又有机缘吗？小白，快出来！这是龙。逍遥，你忘了吗？之前我在太古龙潭中得到了一个龙蛋，孵出来的就是这个小家伙。
我翻遍了天才地宝名录，也查不到他的来头。不过可能是财富出来吧，还无法确定种族。但是他很贪吃，非常贪吃，所以呢，我就叫他贪吃龙小白。既然是太古龙潭内的龙蛋，那来头一定不会小，你可以好好养着。那是当然。看来小白也很喜欢你。他是察觉到我体内浩瀚的本源之力了。对了，还要和你商议关于这次机缘的事情。能让锦鲤你在意的，应该不是什么小机缘吧？听闻有人在一处葬生地外意外发现了某些异象契机，其中似有机缘。后来传出其中有大片的墓葬坟冢，可能关乎13秘藏之一。13秘藏，那便去看看。剑族所在的版图疆域，雪月一脉，雪月古界。葬生地，疑似13秘藏。自从上次在苍茫灵界败给了那逍遥王后，北轩哥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想必他也是受到了颇大的打击。说那处葬生地中真有13秘藏存在，其中的一些资源或许会对北轩哥哥的修行有所帮助。除了剑族这边外，始祖龙族的地少、圣灵族的妖孽也都有人前往，要去一探究竟。在某一片星宇之中，终于能够出来了。小姐，你这是偷跑出来的，真的好吗？有什么不好？这次可能会出现13秘藏了。可是听闻那处葬生地十分凶险，小姐你的安危……怎么，你是不相信你家小姐的实力吗？我可是为了要成为无上女帝的人物。小姐，要不这样，去苍茫灵界，将一位公子一起。不行，几位哥哥姐姐都在苍茫灵界顶层修炼呢，不必打扰他们。况且我也有诸多护身手段，保命是没有关系的。这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苍茫星空广袤无尽，各种奇地、险地、秘地、禁地是数不胜数。葬生地原本只是这无尽险地中的一处。天权太子，听闻葬生地中的异状乃是你天权古朝麾下的修士率先发现的，你可知晓其中有什么线索？是否真的有13秘藏？这只是手下之人意外发现罢了，我天权古朝也没有深入探索过。试问一下，若我天权古朝真的能确定那葬生地中有13秘藏之一，会把消息透露出来吗？我心知我天权古朝国力有限，就算其中真的是13秘藏，也难以独自吞下。若消息泄露出来，反而会惹来祸端，所以倒不如直接公开。其中若真有秘藏，我天权古朝能喝一口汤，已经是满足了。哼，不愧是天权太子，想的就是周到。是啊，13秘藏，光靠我们背后的势力，还无法独自吞并。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切皆受利益驱动。真期待接下来看到的一幕吗？这也是曾经大劫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吗？是剑族修士，是雪月一脉的女剑修，那位剑仙子也来了。那位就是剑仙子吗？不愧是剑族13剑子之一，不仅身怀无暇剑心，修为超绝，容颜气质也如此出众。你想多了，这位剑仙子听闻和剑族无极一脉的剑子赵北玄关系很深，你就别想了。赵北玄，哼，前段时间我才在灵界听闻，他被逍遥王教训了一番，他还有什么脸和剑仙子在一起啊？就是，如果我是剑仙子，怎么可能还和赵北玄这个失败者在一起？逍遥王不是更好的选择吗？没想到剑族也来人了。剑仙子，听闻赵北玄剑子也在那逍遥王手中吃了瘪，我倒是认为我们之间有合作的可能。如何？剑族有合作的意愿吗？我相信赵师兄希望的是自己亲自打败那位逍遥王。哼，你也应该清楚，之前从始祖龙族万龙会上传出的消息，那逍遥王已然是巨头级的存在。片刻之后，始祖龙族的生灵赫然来到，
盘龙地上，雷龙地上，囚龙地上，连那些霸俗的少年地界，面对逍遥王都没有一战之力啊！哎，那位天域仙朝逍遥王究竟有多强？真想亲眼见识一下呀！大争之时，风云兴替，强一时算不了什么，强一世才是王者。可惜呀，君逍遥，你若来此就好了。那样一来，迎接你的将是一份大礼。那是云族的族徽。莫非是云族六曜有人前来？是云族的哪一位来了？原来是个小丫头片子。小姐，还是低调点吧。没有公子他们在，我们竞争不过其他霸族。哼，云族就派你这么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来吗？哼，我有名有姓，我叫云朵。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在苍茫灵界中修炼，我不过是来打探一下情况罢了。随即，各方势力也是遁入那片葬生地。葬生地外，一艘虚空飞梭姗姗来迟。他们都已经进去了。经理，你觉得这片葬生地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劲。那我们要离开吗？来都来了，不如进去看看，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意外收获。况且有谁能威胁算计得了我？整片葬生地天地昏沉阴暗。这处葬生地好像的确有些诡异啊。哎，这是万灵血菩提，这可是好宝贝啊！竟然是万灵血菩提，对我倒是有大用。那君逍遥如今的修为已然是地中巨头，我若不加快修炼突破，何时才能讨回这笔债？万灵血菩提，没想到此地竟有此物。能者得知。好。这是我先发现的，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先来后到？看在你是云族的份上，离开吧。不错，若是云族六曜在此，自然有与我等争锋的底气。你这云族的小丫头，还是让开为好，免得到时候战斗余波伤到了你。你们，小姐，我们还是先离开吧。没想到能在此地见到你们。逍遥王，逍遥王，你竟然会来此？为什么不能来此？两人二话不说，像是十分有默契一般，同时向后遁去，跑的那叫一个快呀！吓跑少年第几？这是什么概念？哎，那位是？难道是我太看脸了？这也太帅了吧！好漂亮的姐姐。多谢公子相助，我叫云朵，来自云族。君逍遥，原来是君公子。难道逍遥还能和云族扯上什么关系？不过是路见不平，随手相助罢了。这片葬生地没有那么简单，安全起见，还是不要太过深入为好。多谢君公子提醒。那这株万灵血菩提……但君逍遥并不在意，微微点头之后，便和苏经理渡空而去。真是一个帅哥哥，如果他是我云族人就好了，哪怕只是天天看着，也赏心悦目啊。小姐，你又犯花痴了。你说什么？你家小姐我是正常的欣赏，懂不懂啊你？算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小心点吧，不要太过深入了。逍遥，恭喜你喜提小迷妹一枚。怎么了？阵法。果然有阵法，而且隐藏的极为隐秘。这是要做什么？先是放出这片葬生地有关于13秘藏的消息，然后此地又有隐藏有阵法。这是一个陷阱。虽然现在并不清楚，但想必很快就知道其目的了。逍遥，你还要进去？当然。
随着时间推移，那些进入了这片葬圣地的各路修士生灵也是开始深入到了最深处。那莫非就是13秘藏所在？冲啊！哼，若真有机缘，谁敢与吾族争抢？怎么感觉我的修为被压制了？莫非此地有阵法？这不更加证明了此地有秘藏机缘吗？不然的话，怎么会压制修为？是天域仙朝的那位逍遥王，真的是他！他竟然出现在此地！是他？怎么可能？他便是那逍遥王。没想到会是他，还以为他已经彻底陨灭了。此地的局，莫非也是他所布下？那其目的是？莫非此地机缘不是13秘藏之一，而是某位至强者的大墓？也许那就是秘藏的入口。哼，谁敢与本地少争锋？哼，倒还真是心急啊！那是大地神奇面，快逃！哼，装神弄鬼，找死！可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这是个局？我们都被摆了一道。锦鲤，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这些神奇念虽然看似无度杀戮、吞噬元神，但似乎也是为人所操控。逍遥，你的意思是这个局其实是为了搜集元神灵魂之力？可是谁要这么做呢？帝女大人，恭迎帝女大人破风出世。再多看一眼，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属下不敢。你是谁？回帝女大人，我是屠斯。在确定帝女大人封存在这片地狱后，便开始着手布局谋划，让帝女大人破风出世。噬魂族屠斯，在早时他曾夺舍大眼仙朝十皇子羽化天。原来如此，你倒是做得不错。我的确吸收炼化了诸多灵魂，但却没有完全恢复。不过我感觉到了这片区域似乎有一股极为特殊的元神气息，灵魂波动很不一般。帝女大人，您所感知到的气息，应该是那逍遥王君逍遥。属下曾与他交手过，他不仅境界修为强悍，元神亦是极为强大，乃是3世元神。这3世元神对帝女大人来说，绝对是大补之物。还有他那体质，原本是先天圣体道胎，但不知为何，现在他也是混沌体，更是地中巨头，不可小觑。3世元神吗？对我的确是有作用。此事我有想法，你先去探查一番。是，属下遵命。屠斯拱手，身形遁去。这算是什么？穿越，亦或是重生？现在的噬魂族帝女并非是屠斯想象中的那位，她来自玄机星。穿越、夺舍、重生，还是说我已经死了？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我。哼，就算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也是注定要当一个坏女人吗？倒的确是与我有些相配呢。但如果我来到了这方世界，那其余那些同学是否也来了？无论怎么样，我在这个世界要活下去。既然给予了我这样的身份，那我自然也要利用。在葬圣地的某一处地狱，师姐，我本不该来此的。诸位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非要来此，沐雨师妹，你先走。你是我血月一脉的娇女，不能就这样死在这儿。远处红芒掠动，灵魂波动汹涌，一抹火红的婀娜身影降临在此地。这怎么可能？难道此地的陷阱是你所设下？我觉得你不必纠结于这个问题。果然是你！你怎么能驱使神起念
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不对，难道你是魂族？噬魂族不是被云族等势力所覆灭吗？没想到还有不少漏网之鱼。但你这次行下这般恶果，招惹诸霸族，你将难存于世。果然还是有些讨厌。你噬魂大法，果然是那家伙吗？人都差不多陨落了，这加起来可是一股极为恐怖的灵魂力量。看来这次是要无功而返了。那倒也未必。如果说这个局是他所布下的，那他的目的便是以进入此地的各路修士为养料资源。不过以他现在的修为，绝不可能炼化如此庞大的力量，甚至都难以操控那些黑暗神奇念。所以唯一的可能，便是炼化这股庞大灵魂力量的另有其人。应该是噬魂族中极为重要的存在，所以那家伙才会如此上心。既然能在我的神魂感知之下掩藏，那么就代表那位可能已经复苏的噬魂族存在元神修为极为不弱，或许也达到了空劫级。不过既然已经掌握了那家伙的线索，现在倒也不必打草惊蛇。剑族，多谢公子出手相救。不必谢我，举手之劳罢了。抱歉公子，墨雨身有伤势。这位姑娘，我们还是先离开此地。与此同时，在这片葬生地的外围，小姐，还好那位君公子好心提醒我们不要太过深入，若是我们没听劝，那可就……君公子应该也没事吧？他的实力可是很强的。雷龙帝少与囚龙帝少都断的消息，怕是凶多吉少。那葬圣地内部究竟出了什么变故？就在所有人都在远远观望的时候，再度有身影从中遁出。竟然还有人活着！竟然是逍遥王！难怪了。什么？剑仙子竟然和逍遥王在一起了？听闻他不是和那位北玄剑子有关系吗？而且那赵北玄啊，可是还曾不自量力的挑战逍遥王，结果被完虐。之前就有人说，与其跟着赵北玄，还不如追求逍遥王。现在剑仙子是觉得真香了吗？墨雨姑娘，倒是没想到你与那赵北玄也关系匪浅。之前君某与他倒也有些冲突。和君公子想的不一样，我与那赵北玄虽然同为剑族剑子，但是关系也仅止于此，并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关系。墨雨姑娘不必解释什么，君某倒也就是随口一问。与此同时，在离葬生地数十万里的一片荒凉宇宙，一袭红裙、姿容绝世的禅红妆，那邱沐雨被他以噬魂大法夺舍，接近君逍遥。君逍遥，他身上好像有什么吸引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有苏锦，他果然也来到了这方世界。不过他怎么会在那君逍遥的身边？哼，君逍遥，一个有趣的男人。其他人想要的，我偏偏就要得到；我得不到的，其他人也休想得到。帝女大人，那君逍遥已经离开了葬生地。我早就知道了，有这么多人陨落在了此地，接下来一定会有一场大风暴。你要将此地的诸多痕迹都抹去，至少短时间内不能让其他人察觉到什么线索，不然对于我族而言，会有不小的麻烦。属下明白，我噬魂族一定能在帝女大人的引领之下再度复兴崛起，然后报复那云族。剑族恒炎界，恒炎界乃是剑族势力版图中一方古老的大界。已经到了恒炎界，接下来该如何做？你等着就好了。是谁？哼，魔剑王的佩剑血苍穹，原来被封印在此地。你们是劫组织的人？哈哈哈哈！看来我劫组织的名声还没有彻底消散。
莫非我剑族也被劫组织渗透了？你们这些苍茫星空的叛徒，躲藏在暗处也就算了，现在敢公然现身，便是自寻死路。怎么，现在就动摇了吗？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若是连这点代价都不愿付出，那你就注定是个被人踩在脚下的弱者。本王不屑与弱者合作。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自然会走下去。我无法操控血苍穹，就算藏于体内，到时候也会被剑族其他人察觉。无碍，你若是想要增强修为，本王可以传给你一套法，可将元神与血苍穹熔炼，化为一口血炼剑胎。这样一来，便可以你的元神气息掩藏，不会被外人察觉。哪怕是修为比你更强者，也难以发现。而且血苍穹还有一个特性，斩杀生灵后，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血肉精气。也就是说，你若借助血苍穹斩杀越多的生灵，你的实力也就能越快变强。这样一来，岂不是要让我杀了无数生灵，成为杀人魔？杀一是为罪，屠万是为雄。你是愿意当作蝼蚁，被那君家后人踩在脚下羞辱，还是愿意成为一位强者，亲手洗刷自身耻辱？本王已经给你提供了机会，一切选择都在于你。我要变强，将那套法传给我。好，只要你能完全修成血炼剑胎，凭借血苍穹的力量突破地中巨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另一边，劫组织成员察觉到魔剑血苍穹已被夺走，他们也是开始抽身而退。到底是谁？我剑族莫非真的有内鬼？若查出是谁，一定要让其付出血的代价。葬生地外数十万里之遥，一座古老荒凉的城池。君公子若是有空，日后可以去云族找我，云朵一定会好好款待君公子的。若有机会，一定。另一边，哎，那位不是赵北玄剑子吗？他竟然来了，莫非是为了剑仙子而来？你们谁知道剑仙子人在何处？北玄剑子，那位剑仙子倒是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受了伤。现在那位剑仙子和天域仙朝逍遥王在一起。你说什么？这的确是事实，我等亲眼所见。北玄剑子不信，可以亲自去看啊。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沐雨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赵北玄还是认不清现实啊，强者才有优先择偶权。终于，他来到了古城中央的一座楼阁殿宇之内。沐雨，这是怎么回事？我在葬生地内遭遇危机，差点被其中的神指念所围杀，是君公子仗义出手救了我，而且还愿意替我调养伤势，有什么问题吗？可他是赵北玄，你这般态度，莫非这位沐雨姑娘是你的道侣吗？她是我剑族的人，而你手中染有我族剑子的鲜血。你能代表整个剑族吗？不，你甚至连你身后的无极一脉都代表不了。你，莫非是得到了与那魔剑王有关的机缘，又提升了一波？赵师兄，君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是沐雨的恩人，而且他还替沐雨疗伤，希望你不要无理取闹。君公子，沐雨还要多谢你的恩情，若公子不介意，能否邀请公子前往雪月一脉？沐雨定会好好答谢一番。多谢沐雨姑娘好意，不过我觉得现在并不是时候。之后，君某定然会登门拜访剑族。是吗？那倒是有些可惜。不过沐雨到时候就恭候君公子大驾了。你的伤势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回去调息一番即可。
赵北玄沉着脸看向君逍遥，刚想说什么，你若多废话一句，君某不介意送你下黄泉，与那徐长天团聚。但他最终还是一个字都不敢吐出来，直接离开。他体内似乎有种不一般的力量，但被掩饰得很好。看来那魔剑王也并非是个善茬，一步步将这只蝼蚁引入深渊。另一边，赵北玄也是追上了穆秋雨。沐雨，你身体可无恙？那君逍遥没有对你做其他什么事情吗？他能对我做什么事？沐雨，你身上还有伤，我护送你回雪月古界吧。就不必劳烦赵师兄了，沐雨可以一个人回去。说没有其他事情，沐雨便先行离开了。邱沐雨淡淡的说完，遁空而去。我还不够强，我要强到能亲手镇杀君逍遥，让沐雨知道谁才配得上他。另一边，与赵北玄分别的邱沐雨，没想到这赵北玄好像也并不一般，有一种十分特殊的灵魂波动，虽然微弱，但的确存在。这样一来，倒是越发有趣了。这赵北玄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不过可惜的是，那君逍遥似乎并不上钩。随着这些事情的发生，各方势力修士也是纷纷猜测不已。劫组织，这一臭名昭著的组织又浮现了吗？劫组织从未彻底消失过，他们一直潜伏在暗处。劫组织的出现，是否代表了席卷苍茫的风波将要再度来临，暗界将要降世了？那这次葬生之地之事，会不会与劫组织或是暗界存在有关？或许有这个可能。剑族封印的魔剑被夺，劫组织现身，哼，倒是来得巧，刚好帮我转移视线了。如今帝女正在消化之前葬生地中所获得的诸多灵魂本源，等帝女恢复，便可以去寻找其他族人，慢慢图谋。劫组织会不会是一个可以合作利用的对象呢？我如果继续努力，尽心尽力谋划，或许可以得到帝女大人的赏识。如果能入她的眼。葬生地结束之后，君逍遥和苏锦鲤也是乘坐虚空飞梭返回了天域仙朝。锦鲤，怎么了？没什么。莫非是因为之前我对那邱沐雨的态度？不是，逍遥，这邱沐雨身为剑族剑仙子，曾是赵北玄的青梅竹马，而在葬生地之事后，却只是因为我救了他而这般转变态度，甚至对那赵北玄不冷不热。逍遥，你的意思是那邱沐雨有问题？虽然无法确定，但至少肯定和之前有所不同。我倒是想知道他背后究竟有什么。什么嘛，原来是这样，我就知道逍遥你不会轻易被女人所迷惑的。但你的样子可不像是那么回事。那个，哎呀，不是，我饿了，开饭吧。既然闲下来了，那君逍遥也是着手考虑另一件事情，就是他从太古龙潭中得到的神宣帝龙王之骨。这具地龙之骨被君逍遥收在内宇宙中。好可怕的气息！这小子总是这么出人预料，连这种东西都能搞到手。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之前说的没错了吧？谭志浩当然是不弱于鲲鹏元祖的人物。我还等着他帮我去圣灵族讨回我的本体力量呢。若是不融入己身，那便只有另一个方式了，便是借助地龙骨，再祭炼出一具化身。君逍遥本身修炼了君无悔赐予的一气化三清，蜕变出了混沌身、鸿蒙身、圣体道胎身，后来在界海又从恶族那里白嫖了一具冥王身。若是真祭炼出来了，那或许可以称之为龙帝身，而这龙帝身也完全是我，可以完美融合。到时候我本身的体质便足够逆天，若是再叠加龙帝身的龙族神力，那简直……不过若真要祭炼出龙帝身，
那所耗费的各种资源，也是无法想象的。这样一来，倒是要着手准备许多材料。若是要祭炼这等本元身，所需要消耗的底蕴资源难以想象。若是有一方类似太古龙潭的七星宝地，那成功的把握将会大很多。就在君逍遥筹谋之际，有下人传话，说是有个势力前来拜访君逍遥，乃是北苍茫的丹鼎古宗。君公子，丹绯姑娘，君公子，好久不见。古田宗主，没想到你们丹鼎古宗会远道而来，倒是有失远迎。哪里，君公子当真客气了，是我等贸然来访，还希望没有打扰到公子才是。不知古田宗主等人来访，所为何事？君公子可知晓炼丹大会？炼丹大会？没错，君公子有所不知啊，我丹鼎古宗在北苍茫，虽然可算是1等1的头部丹道势力，但其实放眼整个苍茫看来，其实排名不算太过理想。刚好之前得到君公子赐予的3昧真火雌火，这次炼丹大会，我丹鼎古宗的排名和影响力应该会提升不少。所以此番前来，一是对君公子表达谢意，二是不知君公子是否有空，可一起前往炼丹大会观礼啊？也行，君某倒也有些闲暇。那倒是再好不过。药王殿的所在地位于苍茫之内，一方名为苍清界的大界。没想到啊，药理少主痴傻3000年，竟然还能清醒过来。就是，这可真是一个奇迹。店主大人这么多年，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炼制出各种稀有大丹、绝世神药，都无法令少主清醒。结果少主前段时间忽然就清醒了过来。而且我听说，药离少主炼药术，貌似也有了极大的提升，宛如开窍了一般。你说，药离少主会不会是被夺舍了呀？这应该不会。店主大人等人都亲自检测过，药离少主的元神并无任何问题。这可真是天助我药王殿啊！刚好这次炼丹大会，我药王殿是东道主，药离少主想必可以借助此会彻底崭露头角。悠悠无数岁月过去，没想到药王殿也发展成了如今的模样。岁月流转，如今我药王殿依旧矗立，且越发鼎盛。而丹族呢，在哪里？倒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呢。眼前的药离并非是药离，而是曾经开创药王殿的离天丹帝。曾经我的确诚心想要加入丹族，丹族却始终视我为外人。而今丹族覆灭，也算是报应不爽。既然本地重生一世，那自然要登顶丹道绝巅，并且要带领药王殿走向巅峰。这副身躯实力倒是弱了点儿。曾经我身为离天丹帝，虽然专攻丹道，但修行境界也是达到了地境6重天，绝世之地。不过好在当初，我曾祭炼过一具身外化身，一直封存在一处密地，未曾动用。诸多岁月过去，想必那具化身实力也不会太弱，至少比我眼下的境界要强。此外，我若想继续提升丹道，必须要得到3昧真火。我必须要得到3昧真火，还有丹族秘藏，没有人能阻止我。少主，店主在忙于炼丹大会之事，所以让老夫前来看看你。你准备的如何了？这次炼丹大会，之所以店主要得到举办权，主要也是为了你造势。你不得个第一，可是对不起店主大人的一番心血呢。晚辈心里自然有数。对了，这次丹道大会第一的彩头，好像是曾经丹族所遗留的一方古鼎。虽然暂时还无人研究出什么来路，但其中有些丹族秘文，或许还有一些价值。这古鼎莫非是四方鼎？果真是天助我也！这次炼丹大会，我必得魁首。
好。对了，万象丹宫这次，那位本该和你联姻的娇女，应该也会前往。你之前神志不清3000年，万象丹宫也是没有再主动提起此事。这对我药王殿而言，可不是件光彩的事情。这次你若得到第一，刚好也是打了万象丹宫的脸。不过万象丹宫的那位娇女，的确也很不错，足以配得上你。少主，和那叶清浅联姻，对你来说是绝对不亏的。她的体质对你大有裨益，还可增加你的炼丹天赋。你这次若得到第一，也刚好可以向万象丹宫提亲。生命灵体，九妙丹心。我明白了，这炼丹大会便是本地新仪式的起点。另一边，万象丹宫同样是苍茫星空颇为知名的丹道势力，底蕴深不可测。师姐，叶师姐，我们都快要启程前往参加炼丹大会了，你怎么还在这里种地啊？我马上就要忙完了。之前所培育出来的古药，药效可是增加了数倍不止，而且产量还能更进一步。对了，叶师姐，这次去炼丹大会，可能有一件事与你息息相关哟。什么事？还记得你身上的一纸婚约吗？就是药王殿的那位少主药离，这是早时定下的。不过那时候那位药离少主一直都是痴痴傻傻的样子，自然不可能把师姐你嫁给那种人。不过之前听到消息，那位药离少主不但清醒了过来，恢复了神智，而且炼丹术也是出神入化，仿佛开了灵窍一般。不出意外的话，注定会是日后药王殿的殿主。到时候在炼丹大会上，药王殿可能会提亲，到那时候，叶师姐你可就是药王殿的少奶奶了。我对这种事情没有兴趣。可那是药王殿少主哎，叶师姐若是嫁过去，地位也不一般吧？你若是喜欢的话，你可以嫁过去啊。哎呀，师姐别生气，我们走吧，也该启程出发了。以师姐的炼丹技术来看，这次炼丹大会除了那药离少主，应该没有对手了吧？我对夺第一没有什么兴趣。炼丹大会的举办地点位于苍青界内的药王城。那便是药王城吗？诶，那是丹鼎古宗的修士，那位白衣公子，莫非就是天域仙朝逍遥王？我之前倒是听说，那位逍遥王好像拥有传说中的3昧真火。什么3昧真火？这位公子莫非便是传闻中的逍遥王？在下来自玄天丹宗，不知能否与逍遥王交个朋友？逍遥公子，我来自百炼丹阁，不知可有这个荣幸，邀请你前往一聚。各位，逍遥王久行而来，自然是要休整一番，此事之后再说。诸位，的确如古田宗主所言，君某想先在此城休整一番，之后若有机会，定然赴宴。好，那我等就静候逍遥王莅临。君公子倒是的确受欢迎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过是因为我身怀3昧真火罢了。不过对君某而言，就算是3昧真火的子火，也只会交给能够信任的人。这拍卖会应该也快开始了吧？拍卖会位于药王城中央的一座恢宏宝阁之内。诸位，接下来拍卖的这宝贝，乃是一株半仙药。虽然不是真正的仙药，但药效极为奇特，乃是七魄元灵花，在元神方面有特殊的作用，能分裂蕴养神魂。七魄元灵花，这七魄元灵花我要了，让拍卖场的人将其送过来。是。抱歉诸位，这七魄元灵花已经被人所定下了。这七魄元灵花，我丹鼎古宗想要拍下。丹鼎古宗的朋友，这七魄元灵花已经被人定下了，所以拍卖场的规矩，自是价高者得。那么定下的人出什么价格，我丹鼎古宗翻倍。
实不相瞒，需要此物的乃是药王殿少主。难怪了，竟然是药王殿少主。那位药离少主最近可是出了名啊。不过连这次炼丹大会都是由药王殿举办的，也的确该给药离少主一个面子。丹鼎古宗，本少要这7魄元灵花。丹鼎古宗，你们是要与本少主争吗？这位药离少主果然和之前的痴傻状态不同了。君某想要的东西，没人能争。你是逍遥王？少主，这位逍遥王可不一般，他来自天域仙朝，身负混沌体，而且听说他身怀3昧真火。他连丹师都不是，竟然能得到3昧真火。君某觉得应该还是按拍卖场的规矩来，价高者得，没问题吧？既然如此，那就依你所言。但见君逍遥随手一挥，一团3昧真火紫火升腾而起。谁能帮君某拍下这7魄元灵花，君某便将这3昧真火紫火送给他。我愿意帮助逍遥公子拍得7魄元灵花。我也愿意，你别和我抢。药离少主，你还想与君某相争吗？若是还想争，那就得看你身家到底有多少了。难道他身上的3昧真火真的是从丹族而来？药离一句话都没说，直接是甩袖离开了。这是服软了？能不服软吗？这位逍遥王可是连剑族剑子都随意抹杀的人物，在万龙会上欺压9条龙，愣是打得他们没脾气。药王殿虽然底蕴不凡，但还是远无法和霸族相比。另一边，离开了拍卖会的药离脸色阴沉的都能滴出水来。派人查一下，那逍遥王身边的少女是什么来历？属下遵命。若真和丹族有关，那逍遥王究竟掌握了多少关于丹族的线索？这次炼丹大会，我必须夺得第一，取得那4方鼎，确定3昧丹塔的下落。君逍遥这边，他自然是很顺利地拍到了7魄元灵花。这次炼丹大会有没有信心夺得第一？第一？你的丹道天资不凡，又有3昧真火辅助，我觉得你可以。真的吗？离炼丹大会开启还有一些时间，若你不介意，我是个外行，或许我可以再教教你。怎么会呢？公子能够教导丹妃，是丹妃的荣幸。在数日时间过后，炼丹大会也是终于开始。这次炼丹大会可是有意思了。药王殿之所以争取过来，听闻乃是替那药离少主造势。不错，那位药离少主痴傻3000年，一朝清醒，炼丹修为反而提升了，传得神乎其神。倒是真想知道此事究竟是真是假呀？那位便是逍遥王吗？果真如传闻一般，若天人折尘。不过这逍遥王行事风格倒是真如传闻般那般霸道。前几天才在拍卖会上压了药王殿少主一头，可惜逍遥王不是炼丹师，不然今日怕是可以见证一场丹道的龙争虎斗啊。不过话说回来，这丹鼎古宗拥有逍遥王赐予的3昧真火紫火，这次炼丹会怕是要一鸣惊人呐。是万象丹宫的修士。万象丹宫的那位清浅仙子可来了。那位便是万象丹宫的清浅仙子吗？倒是第一次见，果真不愧如传闻所言，虽不识粉黛，却力致天成。可惜啊，清浅仙子与药王殿少主有婚约，之前药王殿少主神志不清，倒是无法履约。可是这次，怕是药王殿会主动提亲了。清浅仙子在关注逍遥王？那也理所当然，男人好女色，女人自然也能好男色。的确，逍遥王不论气质颜值还是身份背景，都足以令所有的女子为之心动。只是清浅仙子这样看着逍遥王，让他的婚约对象药王殿少主面子往哪搁啊？叶师姐，难怪你对和药离少主的婚约没有兴趣，原来是找得更好的啦。你在胡说什么呀？
我都不知道那位公子是谁。那是当然，叶世金，你天天都在一个人种地炼丹，自然不清楚。那位乃是天域仙朝，身怀生命灵体，九妙丹心，而且行事作风古怪，喜欢研究一些特殊的重药炼丹手法。夜雨，叶清浅，之后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一番程序过后，炼丹大会也是开始。哎，那位丹鼎古宗的娇女倒是很不一般啊，毕竟别人可是身怀3昧真火，我更听闻逍遥王对她很看重。丹鼎古宗真是走了狗屎运了。如果没有得到逍遥王扶持，这次炼丹大会想要出头可不容易呀。看来传闻是真的，这位药离少主简直如同脱胎换骨一般。这次炼丹大会又看到了万象丹宫的清浅仙子，表现也很出色。诸位，这最后一关其实很简单，只要能炼制出你们所能炼制的等级最高的丹药，便足够了。最后会进行评比，决定最后的胜者。那是什么炼丹器具？炼丹炉吗？感觉又不像啊。清浅仙子到底在做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提炼药材的方式。金逍遥之前差不多就确定，现在更是100%断定，这位叶清浅也是穿越者。有意思。如果这样的话，那倒是方便了。那炼丹术好像是药王殿的绝学，乃是曾经离天丹帝所创造的。只是哪怕在药王殿中，都没有几人能施展出来。药离少主竟然能施展得如此炉火纯青，竟然是3文通灵丹，这种丹药可是极为难以炼制的。只不过上面的纹路为何有些奇异？这是经我改良的3文通灵丹，我将其称之为6味地黄丹，药效是3文通灵丹的3倍。什么3倍药效？竟然是玄天乾坤丹，不愧是药王殿的少主啊！这怎么可能？这丫头究竟要炼制什么丹药？莫非她所炼制的是那种丹药？真的是不缺丹？不缺丹虽然稀有珍贵，但和其他2位所炼制的丹药也拉不开太大差距。那是什么？不对，那不是不缺丹，莫非是补天丹？难道是因为3昧真火的效果，让他能炼制出补天丹？不愧是3昧真火。君公子，莫非是因为你？都是这丫头天赋高，领悟快，我倒是没有指点太多。唉，君公子不修丹道，倒是可惜了。这次炼丹大会的第1，乃是丹鼎古宗丹斐。丹斐姑娘，本少主有一个交易，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全。这件丹族古鼎其实严格来说并没有太多价值，但毕竟有一定的纪念意义。本少主也喜欢搜集一些曾经丹族的古器，若是姑娘愿意，本少主愿意花费代价换取这古鼎收藏，只要你开口说个数。这世上有些东西，可是钱买不到的。丹斐，这是你第1次得到炼丹大会的冠军，还是留个纪念比较好。药离少主身为药王殿的少主，想必也不会缺少各种收藏宝贝，又何必惦记人家小姑娘的东西呢？本少主也不过是见猎欣喜罢了，若不愿意那就算了。这古鼎果然有问题吗？在这之后，炼丹大会也是落幕。而就在这时，药王殿大长老忽然对万象丹宫的长老说：“对了，既然正好趁着大家都在，之前我们2家曾订过婚约，现在也过去了这么久，今日便彻底定下时日吧。”多谢药王殿对小女子的厚爱，药离少主也确实是一位极其优秀的男子。清浅自知自己乃是蒲柳之姿，且资质有限，药离少主他值得更好的人。我知道你是顾忌离儿之前的病，但你放心，他已经完全痊愈了，不可能再复发。殿主大人，清浅并非是这个意思。
只是真的觉得配不上药离少主。既然如此，那清浅也就直说了。其实清浅并不喜欢男子，所以抱歉了。叶师姐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她平日就经常说出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话。叶清浅来到丹鼎古宗这边，看着君逍遥。清浅不知是否有这个荣幸，能认识一下君公子？当然。你这叫不喜欢男人？你这是单纯不喜欢药离吧？原来如此，这丫头拒绝药王殿婚约，原来是这个意思。果然，叶师姐其实早就有目标了，难怪不愿当药王殿的少奶了呢。抱歉，关于婚约之事，之后我会禀告公主，再商议一番。叶姑娘的炼丹手法可是很特殊，君某倒是从未见过。不过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雕虫小技罢了。叶姑娘倒是可以和丹匪多多交流，毕竟交流才能促进进步。那是当然。对于丹匪姑娘的炼丹技术，清浅也很是佩服。哪里，我也只是因为公子的教导，才能有这般表现。宣公子也懂丹道，算不上懂，略知一二吧。那之后倒是要好好请教一番了。不过，那个，其实我……你可是为了三昧真火？看来君公子心知肚明。的确，清浅对于三昧真火也很是好奇，而且以三昧真火的特殊之处，若是炼制各种古药，是否会有特殊的加成？性质是否会有什么变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清浅对这些都极为好奇。抱歉，又在说一些君公子听不懂的话了。一缕子火而已，这自然不是什么问题。叶姑娘炼丹手法奇特，行事出奇，剑走偏锋。君某倒也很好奇，若是将三昧真火交给你，你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原来如此。其实你也不必把我想得太好，君某也非是那种无私奉献之辈。只是，叶姑娘日后若是有什么研究成果，其中有我所需要的，希望叶姑娘不要吝啬。那是自然，清浅也绝非是有恩不报之辈。那，便祝我们合作愉快了。这万象丹宫，是当众给我药王殿难堪啊！父亲，你不必介怀此事，孩儿日后自然会让那叶清浅后悔万分。你们暗中派人盯着那君逍遥、丹肥等人，记住，一定不要打草惊蛇，被他们发觉。他们有任何动向，或者要去哪里，及时向我禀告。是，属下遵命。我要得到的东西，没有谁能夺走。那药离竟然想要得到此地，莫非他与丹族有关？还是说，他觉醒了丹族仙人的意识？这个我好像认识。你认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认识。好像在梦里也见过这种文字。那看来还得靠你来解开此鼎的秘密。丹匪，你能不能尝试操控祭炼此鼎？我可以试一试。公子，我好像感觉到了，此鼎有一种特殊的感应，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感应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但肯定与此鼎有极为紧密的联系。丹天屠戮。公子，怎么了？没什么，不过是有人不死心罢了。丹匪，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和其他人说，稍微休整一番后，我们直接离开。另一边，药离也是得到了讯息，那丹匪果然与丹族有关，不然不可能参悟那四方鼎。既然他们找到了方位，我倒是可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天风急吗？比我想象的要慢。也罢，至少眼下是够用了。等日后再多炼化一些资源，这具身外化身的实力自然会更强。这具化身
便是我这一世的底气。之后他可以一步步淬炼，变强。原本我若得到7魄元灵花，便能更好的操控这具身外化身，可惜却被那君逍遥夺走。君逍遥，这次我必定要连本带利讨回来。君逍遥和丹匪在经过多处传送阵后，也是逐渐靠近了丹匪所感应到的那处地方，竟然是在一处偏僻的下界。有意思。公子，那莫非是3味真火的气息？去看看。一方丹楼殿内，一位身着丹师长袍的中年男子正在炼制一炉丹药。这手法有些粗糙了。两位阁下，你们是谁？在下乃天月丹楼楼主。你不必紧张，也不必询问我等的身份来历，我只是对你身怀的火焰有所好奇。只要告知此火来历，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莫非这位公子和那神塔中的存在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这位公子，实不相瞒，此火其实并非是什么大秘密，只需要有足够的资源，便可以去神塔换取。神塔？没错，公子，四方鼎所感应到的方位，应该就是那神塔坐落之地。此方世界大陆深处，君逍遥和丹匪也终于是深入到了这片地域。那便是所谓的神塔。尔等是？阁下可是丹族的前辈？你是何人？前辈不必对我等心怀戒心，君某也并非是为了夺取3昧真火而来。拥有3昧真火之人出现了。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的确是曾经丹族之人，名为丹鬼。丹鬼？原来是丹鬼前辈，前辈之名，晚辈也有所耳闻。没想到你竟然能得到3昧真火。我知道前辈定然有诸多戒备和疑问，但我等来此绝非是为了夺取3昧真火，或是要对丹鬼前辈不利。君逍遥也是和丹鬼解释了一番。你既然能寻得此地，想必心里也有一些疑问，我倒是可以和你说。我一直相信丹族不会就此埋没，彻底消失于苍茫中。我在等待。丹鬼前辈，我或许有办法解除你身上的毒性。果真是3昧丹塔，那股气息绝对是3昧真火不疑。那君逍遥的3昧真火，看来并非是丹族的那一套。药离少主放心，不论对手是谁，敢招惹药王殿，与寻死无异。本少主只想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如果能得到，不但你们欠的人情一笔勾销，甚至我药离乃至药王殿，还欠你们一个大人情。放心，这次的事情定然会帮药离少主摆平。看来有人尾随在了你们身后。丹鬼前辈不必担心，不过是一群杂鱼，他们想夺取3昧真火，可没有那么容易。丹鬼，没想到他受了这么重的伤，还遭了吃王毒的暗算，居然还没死。君逍遥，你身上已经有了一道3昧真火，应该不需要第2道了。你们可以离开，此事与你们无关。天于仙朝逍遥王，该离开的是你。若能让出3昧真火，算我药王殿欠你一个大人情。你的人情值几个钱？药王殿的人情又算得了什么？既然如此，那就休怪本少主不留情面了。你们只要镇压住君逍遥等人即可。药离示意九阳谷地等势力的强者出手，然而九阳谷地与碧云岛的强者却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手。看来你带来的人并不听你的话。药离少主，你之前并未说过需要针对逍遥王，只是让你们暂时镇压。抱歉。你若是想要夺得3昧真火，大可以亲自出手一试。我可以将境界压制到同境，而且不动用法则之力，也不需要你打败我。只要能击退我一步，3昧真火双手奉上。你这次，本
少主记住了。药理等人离去之后，药王殿，当初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初药王殿等势力一定暗中与螭毒王等暗界生灵有所勾结。药王殿那边，晚辈之后自然会关注。不过现在此界被发现，丹鬼前辈并不安全，药王殿不会死心。若前辈信任，可以随我返回天域仙朝。看来预言并非没有一丝道理。预言？日后若有其他能得到三昧真火之人出现，或许就代表了丹族的出路。在离去之前，还是先帮前辈初步控制好伤势为好。我体内之毒乃是螭毒王所炼制的，还融入了暗界不死物质，如复古之躯，难以根除。圣体导胎，你的体质……前辈不必惊诧。另外，前辈体内的毒性也该暂时压制下来。我天域仙朝强者如云，可以再度帮助丹鬼前辈压制体内毒性，之后便可以想办法将其根除。多谢了，前辈不必如此。其实晚辈对于丹族也有些兴趣，只能说是互相帮助吧。我明白。他们却是忽然停滞住了，一道黑袍身影静静地立在那里。莫非是那药王的前世，离天丹地所遗留的手段？与真正的巅峰级大地上有巨人，是傀儡吗？还是某种化身？送上门的礼物，哪有不要之理？所以不过多时，那灵魂烙印便是被君逍遥磨灭，这具身外化身也是不再动弹，成为了无主之物。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某地，怎么可能？就算他是混沌体，战力也未免太过逆天了。君逍遥竟然敢夺我化身！君逍遥既然敢与我作对，那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君逍遥这边却是从容收起了这具身外化身，连君逍遥都不得不感叹，这药理简直就是送财童子啊！他刚要祭炼龙帝身，这药理就白给他了一具化身。我不想割韭菜，韭菜却送上来割。你倒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君某手段也不过如此，倒是让前辈看热闹了。其实我也明白你的目的，也相信你不会做出危害丹族的事情。我可以将一些事情告诉你，包括你身边那位丹匪姑娘的事。丹鬼也是将一些隐秘告诉了君逍遥。丹匪的确与丹族有关，但并非因为他是丹族人，他乃是一枚特殊的仙丹化形。丹界，丹界乃是我丹族所祭炼的一方特殊世界，也是我丹族保留最后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地方。那时候我族遭劫，最后只能将一部分族人迁移进丹界内，而后封闭界域入口，将其彻底转移。说实话，我现在也并不清楚丹界究竟位于何地。这样的话，倒是有些麻烦。其实，若是能解开丹匪体内的封印，或许能找到办法。这倒是不急，丹鬼前辈大可以好好休养。其实我想找到丹族，也是想与其合作，互惠互利。而且身为昔日霸族，若是就这样彻底埋没下去，也的确有些可惜。你是为了祭炼身外化身，所以才去搜集资源的？不错，不过我所祭炼的化身需要消耗的资源太多，还需要去寻找高等级的宝地才行。你若想去寻找高等级的宝地，或许我可以给你一些线索。你也算是救了我一命，又帮我驱除体内不死物质与毒气，我也该有所回报。不过，我也并不能确定你最后一定能找到，只能说你可以去探查一下。屠罗妖界位于北苍茫，
在陀螺妖界妖盟驻地之内。身为堂堂妖盟女帝，慕轩，你未免有些操劳了。不知是哪一阵风，把君公子吹到了我妖盟。本宫知道，君公子诸事繁忙，没想到还能再次见到你。这等小事交给下人去做便可。你身怀荧惑妖心，该把精力都好好放在修行上。这些妖盟之事，本宫也该亲力亲为处理好。有天妖皇在，妖盟不会出什么乱子。我倒是有些想念陀螺妖界的特产妖碎花茶了。哼，君公子这次来，想必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怎么，就不能只是来看看你，品品茶吗？你是那样的人吗？品茶赏美，乃是人生一大乐事。何况是慕轩你亲手泡的茶，只有来此才能喝到啊。好了，你说正事吧。此次前来的确是有一事，关于苍梧妖界的事情。慕轩，你知晓多少？苍梧妖界，倒是有所听闻。那一届的统治势力好像是妖神山吧，曾经与我妖盟也有些许联系，不过在近代倒是没有太多交集。君公子，高等级宝地，这可是一个极为珍贵的消息线索，你就这么告诉本宫，不怕我起贪念吗？这算什么？虽然此宝地对我有所帮助，但如果慕轩你想要的话，那你大可以拿去。对于自己人，我又岂会吝啬？本宫开玩笑罢了，又岂会真要你的东西？之后品完茶，倒是可以去见天妖皇一面，他或许知道更多。君公子，面对天妖皇大人，你态度可不能太过随意。等我先去禀告一番。不必。和慕轩一番小聚之后，君逍遥和慕轩也是去见了天妖皇。哦，原来是君公子啊！来此找本皇有何事？天妖皇，我来此是有一些事想要询问你。君逍遥也是将关于苍梧妖界还有妖神山的事情告诉了天妖皇。君公子这可算是问对人了。其实，苍梧妖界妖神山的创建者名叫妖神将，和本皇一样，都是当初从妖庭走出来的。哦，竟然还有这般渊源。这次，莫非是要针对妖神山下手了？唉，曾经的妖庭因为招惹了君家而元气大伤，运势大损啊。现在君家的后人，这是又要对妖族下手了吗？另一边，离开了古殿之后，慕轩的目光就一直盯着君逍遥，没移开过。怎么，我脸上有花？看君公子长得帅，不行吗？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你跟天妖皇大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天妖皇大人对你态度那般不同？我说天妖皇是我的仆役，你信吗？你不告知本宫就算了。这次我前往苍梧妖界，需要你一同前往。为何？想让你作陪，算理由吗？若是真需要本宫前去的话，倒也不是不可以。放心，并不会让你做什么复杂的事，你只需要放出消息，说将前往苍梧妖界，以合作的理由想要和妖神山接触就够了。看来你已经完全计划好了，那便依你。既然如此，君某就要成为女帝陛下的贴身护卫了。许多人想当本宫的护卫，还求不来呢。苍梧妖界亦是一方无边广袤的界域，疆土无尽。而苍梧妖界的统治势力乃是妖神山，此地正是妖神山学府。雕爷，我的万化妖身已经修炼至第5层，若是再进一步，应该能再次迎来准地劫。到时候，雷雨还有雷心，你们的羞辱，我必100倍报之。真是期待呀！哎，你们有没有听闻，那位妖盟的女帝要来我妖神山了，会暂时在学府落脚。我也听说了，听闻那位妖盟女帝风华绝代，倒是真想亲自见上一眼。妖盟啊，乃是一方
不入于我妖神山的势力。若是能够得到那位妖盟女帝的青睐，那岂不是直接就一飞冲天了？哼，你就做梦去吧你！妖盟女帝是何等身份，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妖盟女帝，小子，你若是到时候一鸣惊人表现一番，说不定还能博得家人欣赏。那位妖盟女帝的身份不凡，说不定就能帮到你。哼，现在想那么多做什么？与此同时，在妖神山学府的深处，倒是劳烦妖神山的诸位为本宫设下这接风宴。目璇女帝客气了，你能远道而来妖神山拜访，也是令我妖神山蓬荜生辉呀。我们两方势力同为妖族，更曾经有所渊源，本就该多多走动才是。客气了。这次本宫来访，的确也是为了两方势力的一些合作事宜。毕竟现在苍茫星空正值多事之秋，唯有合作互利，才能更加稳妥。的确是如此。就在殿内众人交谈之际，在殿外不远处，宋岩的身影也是降临。哼，宋岩啊，你这个废物怎么也来此了？我想来就来，与你何干？你是翅膀硬了吗？竟然敢顶嘴了！宋岩，你不会是也想去见那妖盟女帝吧？哼，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只有我哥才有资格追求女帝。你这个废物有什么资格面见目璇女帝？给我待在这里就好了，再敢进去一步，我打断你的腿！欺人太甚！宋岩，要隐忍，现在不是暴露的时候。等神山祭礼开始，你便可以找回场子了。啊，对了，目璇女帝，听闻你前来到访，我妖神山的一群年轻英杰也是坐不住啊。目璇女帝若不介意，可否见一见他们？目璇女帝，这位乃是我雷武一族中清代最为出众的俊杰。在下雷武一族雷雨，见过目璇女帝。果真是一表人才。雷雨虽然现在还未正道，但日后正道不是问题。即使在整个妖神山，雷雨也算是最为出众的存在。雷巫一族倒是人才辈出，令人羡慕。对了，目璇女帝，不久之后便是我妖神山神山祭礼，到时候女帝可以前来观礼。而且那个时候，我妖神山五脉妖族即将齐聚，女帝若是想商议什么合作事宜，那也是最佳的时机。那行，对于此等典礼，本宫也是有些好奇。那可太好了。雷雨，你想在神山祭礼上表现，博得那妖盟女帝的关注，那我便偏不如你的愿。等着吧。一番接风宴之后，妖神山也是给穆轩单独安排了一座寝宫。你这是？怎么，穆轩，你不会真想让我去护卫住的地方吧？当然不是。怎么，是怕君某不够君子吗？那接下来你怎么打算？在来了苍梧妖界后，我倒是也知晓了一些情况。在苍梧妖界有一处最为知名的禁地——大漩涡。你的意思是，你所寻找的那处宝地，在大漩涡中？那你是要直接前往一探究竟吗？不急，等神山祭礼之后再说。那行，反正这趟行程主要也是因为你。你在想什么？没，本宫能想什么？这妖神山倒也周到，寝宫内竟然还有温泉，倒是符合我意。你需要吗？我可以先让你。不必了。时间流逝，这便是苍梧妖界的神山，位于苍梧妖界的核心之地。妖神山五脉妖族都是齐聚于此。哎，元儿，
这次神山祭礼，你尽力即可。孩儿知晓。是那位妖魔女帝来了。墨轩女帝。道爷，怎么了？你有没有觉得此女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好像有种莫名的气场与威严，仿佛妖力都受到了压制。没错，难道此女身上有萤火妖星？是萤火妖星之主？萤火妖星？那是……宋岩小子，如果这位妖盟女帝真是萤火妖星之主，那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引起她的注意。到时候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毕竟萤火妖星之主号称可以统领万妖，将来绝对是凌驾于亿万妖族之上的统帅。就是如此，我明白了。刚好这次夺得神妖刀，引得墨轩女帝关注，一箭双雕。宋岩，你竟然还真的有这个勇气来参加神山祭礼啊！就不怕把你们苍岩妖族的脸丢尽了？与你何干？好，等我得到妖神刀的认可，看你还如何死鸭子嘴硬。这次神山祭礼的头筹，怕又是你雷巫一族啊！结果还没出来，倒也不能确定。而且，就算雷雨能登上山顶，也不一定就代表他能得到妖神刀的认可。雷雨，这次机会，你可要自己把握好。我去，我没看错吧？那道身影是宋岩？真的是宋岩，他的速度竟然那么快，而且他的修为似乎和以往不太一样啊。言儿，他怎么？那宋岩难道一直都在扮猪吃虎？啊？扮猪吃虎吗？宋岩，你是不可能。神山之上，接近顶层的位置。这一次，我雷雨当是第一。雷雨，这一次，看你是否能夺得第一。宋岩，怎么可能？宋岩将雷雨甩在了身后，第一个登上了神山之顶。这不可能！这便是妖神刀。我能得到妖神刀的认可吗？相信自己就可以了。你要尽力催动万化妖身的力量。不会吧？难道那宋岩还想得到妖神刀的认可？成功了！宋岩竟然成功了，他得到了妖神刀的认可。不，怎么会？妖神山还真是卧虎藏龙，竟然有这等黑马出现。我就说了，我的儿子绝非池中之物。宋岩感受着握在手中的妖神刀。裴宇，你不是想得到那墨轩女帝的关注吗？可惜，她现在关注的人是我。宋岩，你何敢与我一战？雷雨，你果然还是不死心。你敢不敢一战？还是说你是银样蜡枪头？刚好我也不此意。没有任何一丝多余的废话，雷雨直接出手。在交手一段时间之后，宋岩一招便直接破开了雷雨的手段，令其吐血。怎么可能？雷雨竟然败了！兄长竟然输了！这怎么可能？我竟然败了，败给了宋岩这个废物！天儿，你可真是大大出乎为父的预料啊！神山祭礼便是在这般的氛围之中落幕。这次神山祭礼，可真是令本宫大开眼界。哪里？在下妖神山苍野妖族宋岩，见过墨轩女帝。其实，在下对墨轩女帝敬仰已久，不知是否有这个荣幸，能与墨轩女帝谈法论道，交流修行之事。本宫来访妖神山，倒是略有些劳累，之后还要与妖神山商议合作公事，所以……抱歉，倒是在下唐突了。宋岩，不必心急，
你有这般优秀表现，又得到了妖神刀的认可，之后自然有机会接触这位女帝。而且方才接近这位女帝时，我也越发有那种感觉，说不定这木轩女帝身上真有萤火妖星。若是能得到她的青睐，那对你将大有裨益。我明白。我君逍遥的东西也敢觊觎，也该略施小惩才是。而另一边，在一处寝宫古殿之中，那个，本宫希望你不要误会，我对那宋妍可是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你不必解释，我自然知晓穆轩你的眼光不可能那么差劲，而且你也不可能看上其他男子。你就这么确定？当然。那宋妍似乎是很倾慕你的样子。你莫非是吃错了？你在说笑吗？没想到平日里高高在上、不染尘俗的君公子，也会有这般属于凡人的情绪。不染尘俗？看来你是对我有所误会。君某不过一介凡俗而已，世俗的欲望，我自然也是有的。哦，是吗？君公子说自己是一介凡俗，那你可曾动过凡心？其实我是觉得那宋妍有些古怪，背后可能有一些秘密，说不定就与那大漩涡还有我的目标有关。你有计划了？的确有所想法，只是对那宋妍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友好。那又如何？只要能完成你的目标，那宋妍即便是死，也算有价值了。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目标，所以才要对付那宋妍。他竟然还敢打你的主意，对你有想法，那就是自寻死路。你是为了我才对付那宋妍的？有这部分因素。好了，实施计划前，还是先泡个澡吧。那个，逍遥，那个，多谢你，你能为了我而出手，我很开心。何必如此客气？所以，那个，我也想体验一下林泉。对了，穆轩，如果你真想谢，我倒是的确有一件重要的事想要拜托你。什么事？苍岩妖族那边，庆祝的宴席暂时结束，宋妍也是独自一人来到殿中。不知穆轩女帝现在在做什么？如果我能变得更强的话，那就有资格成为她的左膀右臂。宋妍，你可不能懈怠他。若你能正道，那进入大漩涡也会更有把握。我知道。在某片壮阔的原始古林之中，另一个原本光辉无比、受到众人敬仰的名字，却是如流星陨落，沉寂了下来。可恨呐！宋妍，你毁了我的一切。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打败我，可为什么偏偏是宋妍这个废物翻了身，骑在了我的头上？如果我能得到天赋力量，不论让我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只要能打败宋妍。那是什么？难道是某种机缘？若是将这枚金色种子带回去给族里，到时候就算研究出什么，或许也轮不到我。而我必须要变得更强才可以。这或许是上天对我的弥补，给我的一次机会。这太逆天了！莫非这金色种子与那尊模糊的神灵有关？若是如此，我炼化的话，难道能得到一丝神灵之力？若是将这片功法传遍整个妖神山，那我日后岂不是能成为整个妖神山的主人？未来的妖神山之主，一统整个苍梧妖界。有了这片功法，无需太长时间，
我便可以让宋妍付出代价。我赐予你的东西，可还好用？你是木轩女帝身边的那人？你说是你赐予的，怎么可能？我可是给了你改变命运的机会，你是否也该道声谢？你到底是谁？我来自天域仙朝，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逍遥王之名？什么？你竟然是那位逍遥王？你说这金色种子是你赐予的，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想对付那宋妍吗？我可以给你机会。哼，不需要。然而君逍遥微微摇头，只是抬起手打了一个响指，雷雨整个人直接就不受控制，双膝重重地跪了下来。这才是你该有的姿态。逍遥王，你把我怎么了？我觉得你应该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我既然给了你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你自然也是得付出代价的，而代价便是你的性命。逍遥王，你究竟有什么目的？很简单，其实你我都有相同的目标，那便是宋妍。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对付他，但需要你雷巫一族配合。你只要听我的话，不但不用死，我可以保证，你们雷巫一族日后将一直掌控妖神山，甚至于你雷雨，凭借我给你的金色种子加上众魔心经，你日后成为妖神山之主，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对付宋妍，成为妖神山之主，同意还是不同意？君某倒是不需要不听话的妻子，若是让你自爆的话，想必雷巫一族也不会太过怀疑。毕竟你败于宋妍之手，心境破碎，心态失衡，一时想不开，也算合理。雷雨必听从主人之命。不错，识时务者为俊杰。接下来，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君逍遥向雷雨传音：“我明白。去吧。所谓主角，就该有主角的待遇。既然宋妍觉得自己是主角，那就该给他主角应有的狗血剧情。”苍岩妖族族地殿内，妍儿，这次那雷雨设宴究竟是什么意思？雷巫一族虽然心有芥蒂，但眼下我打败雷雨是事实，或许雷雨是想缓和与我的关系。是吗？要不我们可以拒绝。父亲，若是我拒绝，那倒是会显得我小家子气了。雷巫一族会认为是我们苍岩妖族不给面子，到时候他们若是借此发难，怕是会对我族不利。而且孩儿自己心里也有数，现在那雷雨威胁不到我。行吧，那你可要注意一点。这次宴会的举办地点正是妖神山学府。宋妍，你这只癞蛤蟆也想高攀木轩女帝？你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谁的女人。宋妍，恭喜你得到神山祭礼第一，还获得了妖神山的认可。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之前所作所为是我不对，而如今你得到了妖神刀的认可，将来注定会是妖神山的大人物，甚至一统妖神山。还希望你不要太过计较过往之事。我怎么会计较那些事呢？毕竟都不在一个层面了。宋妍，之前我对你也多有误会，希望你能谅解。又过了一段时间，忽然一声尖叫划破长空，传遍了半个妖神山学府。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这声音是新美。在学府的某处殿内，众人汇聚于此。是宋妍，他又要对我图谋不轨。宋妍，你雷雨，你在算计我！我原本想和你缓和关系，结果你却如此得寸进尺，甚至还侮辱新美，说我算计你，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雷雨，没想到你竟然会使用这种卑鄙手段！哼，没想到妖神刀会认可你这样一个丧尽天良之辈。我现在倒是觉得，你或许还有什么其他秘密。
你是因为一些原因才能有这般蜕变的。到时候等真相大白，就知道你究竟是什么货色。这便是你的计划？只是第一步，毕竟这宋妍自认为有大气运，那肯定要给他一点波澜曲折，不然怎么配得上他的气运？那逍遥，你的想法是？自然是不能让宋妍安然待在妖神山修炼发育，得给他上点压力，他才会去他该去的地方。苍岩妖族一处大殿之内，阴谋，这绝对是阴谋！妍儿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走，带上我族精锐，去妖神山学府，替妍儿讨回公道。你这是准备与雷武一族撕破脸皮了，还是说要与他们鱼死网破？可是，这很明显是陷阱圈套。你也知道，现在我苍岩妖族在妖神山中示威，若是现在与雷巫一族产生冲突，吃亏的是我们。那难道就让雷巫一族将妍儿押入地牢？要知道，他可是得到了妖神道的认可。所以更不能急了，说不定能以妖神刀为理由，想办法将宋妍救出来。报告族长，雷巫一族带着一批人马来了。什么？妖神山一处阴暗潮湿的地牢之内，雷雨，我原本以为你多少也能算个人物，现在看来你卑鄙无耻，还超出了我的预料。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定然也是有所秘密，所以才能修炼得这么快。若是你背后没有手段，你依然还是那个废物。所以呢，你想如何？杀了我？我再如何也是得到了妖神刀的认可。你若是对我出手，怕是也没那么简单。我自然不会现在杀你，但你背后的秘密，可就不一定能隐瞒下去了。到时候，妖神山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通过特殊的办法，才能登上山顶，得到妖神刀的认可。那时候，你的这一重身份还有用吗？雷雨冷冷嗤笑一声，然后转身离去。没想到啊，还是被算计了一把。雕爷，你可算醒了，之前为何没有回应啊？哎，你以为我是故意的吗？其实，天魔雕也是解释了一番。雕爷，你说那时候有来历不明的恐怖神魂锁定了我。雕爷，我倒也隐隐有感觉，算计我的应该不只有雷雨那么简单。可是到底是谁啊？小子，现在不是想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想的是如何离开。若是雕爷我暴露出来，那就有麻烦了。那该如何是好？其实有一个办法，我现在虽然是灵魂体，但若依附于你，也能爆发出一定实力，至少脱离这地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若是这样逃脱，岂不是坐实了我的行为？这样一来，有理也说不清了，而且我也难以返回族中。那就只能看你的选择了。若是我们能逃离，可以尽早前往大漩涡，等到时候你得到的机缘彻底崛起，一个雷巫一族又算得了什么？那好，拜托雕爷了。有人逃狱了，是那宋妍，快追！主人果然料事如神，竟然算到这宋妍一定会逃狱。雷雨大人，要继续追吗？算了，回去让妖神山通缉，我就不信他能逃掉。宋妍呢，宋妍，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始至终，你都在主人安排的剧本当中。另一边，终于摆脱了雷雨等追兵的宋妍也是松了一口气。母轩女帝，方才那一招是……你应该很疑惑，本宫为什么会出手救你吧？其实本宫知道，你应该是被陷害的。女帝陛下，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本宫倒也可以跟你直说，你既然能隐忍这么久，一朝崛起，想必也是一个能做出一番大事业之人。实不相瞒，本宫来此的目的，其实并非是为了寻求合作，而是想着
妖盟是否能吞并妖神山。什么？本宫觉得，以你的潜力和心性，是否有这个能力帮助本宫实施此计划？当然，若是计划成功，你背后的苍岩妖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甚至于会过得比现在更好。你也不想你背后的族裔一直是垫底的存在吧？女帝陛下，其实我也有一些事要跟你说。原来如此，看来你的姻缘际遇也的确不小。女帝陛下，若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一起去大漩涡探寻机缘。这是否有些不太合适？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只要能得到其中机缘，之后便有机会想办法掌控妖神山。那到时候本宫也可以调动妖盟力量，协助你掌控妖神山。到时候两大势力合并，将更加鼎盛。那便合作愉快了。女帝陛下，那大漩涡乃是苍梧妖界最为恐怖的禁地，哪怕是地境强者贸然进入其中，也可能被困死，乃至被放逐到无尽的虚空乱流中。所以到时候，女帝陛下一定要跟紧我。所谓大漩涡，乃是苍梧妖界的一方恐怖险地，位于苍梧妖界最深处的一处破碎之地。这全部都是本源之力。太好了，女帝陛下，这绝对是一方罕世宝地，足可供我们修行，甚至还可以提供给背后的势力。你所谓的机缘，就只有这个吗？还在这片本源之海的深处吗？难道机缘就在那其中？女帝大人，我们继续前进吧。女帝陛下，这就是你背后最大的因果吗？既然已经完成了使命，那你可以安心的去了。他不是女帝陛下身边的护卫吗？本宫还是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误会，他是天域仙朝逍遥王，也是本宫的夫君。天域仙朝逍遥王夫君？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难道我被陷害是因为你？你终于想明白了。没错，在背后算计你的的确是我。至于那雷雨，不过是我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我宋燕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这般算计我？要怪就怪你想的太多，惦记上了不该惦记的人。什么？雕爷，快救我！你果然是个废物，烂泥扶不上墙。雕爷，你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若非你这个废物有利用价值，以为我会帮你吗？原本想等着你的万妖化身修炼到圆满才带你来此，就因为你的废物，不得不提前来此。大人，抱歉，属下没有圆满完成任务，请大人责罚。你在说什么？我等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和主人一样命格体质的妖类。虽然在所有人眼中你的体质是废体，但也只有你的体质才能修炼万化妖身，能完美承载主人的元神。不然的话，我为何要费尽心思培养你？你现在最好的归宿，就是成为主人元神的容器。放心吧，自然会替你报仇的。莫非是妖神将？这具躯体还是有些孱弱呢。抱歉，大人，是属下办事不力。无碍，不过是多耗费些时间恢复罢了。莫非是创建妖神山的妖神将？看来你已经清楚了。你的体质很不一般。妖神将大人，此人倒是挺有名气，传闻他身怀混沌体。混沌体？哦，是想要炼化我？大人，不仅是他，那个女人，她身上应该有萤火妖星，乃是萤火妖星之主。萤火妖星？一个混沌体，一个萤火妖星，这是直接给吴送了2份大礼吗？
看来你是觉得吃定我们了。不然呢？那既然如此，能不能在死之前满足一下君某的好奇心？君某倒是很好奇，堂堂妖神山的创建者，为何会沦落到只剩下元神？还敢跟主人这么多废话？看在你将献出混沌本源的份上，我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随后，君逍遥也是从妖神将那里得到了一切事情的原委。现在吾也满足了你的好奇心，你是自裁，还是让吾来帮你？我想，妖神将你是有些误会了。哦，君某所说的能不能在死之前满足一下君某的好奇心，不是说在君某死之前，而是说在你妖神将死之前。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确，你身为混沌体，有自傲的资本，但是在吾面前，却是显得如此可笑。妖神将，看来你想拿君某当做资粮，似乎做不到。休得猖狂！若非这具体魄太弱，你以为你能与吾一战？等等，暂且住手！吾觉得事情并非没有商量的余地。现在想商量了？等等，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吾这团特殊本源的来历与作用？这团特殊的本源关乎一件真正的大秘，极为重要，也是吾的那5位部下之所以背叛吾的原因。他们想要得到这团特殊本源。若你许下天道誓言，不再对吾出手，吾可以告知你这本源的来历与大秘。大秘？我倒是不觉得。这团本源应该就是所谓的苍茫本源。至于来历，应该是你脱离妖庭时从妖庭暗中带出来的。而苍茫本源背后所谓的大秘，无非就是关乎苍茫位格以及成仙蓄力。不知君某说的可对？你怎么可能知道？看来你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论你有什么身份来历，敢对吾出手，都是与妖庭结下了大因果。荧火妖星现世，代表着妖庭将再度崛起，尘封的妖庭太子也将再度归来。你不可能占据这苍茫本源。最终，妖神将的元神在君逍遥的手段之下湮灭。别杀我！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帮助你们，而且此女身怀萤火妖星，是萤火妖星之主。她之后竟然会被那位尘封的妖庭太子盯上，我可以辅助她，给你们提供各种情报信息。而且，你也得到了妖庭的苍茫本源，日后也少不了会有麻烦。我的人，我自然会护着。那妖庭太子若想打什么主意，君某让他出世便去世。随即，君逍遥也是一剑横过，斩灭了天魔雕的元神。此兵器待我以3昧真火重新祭炼一番，品质应该还会提升。到时候送给你。此物乃是妖神山的象征，等日后时机成熟，便可以统合妖神山。想统合妖神山，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吧？我已经在妖神山布置下了棋子，就是那雷雨。他修炼有我赐予的特殊功法，迟早会传遍整个雷巫一族。雷雨有我暗中相助，日后定然是雷巫一族的化石人。雷巫一族也将一直执掌妖神山，最后落入我们的掌控，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若是成为你的敌人，那应该是一种噩梦吧？成为我的敌人是噩梦，那成为自己人岂不是美梦？所以成为自己人就是要给你按摩吗？下次要不要用脚来给你试一试？慕轩，你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你这种方法叫做踩背。此事回去再说。这样说来，
在曾经的妖庭中，应该也有一些苍茫本源。而在妖庭分崩离析后，妖神将则是暗中带走了这一小团，而且他口中那尘封的妖庭太子，是曾经妖庭一个重要的角色。他身上会不会也有苍茫本源呢？逍遥，那妖神将口中的妖庭太子，想必来历不会简单。慕轩，你不必担心什么，只要你自己不主动被拐跑，其他任何人都动不了你。怎么总说我会被拐跑呢？而且他难道不知道，我的心其实已经被某个聊完就跑的渣男拐走了吗？本宫才不是随随便便就会被谁拐跑的人。逍遥，这片宝地你准备怎么办？就在这里闭关修炼？那倒是不必，我有更方便的方法。你以后不必将一些繁琐公务压在自己身上，还是修炼最为重要。是你说过的。什么？是你说过你想看到一个更加鼎盛的妖盟，所以我才……所以你才要更加注重修炼，这样才能跟上我。嗯。此地事了，我们离开吧。在妖神山的一处宫殿之内，雷雨也是面见了君逍遥。主人，你就不好奇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小的不敢。实话告诉你也无妨。那宋妍无非是一颗棋子，后面真正的人物乃是妖神山的创建者妖神将。接下来你可以告诉外界，你们追踪到了宋妍的踪迹，最后他逃遁到了大漩涡，陨落其中。这场闹剧该结束了。此事办完后，你又要离开了。这柄妖神刀已经被我以三昧真火重新祭炼了一番，品质和潜力更高，其中所蕴藏的磅礴妖力也有助于你的修行。行吧，看在这妖神刀的份上，下次你再来找本宫的话，本宫勉强可以帮你泡一壶妖碎花茶。慕轩，你的妖碎花茶我自是不会忘，你泡茶的手艺也是越来越好了。只是泡茶就够了吗？你还想怎么样？你在想什么？我指的是踩背。你有种就来，小心腰被踩断。哼！君某自问腰身应该都还算坚固，不至于。之后慕轩也是返回了陀螺妖界，君逍遥则是回到了天域仙朝。逍遥王大人，关于你所需要的材料，其中有一样东西乃是仙药混元造化果，这东西比较难寻，不过在一处名叫西陵圣地的势力里确实有此物。刚好前段时间西陵圣地的西陵圣母收了一位义女，要举办大宴广邀八方，之后我们会前往，尽力帮助大人获得混元造化果。不必兴师动众，之后我去一趟便可。逍遥公子，之前您在葬生地救了秋木雨师姐，师姐一直惦念在心。之后不久，我剑族将要举行朱脉剑会，师姐想要邀请您前去观礼，还希望您一定前来。我会前往观礼。剑族吗？叶兄终于要蜕变完成了吗？那倒是刚好。西苍茫九劫深渊。君公子，叶孤沉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不仅不会有什么事，而且若无意外，叶兄想要借助这次由此而生的契机，一举突破正道。叶孤沉，叶兄倒是有气魄与野心，不愧是叶兄。剑虽然是剑修的根本，但却也是桎梏。叶兄之所以故意如此，并不是说要毁灭求败剑，而是对于他而言，他已和求败剑相融，或者说已经达到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地步。人即剑，剑即人，人剑合一，我道天心。意思就是说，叶孤沉不会有什么事，对吧？就像毛毛虫破茧成蝶一般，当其化蝶的那一刻，之前的躯壳便可以抛弃了。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惧，远离颠倒梦想，终究涅槃。万神劫，诛天灭。叶兄已经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恭喜，君兄。叶兄，以你的手段，
你成道后一般的帝境都不会是你的对手。与君兄差距还是太大。对了，叶兄，还有一事要告知你。这次不去，倒是有些可惜了。我对剑族也很有兴趣。好了，在叶兄恢复期间，苏姑娘可是一直寸步不离，守在此地。另外，叶兄才成道，也该有一段调息巩固的时间。之后我再来找你，你们慢慢聊。西陵圣地放眼整个苍茫星空，同样是一方鼎盛的不朽圣地。小姐，您可真美。等过了几日，宴会正式举办，小姐将成为圣母大人的义女，将来可是前途无量啊！前途无量。若是君逍遥在此见到此女，绝对不会陌生，因为此女正是姬青衣。而这时，忽然走进了一道身影，这位男子正是将姬青衣带回西陵圣地的西陵圣子，名叫洛灵。见过西陵圣子。青衣妹妹，你身上的伤势应该已经完全恢复了。托圣母大人的福，青衣倒是无恙。青衣妹妹，过几日便是娘收你为义女的日子。虽不知晓你的来历，但之后你可以把西陵圣地当成是你的家。洛灵公子客气了。青衣妹妹倒也不必如此生疏的称呼。洛灵公子，我还需要梳妆打扮一番，能烦请您暂时先退避吗？那是自然。他转身离开，但眼中却是闪过了一抹冷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之后该如何是好？如果是他的话，应该早已在苍茫星空闯出不小的名声了。如果能再遇到他，他是否会……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呢？在离开了北苍茫之后，君逍遥便是来到了西陵圣地的所在地西陵界。你们有没有听说那个消息？其实这次宴席不仅仅是简单的西陵圣母收义女那么简单，西陵圣母还要为那位义女找一位好夫婿。听说若是谁能娶那位义女，便能得到一枚浑元造化果作为嫁妆。哎呦，竟是仙药混元造化果！就算是西陵圣地那株混玄之果，10万年也不过才能结2-3个混元造化果而已。这还是西陵圣地耗费了诸多天才之宝底蕴，培养混玄之术，才能结出这点果实。这手笔可真是不小啊！你们就做梦去吧！真以为这种好事能轮得到外人吗？我倒是听一位西陵圣地内部弟子说，其实那位义女的夫婿早就已经被内定了，就是那西陵圣母之子西陵圣子洛灵。听闻那位义女天资不凡，更身怀特殊体质，此等人物自然是要留在自家人的锅里，而赠送浑元造化果也不过是左手倒右手。西陵圣母不过是想将圣地内最大的机缘给自己儿子罢了。妈的，原来是这样！数日时间过去之后，宴会也是正式举办。那位便是西陵圣子吗？听闻他天资修为一般，之所以有现在的实力，全都是西陵圣母靠着诸多资源一手堆起来的。他的西陵圣子之位也是西陵圣母钦定的。终于来了！那位仙子就是西陵圣母所收的义女吗？果然是天姿国色啊！难怪西陵圣子念念不忘。竟然是他，姬青衣。时间流逝，那位西陵圣母也是终于出现。见过西陵圣母。诸位客气了，多谢众宾客前来参加本座收义女的大宴。青衣，多谢诸位贵客前来参与赴宴。诸位，今日本座喜得义女，也是想为她找一段良缘，寻一个归宿。在场汇聚的皆是各方年轻俊杰，可有人有这个想法？若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可以直接提出来。当然了，一定要青衣喜欢同意才行。果不其然，整个宴席没有一位天骄俊杰发话。西陵圣母不是说想要为青衣姑娘寻一段良缘，
找一个归宿吗？没想到在场竟然无人应答。对于此等佳人而言，着实有些可惜。青衣姑娘国色天香，如此佳人，为何没人愿意争取呢？既然如此，那君某就却之不恭了。他是天域仙朝的那位逍遥王。什么？他是逍遥王？竟然是逍遥王？他怎么会突然来此？怎么回事？我听闻这位逍遥王虽然身边美女如云，但并非是什么贪好美色之辈啊。不愧是他，逍遥王，原来是逍遥王。本座倒也听过你的名，虽然本座没有邀请你，但你既然来了，那我西陵圣地自然也是以礼相待。西陵圣母，你说要为青衣姑娘找一个归宿，君某自问，以我的身份和实力，应该不至于辱没青衣姑娘吧？逍遥王，你能来此赴宴，我西陵圣地自然以礼招待。不过本座也听闻你身边佳丽如云，青衣虽然还行，但应该还入不了逍遥王的法眼吧？圣母有所不知，刚好青衣姑娘就是君某所中意的类型。圣母若愿意将青衣姑娘交给君某，那无疑也是让西陵圣地与天域仙朝产生了关系，何乐而不为呢？青衣，你可同意？青衣愿意。青衣，你可要想清楚了，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不可妄下断定胡来。青衣愿意。怎么，还要搞个什么比武招亲吗？这当然也可以。君某同意竞争，谁若想与我争取青衣姑娘，大可以挑战我。君逍遥淡淡环顾一圈，看来似乎并没有人想要与君某一战。多谢君公子能看得上青衣的蒲柳之姿，能服侍公子是青衣的荣幸。青衣，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逍遥王，青衣是本座的义女，当初本座救她也耗费了不少资源。明白，彩礼而已。对了，君某倒是听闻，若能迎娶青衣姑娘，则能得到一枚混元造化果作为嫁妆。君某既然出了彩礼，那这嫁妆，君某也就却之不恭了。逍遥王，你过分了！圣母，你亲口所言，迎娶青衣姑娘得混元造化果，现在又要否认，这对于西陵圣地的声望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还是说，想要让卧龙谷主前来与你们西陵圣地讲讲理？逍遥王，老夫倒是觉得此事可行。不错，我也觉得这是喜结良缘呐。我西陵圣地自是愿意与天域仙朝合作结盟的。之后若是有空，诸位长老可以前往天域仙朝坐坐，商讨一些合作事宜。唉，不愧是逍遥王啊，不仅携美而归，还得到了混元造化果。是啊，若是换做其他人如逍遥王这般，怕是骨灰都被扬了。结果逍遥王既得了美人，又得了宝贝，还能悠然自若离开。你如果有逍遥王那样的实力和背景，你也可以这么嚣张啊。在离开西陵界的非洲内，怎么不说话？只是有些感慨罢了。没想到能在这种情况下再见到君公子。的确，我也没想到能这般巧合见到青衣姑娘。君公子为何救我？为何有这般疑问？难道君某不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人吗？君公子自己觉得呢？青衣姑娘莫非觉得你在君某眼中算是外人？青衣是觉得君公子或许会反感像青衣这般工于心计的女子。我并没有任何偏见，所谓区分好与坏，本就是件很无趣的事情。况且人越老就越念旧。青衣姑娘可是当初在荒天仙域的旧识，君某岂有不救之理？看来君公子的确很念重旧情。那是自然，毕竟当初荒天仙域的故人
能在苍茫星空相逢，也是难得。倒是看到了君公子真性情的一面啊。真公子，青衣好奇，你之前说青衣是你所中意的类型，此话可当真？青衣姑娘，这是在试探吗？只是好奇罢了。不过，青衣自知乃是仆友之资，还是入不了君公子的眼。青衣姑娘倒是有些妄自菲薄了。那君某倒也好奇，之前青衣姑娘所言，说愿意嫁给我，是否也只是为了替自身解围呢？你猜？两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青衣姑娘为何会陷入西陵圣地？其实是因为发生了一个意外。怪不得，我总感觉你身上的气息似乎不太稳定，好像缺少了什么。这种情况对你而言，倒的确是有些麻烦。这件事情，青衣会想办法解决的。你如何解决？其实之前我是有思考过，前往苍茫10大霸族之一的霓裳族。这一族会收一些优秀的女子培养，之后霓裳族将会举办风华宴。我原本的打算便是参加风华宴，现在看来，那魔身虽然有异心，但毕竟与我本是一体，有极深的联系，所以他也有可能会参加霓裳族的风华宴。现在的你，确定打得过魔身？既然现在你也没有什么打算，不如暂时随我回天域仙场。之后，霓裳族举办风华宴，若我那时候无事，倒是不介意陪你走一趟。多谢君公子。不必客气。你若是对青衣这么好，青衣可是容易误会的呀。君逍遥带着姬青衣返回了天域仙朝。怎么逍遥王大人每次都能捡回一个绝世佳人啊？废话，逍遥王大人是何等人物，这太正常了。而没过多久，调息完毕的叶孤晨也是从北苍茫来到了天域仙朝。倒是没想到君兄能有这般巧合，遇到姬姑娘。青衣也没想到君公子与叶公子也早就相遇。这不刚好证明了这是缘分吗？毕竟我们可都是自荒天仙域而出的同代人物。而在这一番聚首之后，君逍遥也是安排姬青衣暂时在天域仙朝落脚，君逍遥也是和叶孤晨一起启程前往剑族。剑族身为苍茫星空10大霸族之一，其占据的疆土界域无比广袤，连成了一片辽阔的版图。而这次朱脉剑会的举办地位于其中一方古界之中。北玄剑子果真强悍，是我输了。下一个。北玄剑子进步速度真的太快了，比之前厉害太多了，在13剑子中啊，他都是数1数2的存在了。不过我怎么感觉北玄剑子的性格似乎也有极大的变化。哎，你难道还不知道吗？估计是为情所困。难道你忘了之前葬生地的事情？他还没有来吗？莫非是他察觉到了什么？什么？我没有看错吧？那位是逍遥王，他怎么来此了？为什么逍遥王会来？怎么，这便是剑族的待客之道？君公子，你来了，还以为你不会来呢。什么？原来是剑仙子邀请而来的。我剑族的朱脉剑会，好像没有邀请外人的习惯。君明剑子，君公子在葬生地救了我的性命，我邀请他前来观礼，有什么问题吗？剑仙子，你这胳膊肘倒是有些向外拐了，难道不知道他手中染有我剑族剑子的鲜血吗？倒是没想到，堂堂苍茫10霸族之一的剑族，竟然如此双标。就允许你们剑族剑子杀我君逍遥的好友，不允许我君逍遥杀你们剑族剑子是吗？这朱脉剑会乃是剑族剑修之间的比试，我记得逍遥王你应该不是剑修，来此观礼又有何用？我不是，不代表我的好友也不是。剑族会有人敢与我一战？那人莫非是长剑天子曾经所杀之人？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可能还活着？曾经徐长天杀我好友，
现在我的好友倒是想试试，所谓剑族剑子，究竟有多大的能力？哼，猖狂！虽不知你是如何能够存活下来的，但是你若想在我剑族撒野，未免有些无知了。可敢一战？有何不敢？逍遥王，在这众目睽睽公平之战下，若是不小心伤了你的好友，你可不要喊打喊杀啊！出剑。不必。他是找死吗？面对本剑子还敢如此猖狂，找死！渔民剑子出剑，威势隆重。叶孤尘很简单，并指为剑，一剑斩去。他的肉身竟然如此恐怖，能硬扛剑气。你错了，他全身都内蕴剑气，或者换句话来说，他本人就是一柄剑。人剑合一之境？怎么可能？那剑招是九节雷域剑法，这是九节剑帝的剑招绝学啊！怎么可能？他难道继承了九节剑帝的衣钵？我倒是听说过，之前长天剑子便是将其斩杀于九节深渊。莫非他不死的原因是因祸得福，得到了九节剑帝的传承？那是天剑合一。在所有人的瞩目当中，那渔民身形直接是倒飞而出，口吐鲜血。13剑子之一的渔民败。下一个。在剑族剑子接二连三败给叶孤尘之后，剑族众人的脸色也是不太好看。不过赵北玄却是面目沉凝，似是没有要出手的意思。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虚空之中而出，那赫然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九节雷域剑法，真的是九节雷域剑法！你真的得到了大人的衣钵，九节心经。好，太好了，总算有人能继承大人的衣钵了。谁说我九节一脉无人？沐雨姑娘，这位老前辈是？这位前辈具体叫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只知道大家都称呼他为剑癫子。他与当初九节剑帝有关系。你加入我剑族，跟着老天。多谢前辈赏识，但叶某有自己的路。不愧是大人的传承者，连这性格与执拗的劲儿都如出一辙。放心，让你加入剑族，不是让你学别人的剑，你可以走自己的路，老爹也不会影响你。而且，剑族的各方宝地资源，你都有资格使用。老爹说的，谁敢不让你用，老爹拿剑砍他。叶兄，我觉得这也并非不可。这位前辈应该不会说假话，而在剑族中，皆是与剑有关的修习，你也不怕找不到陪练的对手。没事了，可以随便拉几个剑子来磨练你的剑，成为你的魔剑石。前辈，还有一事，就是叶某不许受到规矩束缚。没问题，你想在剑族修行就待在剑族，不想待可以在外游历，来去自由，无人管你。好，那叶某便多谢前辈。好，大人的传承本就不该埋没。老爹我已经是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了，需要更年轻的小子来继承大人的道统。这逍遥王说是来砸场子，但却是连一招都没有出啊！是啊，他的境界实力我承认强到没边儿，没人是他对手。但在我们剑族，还是要以剑道论胜负。剑道修为不行，实力再强也无法服众，更别说砸场子了。而在中脉剑会之后，还有一个流程，便是剑族会开启一方特殊宝地，名叫藏剑域。好了，藏剑域开启，你们可以在其中修行悟道，但时间有限。藏剑域，将这消息传去后山。是。时间流逝，君逍遥盘坐在藏剑域内，一直都在领悟。逍遥王有动静了，他莫非是参悟了什么？好恐怖的灵魂力！只是在这藏剑域内，他参悟的却是灵魂神通。哼，没想到后山闭关多载岁月，外界便是换了天，竟然出了你这等妖孽的人物，
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是季星河，前代剑子中的佼佼者，他竟然出现了。前代剑子，混沌体，可是百闻不如一见。季某倒是有一些手痒。之前一直让叶兄出手，倒也是让君某有些闲得慌。既然剑族这么想知道君某的实力，那君某便大赌一次又如何？不愧是混沌体，倒是痛快。季清河都出手了，这次总能找回场子，替我剑族挽回些许颜面了吧？从境界来看，我占据优势，而你却有混沌体，也算是公平一战。你想怎么比呀？既然是在剑族，那当然是用剑来比。哦，好。君逍遥探手朝着虚空一抓，大罗剑胎遁空而来，落入其手中。剑不错啊。季清河的实力比他进入后山之前要强太多了。那是什么禁招手段？能挡下这一招，便算你。然而在那碰撞中央，一道身影骤然倒退，正是季清河。这便是逍遥王之前所领悟的神通，未免也太恐怖了，完全以剑招压过季清河。莫非在后山里，也没有几人会是逍遥王的对手？你赢了，侥幸而已。过后一段时间，剑族将会举行巅峰论剑，希望到时候你能参加。毕竟当初曾有一位姓君的至强存在，也曾进入后山，并且在剑地山上留下了剑痕。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巅峰论剑，我自然会参加，剑地山也会去。可以，到时候看你究竟能在剑地山何处位置留痕。不够，还不够，我的实力还不够，还需要列上更多的资粮才行。虽然本王对于君家恨极，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家族的人的确很妖孽。你若是想打败那君家小辈，怕是没有那么简单。我知道，不行，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那君逍遥？其实，若是本王能够破封，倒是能助你变强，让你能亲手斩杀君家此子。助你破封？以你现在的进步速度，你怕是永远都难以超过那君家小辈。若你甘愿一辈子受困于他人阴影之下，乃至于自己的女人都被夺走，那你便这样继续下去吧。君逍遥，都是你逼我的。想让你破封，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之后不刚好是剑族的巅峰论剑吗？你的意思是？之后你可以去联系劫组织的人，他们也会计划一番。雪月古界，一处楼阁之内。之前倒是多谢君公子，在沐雨危难之时施以援手，救命之恩，沐雨绝不相忘。沐雨姑娘太过客气了，君某不过顺手为之罢了。严格来说，沐雨连这条命都是君公子给的，无论怎么谢，都不过分。对了，我倒是想要告诫一下沐雨姑娘，之后还请小心一些。君公子何出此言？之前我听闻剑族封印魔剑王的那柄佩剑血苍穹被人偷走，而他们的目的或许不会这么简单。现在那魔剑王被封印在镇魔剑谷，由你们雪月一脉看守，所以才让你小心一些。怎么，沐雨姑娘，你是想到了什么吗？啊，没有，只是能让君公子这般关心，令沐雨有些受宠若惊。但是之后，君逍遥也是收到了一个消息：混沌皇女洛云和江浩淼前往某处机缘地时，被萧天组织的成员布下阵法困住。出手的乃是圣灵族的圣灵五子。圣灵族，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苍茫灵界第2层南渊城，这里是逍遥盟在苍茫灵界的驻地。盟主大人，
啊，逍遥盟主，看来还是影响力不够啊。既然如此，那圣灵五子倒是可以用作免费的宣传。带我去找那圣灵五子。是。哎，你们说这一战究竟会是谁赢？本来按理说应该是逍遥王赢，毕竟之前阴阳子、焚天子、五行子三人都是惨败于他手，但这一次可是圣灵五子齐出啊！而且剩下的那2位，比阴阳子、焚天子、五行子三人还要强。最重要的是，圣灵五子还能联手施展一套极为恐怖的阵法。之前那混沌皇女洛云，还有天域仙朝的江浩淼，便是被那一套阵法所压制，才难以逃离。这等于是圣灵五子的力量融合在一起。而且在苍茫灵界，逍遥王地中巨头的境界优势也会被抹平，所以最后究竟谁胜谁负，真的很难说呀。哎，别管那么多了，赶快去看，这绝对是苍茫灵界中难得的一战。在苍茫灵界2层一处新出的机缘地，在湖边有2道身影被镇压在此，正是洛云与江浩淼2人。清明子、血影子、焚天子、五行子、阴阳子，圣灵五子齐齐出现。你们的结果早已注定。手下败将而已，也有资格多言。若非你们出其不意暗算，否则也想镇压我等。无需废话，到时候自然会有一个结果。不过还是不能轻敌，那君逍遥的确强大。阴阳子，你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再强，难道还敌得过我们5人联手吗？好了，不必争吵，我们在此等待便是。没有人能招惹我圣灵族而不付出丝毫代价。是逍遥王，他果然来了。你终于来了，逍遥王。君兄，那逍遥王的气息太强大了，简直可怕呀！我在他面前，怕是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不愧是万古无双的混沌体，就算是圣灵五子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有十足的把握呀。看来你们的确是很有勇气。哼，早就听闻混沌体之名，今日在苍茫灵界，刚好可以公平一战。哼，5人战1人，你管这叫公平一战？哼，身为万古无双的混沌体，我们5人出手，倒也不算占你便宜。出手！君逍遥一指点出，原本他们以为会是一场群狼猎虎的厮杀，谁曾想竟然是一面倒的碾压。当即，阴阳子、焚天子、五行子3人皆是一声闷哼，身子横飞了出去。这一战，逍遥王若再完胜，那逍遥盟在苍茫灵界的声威就真的无人能挡了。萧天祖师的根基与威望将会彻底被动摇。逍遥王真就无敌了吗？没人是他的对手？我觉得你们还是祭出你们的合击阵法吧，不然的话，若是各个击破，倒也无趣。你没有迟疑，清明子、血影子、五行子、焚天子、阴阳子5人也是祭出了他们的5人合击之阵。君逍遥，这圣天屠灵阵你若能接下，我等便心服口服。这逍遥王一人祭出的手段，就堪比圣灵五子加在一起的手段吗？刺目的光华迸发，但见圣灵五子齐齐被震飞，身躯破碎。这怎么可能？这圣灵五子已经被我封禁，翻不起什么风浪。你们将他们镇在逍遥盟中。君逍遥，要杀便杀，何必羞辱我等？你们没有选择的资格。虽说是混沌体，但逍遥王未免也太强了吧？圣灵五子加起来都不是他一合之敌，莫非日后逍遥王将是苍茫星空新的神话？无论如何，这次不但圣灵五子沦为俘虏，威名尽失，甚至连萧天组织的名声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若萧天组织解决不了逍遥王，他们在灵界的超然地位将会被终结。不过这件事一出，逍遥王与萧天组织算是彻底水火不容了。萧天组织现在应该在想着该如何解决掉逍遥王。逍遥王可不是那么好解决的存在啊！苍茫灵界顶层一处修炼地内，子轩有何事？
倒是听到了一个有趣的消息。哦，是关于那位天域仙朝逍遥王。一人打败了圣灵五子，而且还破开了圣天屠灵阵。那位逍遥王，还有他所建立的逍遥盟，在苍茫灵界怕是势不可挡了。萧天组织恐怕此刻已经有些焦头烂额。听你的语气，似乎颇有几分幸灾乐祸。我对那萧天组织其实也无感，只是与我们云族井水不犯河水，自然也懒得管。现在既然有人能敲打一下萧天组织，倒也乐得看戏。不过话说回来，那逍遥王既然能够以一敌五，打败圣灵五子，那对上我们岂不是也有很大的危险？那种妖孽无法以常理度之，就算是天庭群英殿的那些怪胎，又有几个能对上他的？我倒是听闻了些小道消息，萧天组织怕是要调尽各种力量，要将那逍遥王灭杀于灵界。之后的灵界古殿是最好的动手时机。灵界古殿，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在外界或许有一些暗中对付逍遥王的办法，但在苍茫灵界，一切都是绝对公平。就算是一些老不死的想要出手，也不一定会是他的对手。没想到你对逍遥王的评价如此之高。承认他人优秀并不算什么。之后若有机会，倒是可以和逍遥王接触一下，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什么坏事。君逍遥也是和江浩淼、骆云等人回到了南渊城。对了，君兄，我倒是听闻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灵界古殿将要降临了。灵界古殿？若是我们逍遥盟能占据灵界古殿，那对于萧天组织而言，绝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不错，和萧天组织的缠斗，也是该决出一个胜负了。现在我镇压了圣灵五子，对萧天组织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若是再想设计对付我，估计唯一的地点，也就是那灵界古殿了。那样一来，君兄你可能会有危险。毕竟谁也不知道萧天会布下什么局。什么局都没用，萧天组织最终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吩咐下去，我们逍遥盟不能继续局限于苍茫2层，争取在灵界古殿降临之前，前往那最顶层。明白。将逍遥盟的事情处置一番之后，君逍遥也是离开了灵界。君逍遥回到现实。君公子，你回来啦！多谢沐雨姑娘费心守候了。君公子，离巅峰论剑也并不远了，你可以在此继续调息。多谢了。后山乃是剑族的一方圣地。好了，这洗剑池的功效不必我多说了，你们都是通过了笔试考核的人，有资格拿佩剑在此洗练一番。至于能提升多少品质，那就看你们佩剑的资质以及运气了。这是什么？隔着诸多岁月之后的神剑比拼吗？那是曾经我剑族先人的一些佩剑。终于在某一刻，大罗剑台一震，这是要凝聚出剑灵了！天哪，罗，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小心我叫你们通通炼化，输掉！哼，你们还不服气？既然如此，那我就把你们吃掉，吃掉，通通吃掉！去！我倒是听说过，剑灵的形象有时候会按照其主人的意念塑造出合适的形貌。莫非逍遥王？你已经是一把成熟的剑了，要学会自己讨好主人。以后蜕变剑灵，就照那个样子去变，知道吗？哼哼，让你们不服气！不错，主人。不愧是逍遥王，就连身边的一把剑都如此特殊超凡。妈的，人比人气死人呢！既然如此，给你起个名字吧。你是大罗剑台的剑灵，那就叫你阿罗。嘿嘿，多谢主人赐名，之后我就叫阿罗了。嘿嘿。随即，君逍遥等一行人也是进入了后山中心之处，那就是剑地山。如果我能在这剑地山上留下一抹剑痕就好了。这剑地山便是我剑族的圣山，你们可以瞻仰观摩，
也可以在山脚下盘坐悟道。当然，如果你们有能力在剑地山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剑痕，那就足以证明你们未来的剑道成就将无法想象。我剑族也愿意邀请你们加入，竭力培养你们。那就是人间剑族所留下的痕迹吗？人间第一剑果真霸气无双。在那5个字身边好像还有并列的字迹，怎么可能？莫非是看错了？谁能与人间剑族并列啊？在剑地山上留下字迹。人间剑祖留痕，人间第一剑，而一边另外5个字却是第一剑个屁。那字迹是怎么回事啊？谁敢以这种态度对人间剑祖？能与人间剑族剑痕并列，就说明其剑道修为不弱于人间剑族。你们难道忘了吗？曾经剑族发生过一些事情，有人曾提剑亲自登门剑族，挑战那些剑族至强剑帝，最后的结果却是……我也想起来了，那剑族不愿意提起的一段历史，那一位来自传说中的君家。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岂不是旧事再度上演？我倒是想知道，逍遥王究竟能在多高的地方留下剑痕？那其中似乎有。你终于来此了。就是他打败了你吗？倒是一位俊俏的公子。你们可别小觑了他，便是你们加在一起，能不能打得过那逍遥王，还是个问题。你们看着就好了。什么？季清河，你不会是在给自己的失败找个理由吧？不过我倒要看看他是否能在剑地山上留下剑痕。若是连这都做不到，那只能说季清河你的言辞有些夸大了。二话不说，君逍遥开始原地盘坐，领悟那其中的剑招神通。怎么感觉？这算是临时抱佛脚吗？以为这样就可以在剑地山上更高处留下剑痕？不必争吵了，之后自然会看到结果。恭喜宿主已到达签到地，是否签到？恭喜宿主获得8星奖励，剑道至强天赋，剑道天心。与此同时，雪月古界，事情差不多都准备好了。不错，等本王破封，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至于报复那君家小子，不过举手之劳。你是无极一脉的小子，你又来做什么？前辈对于赵某似乎颇有意见。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脾性。说实话，老身的确不愿意穆秋雨那个丫头跟着你。果然，我赵北玄努力修行这么久，却依然得不到认可。现在，连沐雨都离我而去。你们是谁？这里就是封印魔剑王大人的镇魔剑谷吗？你们是劫组织？难道你……想找援兵也无用，我们早已在雪月谷界外布下了阵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剑族是察觉不到雪月谷界这边的动静的。你们……原本以为你只是心高气傲，现在看来，你是彻彻底底的丧心病狂，竟然敢勾结劫组织，背叛剑族。背叛？这个世界不论正邪善恶，只论结果。只要最后我够强，那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对的。你是疯了？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出手！剑地山这边，这剑地山果然不是一般人能留痕的地方。君家仙人能在剑地山最顶峰与人间剑祖争锋，而君逍遥不知能在多高的地方留下剑痕。逍遥王的实力毋庸置疑，绝对是顶尖的，但这剑地山只能留下剑痕，之前也未曾听说过逍遥王专职剑修。虽然他的佩剑很强，但我觉得能在山腰处留下剑痕，已经足以证明逍遥王的妖孽了。什么？是那叶孤尘，
他好像得到了9阶剑帝的传承。这是何等剑意，竟然如此恐怖！什么？那种意境，莫非是剑道天心？不对，应该还没有到剑道天心之境，只是触及到了这一境界，或者换句话说，可以说是触及到了剑道天心雏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剑，破剑，这是何等剑招？在人间剑族与君家内人之下，超越一众剑帝，叶孤辰莫非是第3剑？不愧是大人的传承者。看来君兄或许也会带来不小的惊喜。逍遥王结束了，他领悟到了什么？他要出手了吗？不知道会有什么表现。终于要出手了吗？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能在什么位置留下剑痕。不，这不可能！剑道天心，怎有可能？怎么可能？那剑招气息是平天诀，是君问天。难道他又回来了？不是君问天，是那一家的后人。果然是一家人，还是一贯的霸道。吴那一脉的一个小家伙，便是被那君家后人所杀。这，哪怕是我剑族的几位至强剑帝，也不过如此吧。剑道天心，群兄，你究竟藏得有多深？君家，剑神君问天，也是我家大人难得佩服的绝世人物。第3剑，难道今日我们见证了第3剑的诞生？不一定，君逍遥与那2位齐平，谁敢断言未来他不会是第1剑呢？天哪，他可不是剑修，却能比肩2位剑道顶峰，甚至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第1剑。这，难道君家要出第2个剑神了？妈的，不愧是一家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剑帝山为何依然在震动？另一边，镇魔剑谷所在的封闭世界之内，快了，马上我就拥有复仇的资本了。难道他？参见魔剑王大人。无数岁月过去，本王终于破关，苍茫星空将在吾之剑下恐惧。剑帝山这边，不好，是镇魔剑谷，魔剑王竟然破封了！一道模糊修成的超然身影于无尽光雨之中凝聚而出，立于剑帝山之巅。他是君问天，这位便是剑神君问天。难道君家后人君逍遥见过君问天前辈？不错，前辈谬赞了，在剑道方面，晚辈着实称不上剑修。你虽不专修剑，但既有如此修为，那也无需妄自菲薄。平天诀，你可习得？小家伙看好了，剑是这么用的，任它千般变化，唯吾一剑平天。今日赐你一半。不好，莫非是剑族强者发现了？快阻止，不然阵法要破开了。是你，君问天。君问天，真以为本王惧你吗？劫魔道，魔戮众生。在这般的碰撞之中，魔剑王再度遭到创伤。该死！君问天，此仇本王记住了。魔剑王大人，我等为您断后。君问天，君逍遥，君问天，君逍遥。剑帝山这边，
有剑族长老反应过来，大喝：“快追！不能让魔剑王逃遁！”那以一剑令阿修罗王受创的人是君问天，那大败魔剑王的是君问天，那剑压剑族横扫诸剑地，令剑族不敢再霸道的也是君问天。前辈，我知道你心中有诸多疑问，再变强一些，日后你会知道答案。我期待与你见面的一天，他们都在期待。随着话语落下，君问天剑韵所凝聚出的虚影，也是彻底化为点点光雨消散。君兄，日后若有机会，一定要引荐我见一见君问天前辈。叶兄莫急，这是当然的。逍遥，倒是多谢你了。若无你与那一位出手，怕是我们都无法立刻察觉到魔剑王的情况了。其实也是凑巧而已，倒是不必多谢。在我剑族，还能找到有资格与逍遥王一战的人物吗？唉，一个不是剑族的人，却能力压所有剑修，有资格去争取第一剑的名号。如果让那人知道了，有人能与人间剑族比肩，将来应该会很精彩吧。可恨！现在你要去哪里？若是继续下去，等剑族真正的至强出手，那你就麻烦了。小女子穿红装，见过魔剑王前辈。你有何来意？前辈请放心，小女子绝对没有丝毫恶意。其实实不相瞒，小女子来自噬魂族。什么？噬魂族？噬魂族？魔剑王前辈应当知晓我们这一族，也知晓我们噬魂族其实与苍茫万族处于敌对的立场。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噬魂族人其实也有在与劫组织接触，毕竟我们的敌人都是苍茫势力，不是吗？所以，你的来意是？前辈现在的状态的确不佳，小女子倒是知晓一处养魂地，绝对无人知晓。前辈可以在那处地方休养生息，恢复实力。当然，说剑魔王前辈有所顾虑，那就当小女子没说过，这便离去。欺骗本王的下场，你应当知晓。自是不敢欺骗剑魔王前辈。之后，禅红妆倒也没有欺骗魔剑王，的确是带他来到了一处荒僻无人的宇宙。君逍遥，这就当是我送你的一个礼物吧，你可不要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前辈大可以在此休养生息，之后若有事情，小女子会再行前来。你就这么相信他了？不论如何，此处养魂地是真。只要本王恢复实力，哪怕只是恢复1/10的实力，任何阴谋，本王都不惧。在天剑界内，一方广阔的比剑站台之上，二位公子的剑道切磋，果真是令人赏心悦目。沐雨姑娘，那个君公子，沐雨有些事情想和君公子单独谈谈。你们聊。他转身离去。不知沐雨姑娘有什么事想与我说？君公子还记得之前你曾提醒我，因为血苍穹被夺，所以让我小心吗？再联想到剑魔王破风，沐雨忽然有了想法。哦，什么想法？就是关于赵北玄师兄。赵北玄，这是什么意思？在前一段时间里，赵北玄师兄曾来雪月谷间找过我，想要进入镇魔剑谷修行。那时的他应该是想替好友徐长天报仇，也就是想对付君公子你，因此才进入。只是从镇魔剑谷出来后，沐雨就觉得赵北玄师兄好像变了一个人一般，性情都不对了。而也就是在赵北玄师兄出现变故后，血苍穹才被盗走，加上之前剑魔王破风，赵北玄师兄也是不见踪影，说是独自在外修行，怕是。
所以你认为赵北玄有问题，或者说这一切都与赵北玄有关，甚至他之前就有可能被魔剑王夺舍了。所以呢，就算如你所言，现在也应该不知道那赵北玄的下落吧？其实沐雨倒是可能有些线索。既然沐雨姑娘有这个线索，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剑族，而是告诉君某呢？赵北玄毕竟是剑族剑子，沐雨若是这样直说，怕是无极一脉的人都不会相信。而假如其中有赵北玄的眼线，到时候打草惊蛇反而不好。再者，沐雨相信君公子有能力解决这件事情。多谢沐雨姑娘告知，此事君某会去验证。随后，邱沐雨也是离去。是有所算计，还是说这个消息是真的？管他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算计皆无用。在某处荒僻无人的宇宙当中，君逍遥，等我彻底修行有成，定要亲手将你手刃。君逍遥的身形降临此地。赵北玄，我倒是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恨我恨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君逍遥，我能找到此地，你觉得很意外吗？君逍遥，没想到你竟然和噬魂族的帝女有所勾结，是她告诉你这个消息的吗？噬魂族帝女吗？看来是她将魔剑王和赵北玄接引来此地，但是却又将消息透露给我，这算是对我示好。我与噬魂族没有什么关系，倒是你，没想到你还是走到了这一步。从苍茫灵界，你从第一次上门时，我就察觉到你体内有异状，与暗界魔王有关。可惜你还是不知悔改，一条路走到黑。你早就知道了，可是你为什么？其实赵北玄，我还是要谢谢你。若不是你，魔剑王又怎能破封？魔剑王不破封，我又怎有机会能将其镇压封印，化为资粮呢？你说什么？将魔剑王当成资粮？君家小子，你孤身一人来此，本以为你是来求死，现在听到你的话，本王可以确定，你们君家人不但狂，而且是疯了。哼，君逍遥，你果然是疯了。本王最为厌恶君家人，之后定然会报复君问天，但现在就从你开始吧。君逍遥红发飘摇，一掌拍击而出。怎么可能？这是阿修罗之力！你怎么可能拥有阿修罗之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君家小辈，你到底在搞什么鬼？阿修罗王的力量怎么可能被你所掌控？剑族不能彻底封印，不代表我君逍遥不能封印。你本就是君问天前辈的手下败将，如今终结在我君家手中，是你魔剑王唯一的宿命。想镇压本王，痴心妄想！在君逍遥周身，再度有雄浑磅礴的力量浮现。这股能量波动，是无念一族的王。该死！若本王能恢复几成实力，该死！你可恨！君家都是因为君家，当初若不是君家，苍茫星空又怎能抵挡住无暗界的攻势？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你还有何底气？本王的确没有想到，你一个君家小辈竟然有此能力，但本王乃暗界魔王，不死不灭的存在，你能败本王，却无法杀本王。至于封印，连剑族都无法完全封印本王，就凭你，光靠这可无法镇压本王。是吗？此法，这是什么法？这怎么可能？他将魔剑王置入了体内。
在君逍遥的内宇宙中，魔剑王在挣扎嘶吼。这种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阿修罗王与无念魔王一经？我能理解你的震惊，毕竟这门法你们并没有见过，而且唯有我的体质才能最完美的施展此法，封印魔王即存在。怎么可能会有此等封印之法？怎么，还想着要逃离，将这个消息传出去吗？但这是不可能的，魔剑王，该结束了。怎么可能？本王剑扫苍茫，最后竟会折在你这样一个小辈手中。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将暗界72魔王全都封印入体内，那魔王岂不成了我自己？在外界，君逍遥睁开双眸看向赵北玄。现在还抱着无谓的希望吗？说真的，赵北玄，我其实应该感谢你。若非你那样努力偷走魔剑血苍穹，令魔剑王破封，我又怎么能如此轻而易举的收割呢？原来从始至终你都知道一切，但你却故意放任。原来你的目的就是魔剑王，而我却在无形之中成为了你的棋子，为你做事。现在你也知道了一切，让你做一个明白鬼，算是君某对你的仁慈。不，君逍遥，你不能如此。若有种，等我修行一番，日后再与你生死一决。我绝不甘心就这样陨落。你甘不甘心与我有什么关系？况且说句实话，你别说修行千年万年，就算你日后能证得神化，那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化早已在我脚下。君逍遥随意一剑横扫而去，赵北玄也是在极致的绝望和愤怒不甘中彻底陨落。不错，这次之所以有这般收获，说来还应该感谢那位噬魂族帝女。那噬魂族帝女最早时应该是将我视作目标，毕竟最开始我灭杀过那羽化天，也就是那位噬魂族人，他肯定想让噬魂族帝女来对付我，而后来应该是知晓我并不容易对付，所以才选择换另一种方式拉拢嘛。直接送上这样一个人情，应该是想作为与我交换的筹码。看来这位噬魂族帝女手段心思也并不简单。管你是什么身份，既然送了君某这个人情，那君某也会记着。日后就算会反目，那这个人情也可以抵你一条性命。结束了这一切之后，君逍遥直接是将此地的诸多痕迹抹除，然后遁空而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道红衣如火的倩影浮现于此地，正是禅红庄。他是一人前来，竟然能解决剑魔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剑魔王再如何虚弱，也绝非是能轻易抹杀的对象。君逍遥究竟用了什么方法，有何等手段，竟然能直接解决一尊魔王？君逍遥，你身上究竟还有多少秘密？君逍遥，以后的时间还很长，我可以一点一点地发掘出你身上的秘密。禅红庄红衣如火的绝世倩影淡泊于虚空之中。而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几位黑袍神秘身影追查到了此地，正是劫组织的成员。就是这里，魔剑王的气息消散了，此地还残留有些许不死物质的气息。魔剑王气息怎么可能消散？莫非是出意外了？这不可能，魔剑王是何等存在，就算遭遇到了意外，他也不可能陨落。或许是因为魔剑王对于我们劫组织也并不算信任，所以才独自离去。也有这个可能。无论如何，魔剑王既然被放出来了，就能将整个苍茫的水搅得更加浑浊。局面越混乱，对于我等就越有利。另一边，君逍遥回到了剑族。君公子，你没事吧？不是，这次是真的要多谢木雨姑娘了。若不是你告诉君某这个消息，怕是关于魔剑王的隐患还无法彻底解决。只要事情解决了便好。对了，木雨姑娘，关于这件事，希望你不要透露出去，只有你知我知。为什么？这算是我们共同的秘密，如何？
既然君公子这般说，那沐雨自然是不会透露出去的。沐雨姑娘这个人情，君某记下了，日后必报。啊？君公子想怎么报呢？沐雨姑娘想如何？难道要君某以身相许不成？如果沐雨要呢？君公子可别吓到了。既然如此，那这个人情就先压着吧，等沐雨之后想明白了再说。好。在这之后，君逍遥也是打算离开剑族，叶孤尘会留在剑族修行。君兄，之后我会再找你切磋比武，若有任何事情，你也可以直接传来消息，你的事便是我的事。在君逍遥回到天域仙朝之后，包括穆长熙、江韵然、苏锦鲤在内的几女都已然出关。逍遥他应该是不会介意的吧？我没有把口水留在他脸上吧？要死了！苏锦鲤，你怎么会这么大胆啊？又不是在演狗血言情剧。那个，逍遥，我有事想和你说。我有预感，离正道不远了，要回家族里去突破了。这对锦鲤你来说是一件好事。我应该，可能，或许，要闭关一段不短的时间。你只是修炼闭关一段时间而已，又不是以后再也不见面了。那逍遥，你会想我吗？当然。那个，逍遥，我一定会让你知道，等我正道出关后会有多强。那我就先走了。逍遥，你应该不会抛下锦鲤的，对吧？几日之后，苍茫灵界那边，江浩淼传来消息，灵界中的古殿将要降临了。苍茫灵界的争锋，也该有个结果了。与此同时，在苍茫灵界顶层，这正是萧天组织的一处秘密大本营。圣灵五子那5个家伙还真是废物，到现在都被镇压在逍遥梦。他们可不是废物，要怪就怪那逍遥王太过变态。换作是你，难道能比那圣灵五子表现更好吗？好了，别吵了，现在是起内讧的时候吗？之前剑族发生的事情，你们想必应该知晓了。这位天人族男子名叫李佐臣，来自于天人族4脉之一的黄天李氏。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出身那一家族。李道兄，那君逍遥既然来自君家，那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对手了。那都是祖上的恩怨，现在我们所讨论的是关于萧天和逍遥盟的问题。而且现在，君家不显于苍茫，我天人族倒也不至于大动干戈，针对一个君家后人。况且，这我天人族真要针对，即便那君逍遥背后有天域仙朝撑腰，也是独木难支。除非他背后再多出一个霸族级别的势力给他撑腰，但这可能吗？不得不说，那君逍遥的确妖孽，本身混沌体就不谈了，光是在剑道方面的天资就足以与人间剑祖和剑神君万天比肩，更别说其他方面的实力了。难道我们萧天组织真要被那君逍遥一人压制，从而放弃整个灵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我承认那君逍遥很强，但若是让他如此横行，那萧天在苍茫灵界将再无丝毫地位，各位所占据的修炼资源也会失去。而且我也得到消息，圣灵族那边也坐不住，估计会有真正的老一辈下场。另外，若是实在不行，那也只能请来群英殿的人了。与此同时，在苍茫灵界顶层的另一方修炼宝地之中，云浩哥，子萱姐姐，云朵，怎么了？现在终于想到要来灵界修炼了？啊，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问你们。好。萧天组织真的要对君公子出手了吗？君公子啊，你是说那逍遥王？最近他的名字可是听得我耳朵都起茧了呀。君公子在葬生地中帮过我，救过我的命。所以呢，你的意思是？
萧天组织一定会布局对付君公子，我们能不能出手相助啊？怎么，你这妮子不会一见钟情，对逍遥王动心了吧？才不是呢！虽然君公子是很帅了，但人家只是想报恩而已。云朵，关于那位君公子在剑族的事情，你也应该知道。你觉得以他的实力，还需要我们帮忙吗？就算是这样，那萧天组织的阴谋也绝对不小。君公子再强，毕竟也只是一个人。我觉得，萧天组织若想布局针对逍遥王，那唯一的地点就是在灵界古殿。之后我们前往，根据局势再做决定。时间流逝，关于灵界古殿将要降临在苍茫灵界顶层的消息，也是传遍了整个苍茫灵界。一位身材均匀挺拔、容貌清秀的男子浮现出身形，正是老韭菜啊，不是老熟人叶雨。而他现在的境界气息，赫然也已经达到了地境。叶雨，前方有机缘，那就是冲玄灵果，若炼化一枚，就堪比1000年的刻苦修行。我若是能得到，不知能省下多少修炼的功夫。叶雨，这古殿深处有世界造化之气，若是我能炼化吸收那世界造化之气，就能更进一步恢复，也能帮助你蜕变体质根骨。在古殿内的一处区域，此女正是云族6要之一云子轩。那好像是云族的修士。在灵界古殿的入口缝隙处，是逍遥盟的人。那位便是君逍遥吗？果真如传闻般那样出众。之前剑族的事情我也有所听闻，没想到逍遥王竟然来自那一家族。不过君逍遥难道不知道，萧天组织绝对会设计针对他们，竟然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入？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无用。就算这样，萧天组织也绝对不是什么软柿子。何况我还听闻，圣灵族似乎也会有所动作。是他？该死，在霸族手中虎口夺食，果然不好处理。叶雨目光一扫，看到了其中一道雄姿伟岸的熟悉身影，因为那道身影赫然是他的好兄弟秦琼。秦琼，叶哥，叶哥，你怎么会出现在灵界啊？我之前还猜测你会不会来苍茫灵界修行。叶哥，你的修为……此事说来话长，在你离开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对了，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这时，云子轩等人也是来到此处。战族，你们是云族？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问我做什么？你应该问他做了什么。秦琼也是知道了情况。抱歉，给你添麻烦了。嗨，叶哥说的哪里话？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哼，修行界机缘有缘者得之，叶哥既然能得到，那便是与他有缘。有缘者得之，我倒是觉得有实力者得之。而就在两方人马气息对峙，隐隐要出手之际，此地竟然如此热闹。莫非我也是个颜控？他就是君逍遥。公子，他就是那位逍遥盟的盟主。哦，最近听得耳朵都起茧的那位，就是他吗？叶道友，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可真是有缘。我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君公子，事情是这样的。他也是简单说了两句。原来如此。君某觉得，为了一些冲玄灵果，就这般大战，倒是有些没必要。不如让君某来做个和事佬，调和一下。我觉得公平起见，冲玄灵果可根据人数来划分，1人1颗，这样足够公平。君逍遥，你这未免有些不公平吧？不公平？有什么不公平？其实说来，的确是叶道友先抢了云族的机缘，是看在我们相识的份上，才能让你保留1颗。逍遥王，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叶哥凭本事得到的东西，凭什么要和别人分啊？秦琼，别冲动。你觉得
我做错了。哼，就算你是逍遥盟盟主，也不能如此妄断。公子莫要冲动了，此人不好惹。叶导游，君某已经帮你调停了，你可以交出冲玄灵果了。叶哥，凭什么听他的话？就让我看看这逍遥王究竟有几斤几两。那不要！秦琼的身躯瞬间被镇压，砸在地上，无比狼狈。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从秦琼出手到君逍遥一掌镇压，不过是一瞬而已。秦琼，叶导游，看来你的这位朋友脾气有点大呀，这太过冲动的性格该改改。什么？叶哥，我……秦琼，千万别冲动。多谢君公子。不必，君某不过是一个调停的看客罢了。对了，君公子对于这灵界古殿应该还不太了解，子轩倒是知晓一些机缘地，可介绍给君公子。对了，叶导游，你可要好好劝劝你这位朋友，他这脾气容易死得快。君逍遥说完，转身和云子轩等人一起离去。可恨！秦琼，别冲动。秦琼，有些情况我得跟你说。叶雨也是和他讲了一些事情。总而言之，那个君逍遥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藏得很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千万不要想着能对付他。原来如此，没想到叶哥你竟然经历了这么多。对了，我还碰上了我们那个老同学，他现在叫苏锦鲤，乃是万界商会苏家的小姐。本来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是可以和我们联手帮助我们的。不过他现在和那君逍遥走得太近了，我之前也告诫了他，说那君逍遥藏得很深，说不定对他也有所图谋。若是知晓我们穿越者的身份，怕是会出大问题。唉，可惜苏锦鲤他不相信我。没关系的，叶哥，等之后那君逍遥真面目暴露出来，苏锦鲤他一定会清醒过来的。不过至少现在在灵界内，那君逍遥几乎无敌，你要隐忍啊。哼，那君逍遥也未必能只手遮天。在战族中有一位战王，是萧天组织的成员，我倒是听说过。萧天组织这次要动真格的对付那君逍遥，将会布下天罗地网，重重手段。就算那君逍遥再逆天，也终归有个限度吧。嘿，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还可以看一场热闹的戏。如果他是我云族人的话。紫萱姑娘，你在想什么？对了，君公子，这处灵界古殿的最大机缘，乃是在其核心处有一口造化古鼎，其中有着海量的世界造化之气，不论是对于提升修为还是内宇宙，都有极大的好处。好，那便去看看。是君逍遥，那位好像是云族的娇女。哎，逍遥王来了，就他一个人吗？身边没有逍遥盟的修士？恭喜宿主已到达签到地，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签到实行奖励，苍茫灵界控制权。什么？实行奖励，苍茫灵界控制权？这还是第一次签到一整个世界的控制权。苍茫灵界的控制权是什么概念？等于是君逍遥能够掌控整个苍茫灵界，就是苍茫灵界中的神。最为逆天的是，君逍遥若是在苍茫灵界之内出手击杀任何生灵，其在现实之中也会陨落身亡。君逍遥，你还真是有胆识，竟然敢一个人行动。逍遥盟主，最近听你的名字可是如雷贯耳，今日终于得见，果真是非凡人物。是天人族的李佐臣啊！我看你们这阵仗，好像并不只是想见君某一面这么简单。逍遥王，你应该知道，你和你背后的逍遥盟给我萧天组织带来了多少麻烦。所以呢，最开始难道不是你们萧天组织先招惹我等吗？君公子，我觉得或许之前我们两方势力是有一些误会。误会？可我不觉得是误会。看来，果然只剩下一个办法。内阵法师。哎，那位是
镇灵族的成员，他果然出手了。君逍遥淡淡看着这阵法，没有躲避或者破开的意思。诸位，你们难道真要对君公子出手？可否卖我云族一个面子？逍遥王什么时候和云族搭上关系了？而这时，远处竟是再度有一行身影出现，为首的正是云浩。君公子，久闻大名。诸位，你们真不必如此，不过一些阿猫阿狗罢了。其实，可不是我们萧天组织不想和逍遥王商量，而是他不愿意与我们和谈。你们大可以出手，但这代价，希望你们能够承受。哼，莫非怕你不成？你再强，最多也就是能在灵界内灭了我，但那又如何？算了，直接出手吧。成员，出手！难道是风灵族的至宝风天图？不对，应该不是那件至宝，只是仿品，但威力也足够恐怖，一般的地境绝对会被封印最少一半修为。怪不得萧天组织有恃无恐，原来是真的有备而来。这2重手段下来，足以压制逍遥王诸多力量，加上其余黄金面具群起围攻，说不定真能终结逍遥王在灵界的不败传说。君逍遥，要怪，就怪你招惹了我萧天组织。然而君逍遥见状，抬手挥动拳锋，一拳砸落而下，那天骄瞬间被混沌拳芒淹没，化为飞灰。怎么可能？怎么回事？虽然君逍遥是混沌体，但这肉身未免逆天的有些过头了吧？到底是什么怪胎？我就不信了！一起出手！都怕什么？难不成还真会死吗？出手！战王也是直接出手，出手！君逍遥见状，也是平平无奇的一拳轰出。战王的脸色骤变，他整个人被君逍遥击飞。该死！如果我能融合天命石……而这时，君逍遥发现有道道匹链对着他缠绕而来，是霓裳族的丽人出手。君公子，莫要挣扎，难道真就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了吗？而这时，不远处有着数道身影遁来，为首的正是叶雨和秦琼。叶哥，我们倒是可以看看，那君逍遥面对萧天组织，将会是何等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暂时不让你招惹他的原因。以柔克刚嘛，我倒是觉得一力降十会。君逍遥见状，随意一掌击出，直接破开了那位霓裳族丽人的手段。那位霓裳族丽人亦是很没有形象的被一掌拍飞。你还觉得这位君公子需要我们云族相助吗？既然来了，就现身吧。君逍遥，看来你已经猜到了。什么？是圣灵五子？他们不是被逍遥王镇压在逍遥盟内吗？在圣灵五子的身后，再度有数道气势磅礴的身影浮现而出。是圣灵族的那尊食人王，是青金狮灵，乃是地境4重，超凡地级。哼，不愧是君家后人，连这行事作风都和那一家如出一辙。只是敢惹到我圣灵族头上，只能说你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下逍遥王怕是有点危险了呀。君逍遥的确逆天，但那些老一辈不好整啊。果然，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这套路还真是不新鲜。若是吾等不出手，难道还真要让你把这苍茫灵界的天给掀翻了不成？想出手便出手，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不觉得丢了你们的老脸吗？君逍遥，你休得猖狂！待得将你从灵界中抹除，看你如何嚣张！好恐怖的波动，这就是极限地的实力吗？撇开境界不谈，在灵界中，食人王竟然也能发挥出此等威能。嘿，这下那君逍遥也该吃点亏了吧？极限地嘛，若是同境界，我杀你如土狗！小子猖狂！吾圣灵一族岂容你再次放肆！这就是极限地的手段吗？那是什么拳法？我怎么从来没见逍遥王施展过？
这拳法太恐怖了，光是站在这里看，就有一种灵魂要被拉入其中轮回的感觉。是食人王，他被君逍遥击退了。天哪，逍遥王击退了一尊极限帝。对于君逍遥来说，难道他在每一道的实力都如此恐怖吗？该死！你们看着做什么？此自有诡异。小的打不过来老的，老的一个打不过，一群老不死的一起上。还能不能更无耻一些啊？君逍遥亦是眸光淡淡，神色平静。他终于是祭出了大罗剑台，剑灵小萝莉也是现身。哇，都是神材宝料啊！虽然有点老，应该不好啃，但营养绝对很丰富。这里是灵界，杀了他们也炼化不了。以后到外界，他们若是继续作死，你可以挑选食材炼化。嘿，好耶！主人对阿罗最好了。死来！饶是食人王、青金狮灵等强者联手围攻君逍遥，君逍遥依然巍然不动。一群老不死的围攻一个年轻一辈，结果最后竟是被年轻一辈单独一人压制。至此，萧天组织和圣灵族全都被君逍遥一人镇压。怎么可能？你这小子！难道就算是神话地级来了，在苍茫灵界内也打不过君逍遥吗？不得不说，不愧是出自那一家族啊！唉，还说着要相助这位君公子，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太过多余了。君公子果然厉害到超出我的想象。如果他是我云族人的话，那我云朵岂不是走到哪里都没有人敢招惹了？你去做梦去吧。君逍遥，你很得意吗？这里只是灵界，退一万步，就算你真无敌又如何？也不过只能在灵界这种地方称王称霸而已。到了外界，如食人王前辈这等人物，分手之间便可将你镇压。玄阴神子，你倒是硬气。哼，你有种就杀了我呀！大不了老子以后不来灵界了。你们都听到了，玄阴神子说要我杀了他。君某这辈子就没听过这种要求。君逍遥话落，一掌镇压而下。与此同时，在外界，哼，君逍遥，此仇！然而，玄阴神子的话还没说完呢。什么？玄阴神子和在灵界中一样，身形寸寸粉碎，化为血沫。临死之前，玄阴神子都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死。怎么回事？神子大人竟然陨落了！灵界，是灵界中出了状况。怎么可能？神子在灵界中陨落，为何现实中也会陨落？与此同时，灵界这边，君家小辈，你想如何？莫非真想彻底得罪我圣灵族？明明事情的开端是源自你们圣灵族，每次都是你们主动挑衅，现在却怪君某惹事。放开本帝，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哼，想让我放了你，倒也不是不可能，但你们圣灵族不可能一点代价都不出。你想如何？我听说你们圣灵族拥有浊垢岩土本源，只要你们将浊垢岩土本源交出，我便可以放了你们。小子，你在痴心妄想吗？你不再考虑一下吗？你是在白日做梦。今日本帝就算死，也不可能答应你这个条件。君逍遥微微摇头，抬起手掌准备出手。然而就在这时，有骚动之声传来：“逍遥王，你到底动用了什么手段？为何我族神子会陨落？”难道君逍遥他能在苍茫灵界中杀人？不可能，君逍遥在逆天，也不可能违背苍茫界的规律。不错，他在灵界中谋杀对手，怎么可能会影响到现实？可是，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小子，莫非在虚张声势？既然如此，那便来试试。最后，君逍遥目光落在了风冥族的天骄身上。为什么是我？没有为什么，
只觉得你连当筹码的价值都不够。那风灵族天骄身躯当场炸裂，我族圣子也陨落了，肉身化为血沫。难道他真的？这怎么会？或许有些事我没有告知，只要是在苍茫灵界内死于君某手中的人，在现实中也同样会陨落。对了，差点忘了，食人王，你说你宁愿死都不会答应君某的条件，对吗？既然如此，等等，先住手！食人王，你这是什么意思？君逍遥，我承认这次是我栽了，一切都有商量的余地。所以呢，我的条件是不是要好好考虑？当然可以考虑。既然君逍遥有这种手段，为什么之前不动用呢？我猜是为了一波端。我去，这可真是太狠了，这等于是绑了一票人质啊！霸族的天骄说当人质就当人质，我强都不服，就服逍遥王是个狠人。果然，遇到君逍遥准备好事。叶哥，你又救了我一命，若不是你告诫我不要冲动，现在我怕是又得穿越了。没过多久，一道身影降临此地。君逍遥，我圣灵族觉得，苍茫灵界中的恩恩怨怨，其实都可以一笔勾销。今日是我能掌握他们生死，所以恩恩怨怨可以一笔勾销。那假如我无法掌控他们的生死，那这恩怨，圣灵族应该不会轻易接过吧？这件事的起源的确是我族有所不对，各种功法神通、底蕴资源、仙道物质，乃至世界本源，我族都可以拿出作为赔偿。其他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啄够岩土的力量本源。当然，或许对你们圣灵族而言，就算是损失了几尊极限地、超凡地，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家大业大，败得起。圣灵五子更不算什么了，死了也只是毛毛雨而已，丝毫不会影响你们圣灵族。君逍遥，真的就没有商谈的余地了吗？你虽然出自君家，但如今君家不在苍茫，光靠一个天域仙朝，就算能扛住我圣灵族的压力，那扛得住天人族、战族、霓裳族吗？圣灵族说的倒是不错，一个天域仙朝无法抗住己方霸族的压力，除非还有一方霸主级别的势力在君逍遥背后撑腰，但这根本不可能啊！哼，这圣灵族真是讨人厌，我们难道就不能帮帮君公子？你们圣灵族这是在威胁君某，刚好，君某最不怕的就是威胁。接下来时间倒数，若不交出啄够岩土，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君逍遥，你做的是否有些过了？”是群英殿的宋辉长老，连他都被惊动了吗？听闻这届群英殿招生，宋辉长老是负责人之一。君逍遥是吧？不愧是那一家的人物，英雄出少年，你可是闹出了不小的风波呀！群英殿的长老来此，不会只是想要与君某闲聊吧？君逍遥，你的实力的确妖孽无双，想要加入群英殿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做人也要有些许分寸，你现在已经得罪了太多的势力，年轻人更要识大体、知进退，小心刚过易折。所以长老的意思是，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其实说白了都是误会。你将他们都放了吧，他们给你赔礼道个歉，日后在苍茫灵界，萧天组织与逍遥盟各占一半，井水不犯河水，如何？君某在被针对围攻的时候，你没有出现；那些圣灵族老不死以大欺小针对时，你也没出现。结果现在他们被镇压了，你出现了，说我做得太过，要和谈。请问你是什么东西？君逍遥，
不要以为你出自那一家族就可以无法无天。我乃群英殿长老，乃是天庭麾下成员。你这般放肆，就不怕无法加入群英殿？群英殿算什么？需要我求着加入吗？你，哼！就算你不想加入，难道你麾下逍遥盟的所有人都不想加入吗？你有那个权利吗？老夫有没有那个权利，你之后自然就会知道。现在老夫问你，放还是不放？你果然是个蠢货。如果群英殿都是像你这样的蠢货，那不加入倒也是一件好事。君逍遥径直出手，镇压向宋辉。什么？啊，小子，你放肆！小子，你有这种在灵界内杀人的手段，最多也就只能在灵界中嚣张。等在外界，你得罪了这么多势力，就算你背后有天域仙朝撑腰，也绝对扛不住压力。群英殿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真以为我只有在苍茫灵界内有杀人的权利吗？君某倒是忘了说了，我所拥有的并非只是在苍茫灵界内杀人的权利，而是拥有苍茫灵界的掌控权。这怎么可能？难道你真的敢？蠢货！君逍遥懒得多说一句话，直接是一掌震落而下。宋辉一声惊呼，但还是被君逍遥一掌拍死。现在你们应该没有援兵了吧？君某的耐心有限，你们圣灵族最好做下决断。你先等着。说完，傀儡遁去。其实君某也是一个儒雅随和之人，并非什么嗜杀之辈。君逍遥，你想要什么？既然并非生死之仇，我也并非要你们的性命，什么资源宝贝我也不需要。让我想想，你们背后的霸族就让出几方世界的控制权吧。君逍遥，你真的有些过分了。君逍遥，你这个要求未免有些过分了。你的意思是，你的性命还不值一方古界？觉得自己不值这个价码，那还真是有点高看你了。看来你们这些筹码还不够，我还可以再绑一批人质来。怎么感觉逍遥王像是个绑匪啊？那君逍遥在苍茫灵界闹出这样大的事情，敢叫板诸霸族，真是有勇气。不错，不愧是那一家出来的，每一个都能搞事情啊。这件事闹大了，估计会有势力向天域仙朝施压。与此同时，天域仙朝，包括天域仙朝之主姜太林等人，自然也是知晓苍茫灵界中的情况。若是君家在此，以那几位的脾性，怕是早就一个个登门去讨个说法了。我天域仙朝没有主动去问罪他们，已经算是克制。结果，他们竟然想要前来逼压我天域仙朝。吾天域仙朝将士，无惧任何挑衅，更不受任何威胁。要战便战。这是神话的气息。怎么可能？难道是天域仙朝那位？是天域仙朝的国祖江卧龙。他的气息究竟到哪一步了？莫非真的触及到了神话界限？天域仙朝这态度是丝毫不服软了，他们要为君逍遥撑腰。哼，这下有意思了，那些霸族该如何应对？忽然，在无尽的虚空深处，有一道无尽幽冷的声音响起：“江卧龙，你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庇护那个君家小辈？”这声音来自圣灵族那边。哼，这是君家那几位不在此。若是他们在此，你还敢多说一句话吗？而这时，另一个方向又有浩瀚莫测的神念传递而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等小事便这样结束了吧？那道神念来自于战族。不错，
小一辈的争锋，大可不必闹得如此之大，各自退一步，又如何？战族、霓裳族等霸族的底蕴人物气息消散，最后还是选择了退去。与此同时，在苍茫星空深处，某片恢宏界域之内，这里坐落着一方名震苍茫的霸族，正是云族。那几族已经退去了吗？如此甚好，省得吾等出手了。那个小家伙闹出的事情可不小啊，他竟然还背负君家与江族的血脉，他的因果来自于曾经分离出去的那一脉，没想到竟然带给了吾族一个如此大的惊喜。是啊，在没有我族相助的情况下，他竟然一人就在苍茫星空闯出了这般威名。吾等年轻之时，怕是也远不如他呀。之后倒是可以接触一下了。若是有其他势力不要脸再想刁难他，别说君家与天域仙朝，便是我云族也绝不会罢休。苍茫深处，祖灵界，群英殿。该死！宋辉那个蠢货，没事掺和进去做什么？还拖累了我群英殿一群闭关的强者长老都被这样。此等麻烦事，我群英殿本来不该介入，都是因为他。殿主大人，接下来该如何做？宋辉之死，其实还不算是什么大事，没看到连己方霸族都退去了吗？我们群英殿自然也没有必要和天域仙朝对上。但是，此子竟然得了苍茫灵界的掌控权，这就有点麻烦了。我群英殿还有不少强者被他镇压着。哎，将此事上报吧。在苍茫灵界之中，灵界古殿内，圣灵族即便是再不愿意，也只能妥协，交出了浊垢岩土。我操，真的是我的本体力量！老大你太牛了，我强度不服就服你。是混沌元灵？难道君逍遥想要集齐4大元灵？哎，对了，他毕竟是混沌体，若是能成功集齐4大混沌元灵，那加持自然不敢想象。我的承诺已经完成，以后就全心全意跟着我。那是自然，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大主人。你叫我往东，我绝不往东；你叫我往西，我绝不往西。不对，是你叫我往东，我绝不往东。你就够了，去融合你的力量吧。之后云族众人都可以自由留在灵界休息。真的吗？金公子，你真好。君逍遥进入了灵界古殿之内，现在他是苍茫星空的掌控者，自然没有什么人敢与他竞争。这便是世界造化之气吗？果然玄妙，也是该突破了。君逍遥的气息境界开始轰然突破，地中巨头前期、中期、后期，而君逍遥的修为在这般修炼之中，一口气从巨头前期直接突破到了巨头后期。君逍遥心念流转，瞬间感应到了外界的情况。群英殿终于是坐不住了吗？灵界古殿之外，江韵然、穆长熙、杨旭等人一直留守在此。虚空中，一道身影浮现而出。诸位莫要紧张，老夫代表群英殿前来，并非是前来算账，而是讲和的。之前宋辉所做之事，只代表他一个人，并不代表我群英殿的立场。我群英殿不会追究宋辉之死，当然，也希望逍遥王莫要冲动，不要再针对我群英殿的其余人。群英殿的人，我家公子现在正在闭关修行，你若是前来讲和、商谈事宜，那就在这里等着，等公子出关再与他商议。这好，那老夫便等着。一道白衣身影从中悠然负手而出，正是君逍遥。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群英殿来意为何？君某虽不喜麻烦，却也不怕麻烦。君公子，看来之前我们的确有些误会。那宋辉只不过是个人举动，并不代表我群英殿的意思。所以呢？
老夫来此便是诚挚邀请君公子加入群英殿。之前的宋辉可是说，连我逍遥盟的人群英殿都不收啊。那只是宋辉一人之言。可惜君某对群英殿也并不是多么有兴趣。老夫来此自然是有诚意的，我群英殿愿意给予君公子天级序列的身份。天级序列？怎么？这身份很稀奇吗？君公子可能不知晓，天级序列可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份，更是代表了群英殿的诸多权柄利益。甚至群英殿中的宝库有一些极为珍贵罕见的天材地宝，都只有序列以上才有资格换取呀。群英殿还有什么目的？怕不单单只是要我放了这些人这么简单吧？逍遥盟的修士都可以加入群英殿修行，而且不会强制留在群英殿，来去自由。也罢，群英殿既然这样有诚意，那君某也就勉为其难同意了。那行，既然如此，那之后我群英殿会派人来商议一些细节。黄眉老者完事之后也是离开了。我逍遥盟不能闭门造车，需要多历练，让他们去群英殿修行一番，也算是锻炼。还有你们，也可以加入群英殿修炼，日后混个地级序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大仙石也是将从圣灵族得来的本源力量尽数融合炼化。果然只是一块板砖。主人，你可小看我了，我现在不是一块普通的板砖，呸，我本来就不是一块板砖。云逍遥想了想，在大仙石五官的眉心处刻上了一个德字。主人，你的意思是要我时刻谨记道德吗？不，我只是想以德服人。天域仙朝内，君逍遥也是面见了江帝江泰林，古祖江卧龙也在。晚辈多谢。好了，逍遥，都是一家人，你若再说这些多余的话，我可是会不悦的。其实，就算那时诸霸族不退让，继续逼压无天域仙朝，最终依旧无法得逞，因为还会有势力出手。不论如何，晚辈心中都有感谢。刚好之前那几方霸族割让了一些古界，我想将其中的5方古界并入天域仙朝的领土范围。在苍茫星空某处极为特殊的地域，这是一处古路的出口处，其中赫然浮现出了一道窈窕纤细的倩影，正是云溪。他的修为赫然已经是准地境。云溪，你未免有些胆子太大了。这条古路上的危险并不少，如果一点风险都不能冒，那我又怎能有现在的修为呢？主人没有选错对象，你果然是最佳的道统传承者。云溪，接下来群英殿将要开启，那可是踏入天庭的跳板。当初主人在天庭也留有一些遗泽，你之后必须要加入群英殿。我明白。哥，希儿好想你啊。哥，希儿终于能去找你了。啊，姑娘请留步。姑娘竟有如此手段，令在下佩服。不知姑娘实属何门？这是什么意思？姑娘误会了，在下可没有丝毫歹意。我名赤阳，来自赤凤一族。这次玄阳界历练，倒也颇有几分凶险。姑娘实力虽强，但也要注意风险。都不嫌弃，可以与我们一起组队历练呢？不必。看来姑娘并不知晓我赤凤一族。那如果搬出凤凰羽族，或许姑娘应该明白我的来历了。我知道你此来的目的，不过就是想要加入群英殿。实话告诉你，我的姐姐是少年地级，我的姐夫是群英殿的地级序列。知道什么是地级序列吗？想必你也不明白。只要跟着我，保管你能加入群英殿，而且还有不低的身份。滚！不过转瞬，包括赤阳在内的赤凤一族诸人便是尽数陨落。是赤凤一族的人，竟然被一位少年给杀了。
那位少女是何方神圣？竟然如此大胆！赤阳允诺了，他的姐姐赤凤女怕是会震怒的吧？就在云溪离开一段时间之后，竟然敢杀我赤凤女的弟弟，还真是胆大包天。不管你是谁，来自何方势力，我都得将你挫骨扬灰。小姐，属下打听到了，对公子痛下杀手的乃是一名青衣少女。都给我追，一定要找到那个贱丫头，她想死都没有那么容易。那位青衣少女啊，我倒是远远的见了一面，的确是国色天香，世所罕见。可惜了。是啊，竟然招惹了赤凤一族。那赤凤女可是最为护短的，而且赤凤一族还是凤凰羽族中的族脉，那可是一方霸族。除非那青衣少女背后也是一方霸族撑腰，不然真得香消玉殒了。那怎么可能啊？那少女若真有背景，赤阳也不敢那样轻挑招惹呀。与此同时，在离玄阳界不远处，有一颗磅礴的星辰，有一座古城建立其上。此刻，在这座古城内的一处楼阁之中，有一位年轻男子在此，正是药王殿的少主药离。其本身的灵魂乃是曾经药王殿的开创者离天丹帝。等这次玄阳界试炼一过，我必可以加入群英殿，到时候就有机会得到那几样材料，炼制出几回大丹，令自身变强，补上修为不足的短板。那君逍遥的实力极为强大，以我现在这躯体的修为，完全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想从他手中夺取三昧真火，的确困难。但是曾经欠过我人情的势力强者也并不少，之后倒是可以利用。君公子，我们又见面了。原来是叶姑娘，没想到你也来此了。是君逍遥，他竟然来了。他莫非还想加入群英殿吗？可是他还杀了群英殿的长老。不过就算君逍遥妥协了，也没必要来参加这次历练呢。或许大佬的世界我们不懂吧，人家就是来玩的。清浅也想加入群英殿修习丹道，之前因为在炼丹研究三昧真火，所以倒是没有时间去苍茫灵界。可以理解，叶姑娘对丹道的痴迷倒是令人敬佩。那还得多谢君公子给了清浅三昧真火紫火，清浅借此倒也研究出了一些东西。一缕子火而已，不算什么。君公子，你所给予的三昧真火紫火，使得清浅所研究的净化液有所改进。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换一处。没想到啊，连万象丹宫的清浅仙子都沦陷了。废话，君逍遥是什么人物？如果我是女的，我也想倒贴呀。我倒是看到了，那药王殿的药离少主似乎也来了。哎呀，曾经的未婚妻沦陷在其他男人手中，哼！这是清浅所研究的净化液2代。哦，对了，君公子应该不明白这意思吧？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某种增强修为的溶液。君公子，这净化液和一般的丹药不同，不仅方便炼化吸收，而且基本没有副作用，可以发掘人体秘藏，激活基因细胞的潜能。其实严格来说呢，修行同样是发掘人体奥秘，与天相合的过程。这净化液对于我逍遥盟修士来说倒是极有帮助。君公子，你真的相信清浅吗？叶姑娘的手段我自然是信的，之后你若需要什么资源，也可以去天域仙朝找我。这净化液若有可能也可以送过来。这是自然。君公子当初无偿给我珍贵的三昧真火紫火，我自然也该投桃报李。君公子，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不是，只是忽然觉得叶姑娘你有点像某个人。像某个人？君公子，你说见过长得很像清浅的人是男子吗？抱歉，是清浅失态了。没事，不过你说对了，的确是一个男子，还很年轻，而且碰巧的是
还和你同一个姓氏，他叫叶雨。君公子，他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之前我曾在苍茫灵界见过他，现在不知他在何处。但叶姑娘莫急，若无意外，那位叶道友应该也会进入群英殿。莫非那位叶道友和叶姑娘有所关系？来自另一方世界的事情，显然不是可以随便透露出来的，所以他只是说他在早时曾有一位亲人，后来失去了联络。啊，原来如此，没想到那位叶道友还真和叶姑娘有这等关系。叶姑娘若不介意，不如等这次试炼之后获得进入群英殿的名额，然后和我一起前去，应该能遇到。再不济，我也可以动用诸多人手情报去寻找。真的吗？多谢君公子。君公子，清浅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叶姑娘不必如此，这都是小事罢了。而且说不定日后我要发展逍遥盟，还需要叶姑娘帮助。君公子若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清浅，清浅必将报答。之后又是一番畅谈后，叶清浅才离去。果然，药离这颗韭菜也来了。这位丹地转世虽然是颗韭菜，但也需要开始着手布局解决了。刚好日后我的军地亭需要丹道部门，这药王殿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药离也该进入了玄阳界，是时候布局了。药离，你会不会上钩呢？玄阳界某地，药离正在其中行走。进入群英殿，光是核心弟子的身份还不够，最少也得获得地级序列的身份，才能拥有诸多权柄，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样的话，就还得继续深入这玄阳界深处，斩杀更强的存在。等我加入群英殿，得到地级序列身份，便是那君逍遥对我也不能再随意打压。况且，他能不能加入群英殿，还是两说。玄阳界一片广袤的山脉之中，杀了我弟弟，你还想活吗？这位女子自然就是赤凤一族的少年地级赤凤女。你难道就不问你的弟弟做了什么？是他先挑起纷争。那又如何？我弟弟能看上你，那是你的荣幸。你非但不领受，竟然还敢痛下杀手，简直是自寻死路！这少女哪儿来的？未免太莽了，竟然敢以主地境界主动对少年地级出手。就算此女很妖孽，能越阶作战，但少年地级可是比一般地级要强大太多了。这位少女若是参加霓裳族的风华宴，那绝对能艳压群芳啊！是啊，若不是看上去还尚有些许轻质，不然怕是霓裳族的几位顶级丽人都不一定压得住。此女现在就如此脱俗，那以后彻底展开了还了得？云溪，快离开！有一些不弱的气息来了，可能是这一族的强者。不过片刻，几道强大的身影降临此地，为首一位中年男子，气息沉浑，乃是一尊巨头帝。赤凤女，你该死！我要那个贱丫头死！敢杀我赤凤一族的人，胆大包天，他逃不掉。杀了我弟弟，你再逃，又能逃到何处？手下败将，你这贱丫头！杀了无族之人，不可能不付出一点代价。你若有来历，可以说出来，看能否抵你一条性命。云溪，我可以祭出手段，破开阵法遁离。不急。什么？难道你？在玄阳界另一处疆域，不愧是针对暗界生灵的最佳手段。不过这些还不够，在玄阳界深处的暗界碎片里，还有更强的暗界生灵，需要有更强的实验品。而途中，君逍遥听到了一些修士间的传言。哎，你有没有听说赤凤一族的赤阳公子被一个少女杀死了？
是啊，连赤凤族的赤凤女出手都是不敌，那可是少年帝级呀。现在赤凤一族在全力围剿那位少女，连地中巨头都出马，怕是凶多吉少了。那位少女的确是妖孽，能以准地修为打败少年帝级，只可惜似乎没什么背景，不然不可能这样被人围剿欺负，都无人出面为其撑腰。这简直逆天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逍遥王。不错，君逍遥的妖孽毋庸多言。难道这个少女会是将来的第二个君逍遥？此女身上绝对怀有恐怖的传承，是地之无上吗？还是更强的祭神，乃至神话？可惜过刚易折，不懂得收敛锋芒。你这贱丫头！这有点厉害过头了吧？此女竟这般妖孽，简直可以和那君逍遥做兄妹了。云溪，我们该走了。想逃？不可能！但见另一个方向，再度有一道成魂的地影突兀出现，其修为气息竟然也是地中巨头。哼，小丫头，杀了我族的人也没有那么容易逃离。但就在这时，那位出手的老者忽然身形顿住，在老者裂开的身躯后方，浮现出了一道白衣绝世的身影。哥，希儿，辛苦了。他们没伤着你吧？能再见到哥哥，希儿不觉得辛苦。那好，为兄先把事情解决。你们若有遗言，可以现在说了，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我去，那少女真是君逍遥的妹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之前从未听说过逍遥王有一个妹妹啊！逍遥王的实力未免也太过恐怖了，连地中巨头都被他一剑秒了。一开始还觉得是那少女作死招惹了赤凤一族，现在看来是赤凤一族踢到了铁板呢。逍遥王，我们并不知晓此女的身份。这便是你的遗言吗？然而在君逍遥一剑之下，万物皆灭。逍遥王，是他先杀了我的弟弟，我只是想要教训一下他而已。何必说没有意义的废话？我来自凤凰羽族，是18族之一。我的道侣是金凤一族的黄羽，他也是群英殿的地级序列。那黄羽的确不简单啊，听闻他实力很强。然而就在这时，赫然浮现出了一位年轻僧人的身影。这位僧人是少年帝，而且同样是一尊地中巨头。逍遥施主久仰大名，在下佛七来自元佛族。是佛七，他竟然来了！他可是群英殿的地级序列，为何要来此？此地有暗界碎片出现，佛七身为佛家人，自然不能容忍苍生受难，所以才前来。的确，当初苍茫大劫，元佛族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而跌落18族行列。元佛族，你要挡路？逍遥施主，小僧觉得事情不必做绝。你已经杀了赤凤一族的2尊巨头了，便手下留情吧。我倒是听说，这佛七与那黄羽倒是有些许交情。哥，要不算了吧，反正希儿也没什么事。希儿，我希望你能明白，没有人能让你受一丝委屈。若有，为兄会让其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话落，赤凤女化作一团血雾，元神亦是被彻底抹杀。我的乖乖，这绝对是正统君家人呐！唉，逍遥施主，一饮一啄自有天定，你这样行事，一定会有因果业力缠身，这对你日后并非是好事。不愧是元佛族的高僧，佛七果然心有慈悲，为逍遥王着想。只是逍遥王似乎并不领情了。逍遥施主，小僧劝诫一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方可得圆满。那君某也劝诫一句，那就是别惹我。
话落，君逍遥带着云溪离开。希儿，你成长了不少。因为希儿知道，希儿的哥哥是个君临天下的大英雄，所以希儿自然也不能给哥哥丢脸。希儿说了，我可是要做一个能干的妹妹。我家希儿的确是能干，但也希望你明白，虽然独立是件好事，但任何时候都不要勉强自己。别忘了，还有为兄在你身后。哥，希儿明白。对了，哥，那2位群英殿的地级序列，会不会有些麻烦啊？这是群英殿天级序列的信物，他们想要给我带来麻烦，倒是想多了。天级序列？好了，希儿，和我说说你一路上的故事吧。之前君逍遥才在苍茫灵界招惹了几方霸族，现在竟是又招惹了凤凰羽族。我愿称其为最强惹事王。不过别人惹事有惹事的资本呢，若是我们惹事，怕是早就被挫骨扬灰了。但是没想到那位妖孽的青衣少女竟然是君逍遥的妹妹，莫非她也出身君家？哼，果然是有其兄必有其妹啊。不过赤凤女死了，那黄羽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吧？不愧是逍遥王，还没加入群英殿呢，就已经招惹了2位地级序列了。玄阳界深处，灰雾弥漫，笼罩四野。果然，那君逍遥不论到哪里都能惹事。不过这样也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谋划。那是，不妙！没想到，真有蝼蚁敢窥伺本王。魔剑王，你的灵魂力倒是异常雄浑，可以用来补足本王的灵魂。且慢，魔剑王，我有话要说。蝼蚁，你有遗言？那道魔影嗓音森然冷漠。魔剑王，我知道你才破风，便遭到君家神剑的暗招所伤，现在状态不复巅峰，我可以帮你恢复。帮助本王？哼，笑话！魔剑王，你也能察觉到我的灵魂力异常雄浩，其实是有原因的。实不相瞒，我乃离天丹帝转世。离天丹帝转世？魔剑王，你可能不会立刻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乃离天丹帝，药王殿是我所创建的势力，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我曾与暗界的吃毒王合作过。想必你也应该知道的，丹族的覆灭由我在暗中计划排布，这样你还不信吗？魔剑王，你现在的状态远不复巅峰，我可以炼制出丹药，帮你快速恢复。而且，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敌人？没错，那就是君家。你也与君家有仇？当然，而且和魔剑王你同样，那个人叫君逍遥。君问天的暗招之所以能被激活，也是因为那君逍遥。小子，你若欺骗本王，后果嘛？之后若有需要，我会召唤你，你最好老实一点。放心，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自然不会出卖你。在药离离开一段时间之后，那灰雾中血色魔影，也就是魔剑王，缓缓走出，显露出了身形。白发玄衣，脸戴白骨面具，正是君逍遥的冥王身。聪明反被聪明误，药离，接下来可是期待你的表演了。离开了那处地方的药离，眼中也是有着算计。魔剑王，这可是一柄最为锋利的剑，足以给那君逍遥带来致命一击。没想到竟会遇到魔剑王，他和君逍遥以及君家也有着极大的仇怨。君逍遥，你得意不了太久，我有的是手段能对付你。玄阳界深处，这就是那暗箭碎片吗？不错，那药离现在怕是在想着该如何利用魔剑王来对付我。可惜呀，哥，又有哪个倒霉的家伙惹上你了？啊，没什么。哥，
你这门法，这门封印术名为暗之封禁，对于暗界生灵有着极大的克制。不过这需要将自身当成人体牢笼，所以需要肉身极为强悍。希儿，你虽然修炼了无垢仙灵身，但还需要再多多巩固。毕竟这门法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若是失败，有一定可能会被暗界生灵反夺舍。希儿明白。君逍遥再度遇到了叶青浅。叶姑娘可以随我一起回天域仙场，之后前往群英殿，应该能碰到叶道友。多谢君公子。君公子，这位便是你的妹妹吗？有君公子这样的兄长，倒是令人艳羡。我之前也接触过叶道友数次，他倒也颇有天资潜力，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兄长。我们离开。祖灵界是苍茫星空之中一方极为广袤富饶的大界，此刻在祖灵界中央区域。呵，这便是群英殿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气派壮阔呀！这不是废话吗？这可是天庭麾下的学府，天庭是何等势力？不过，想要在这妖孽云集的群英殿脱颖而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照你这样说，其实有一个人还没有加入群英殿，就已经出头名扬八方了。不过话也不能说满，那君逍遥是否能加入群英殿还是两说。不错，在苍茫灵界，君逍遥可是没有给群英殿丝毫面子。嘿，我倒是有点期待了。若君逍遥今日真来了，就算群英殿不计较，那几方霸族估计也得计较吧。而且你们别忘了，前段时间在玄阳界，君逍遥还把赤凤一族的生灵都杀了。那位赤凤女，那可是黄羽的道侣啊。还有元佛族的佛七，同样是地级序列，他曾出面阻止，结果君逍遥却丝毫不给他面子。不愧是最强惹事王，还有君逍遥不敢招惹的存在吗？山门前密密麻麻无数天骄修士汇聚，之前在苍茫灵界曾出现过的天人族李佐臣、战族战王、霓裳族丽人等也都是出现，当然还有云族的云浩、云子轩、云朵等人，秦琼赫然也在，在他身边则是叶雨。那群逍遥会来吗？这是天域仙朝的楼船，是君逍遥，他来了。杀了群英殿的人，竟然还能堂而皇之的来此，真是没谁了。那些人好像都是逍遥盟之人，这是什么意思？莫非君逍遥想让逍遥盟的人也全都加入群英殿？外人自然不知晓，之前黄眉老者和君逍遥等人达成的协议。叶哥，怎么回事啊？青儿女神为什么会和君逍遥在一起？不，青儿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人，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之后抽空我们去问一下。君逍遥，你竟敢杀我道侣！是黄羽，金凤一族的天之骄子，他可是群英殿的地级序列呀。哪怕在那妖孽如云的凤凰羽族中，黄羽也绝对是能排得上号的人物。元佛族佛七，又一位地级序列，是天人族的地级序列李云清。君逍遥，你在灵界的所作所为引起众怒，如今堂而皇之来此，莫非真以为自己不用付出一点代价？不错，你背后虽然有天域仙朝庇佑，但我等背后的族脉也并非是怕的，只是不愿意掀起战祸而已。废话那么多，是掩饰你们的无能吗？若是不敢出手，那便滚远点儿，休要碍了君某的眼。君逍遥，你放肆！黄羽径直对着君逍遥镇压而来。若地级序列就这手段，那倒是令人失望。君逍遥话落，随意的抬掌而出，向前盖压而去。如此雄浑的气息，绝非巨头前期。地中巨头后期，他这绝对是巨头后期的修为。是金凤一族的金凤法相，好强啊！这金凤法相能不能镇压君逍遥不知道，但绝对能镇压我了。这就败了吗？
你的修为，这便是地级序列的实力。你，哼，没想到你竟然是巨头后期，这次是我认栽了。黄宇冷哼一声，转身就要离去，而这时君逍遥突然再度探手，住手！君逍遥，你要做什么？君逍遥，你这么激动做什么？君某难道是什么嗜杀之辈吗？士可杀不可辱。哦，不可辱是吗？看上去卖相倒是不错，拿来当个代步坐骑，勉勉强强。君逍遥，太过了，赶快放开黄宇！你若镇压他为坐骑，那震怒的可不只是我金凤一族，还有整个凤凰羽族。哼，君逍遥，你还真是能惹事儿。和吴族的事情还没完呢，又招惹凤凰羽族。不错，就算你背靠天域仙朝，也不能无法无天。天域仙朝虽强，但真能对付我们一众霸族吗？有江家的族老站出，嗓音冷然地说：“你们这是何意？他可是君家人，你们难道忘了君家的大功绩吗？若没有君家，当初苍茫大劫可能结束吗？现在你们敢如此针对君家后人，就不怕君家的报复？君家现在可不在苍茫。再者，君家当初虽然对苍茫有功，但不能掩盖其过。君家招惹的势力还少吗？不论如何，你们针对君逍遥，就是针对我天域仙朝。哼，想彻底保住君逍遥，一个天域仙朝可不够看。就在这时，一道冷哼之声忽然从远处传来。若是天域仙朝不够看，那再加上我云族呢？是云族，云族来了。是云景阳，这尊大佬怎么来了？加上云族，云族为何要给君逍遥撑腰？当初云族和君家的关系虽然也还不错，但也只是不错而已，还不到江家这种穿一条裤子的关系。景阳长老，你此话何意？谁敢针对君逍遥，便是与我云族为敌。景阳长老，你这话什么意思？虽然你们云族曾经和君家关系甚可，但也不至于替他们的后人出头。谁说是因为他君家的身份？君逍遥是我云族的人，谁若再针对他，便休怪我云族不罢休。景阳长老，虽不知云族为何要庇护君逍遥，但你说君逍遥是云族人，倒是有点让人难以相信了吧？难道是因为君逍遥实在太过妖孽了，云族忍不住起了惜才之心，哪怕胡言乱语，也要将他拉拢进族里？那是云族的血脉圆珠，可以检测血脉。这君逍遥真有云族血脉？好，好，好！晚辈云霄，见过云景阳前辈。这位是我的妹妹云溪。云霄，云溪，好，好啊！以后谁敢再针对你们，我云族扒了他们的皮！这君逍遥是套娃吗？身份一重套一重。啊！君公子竟然真的是我们云族的人！难怪了，当初见到君公子，我就有一种隐隐熟悉的亲切感。没想到君公子竟然有着我云族的血脉，这下我云族也不会平静了。他怎么可能还有这等身份？而人群之中还有一个人眼神沉然，正是药王殿的少主药离。云族原本还想靠自己解决这君逍遥，现在看来只能依靠他人了。还有魔剑王这个重要的棋子，一定不能丢失。云霄，这便是你在界海云族时的名字吗？之后可愿意随老夫回一趟家族？可以，这次多谢景阳长老了。抱歉，逍遥，
之前老夫等人有些事情处理，没有及时出来。君某今日刚来到群英殿山门前，便是遭到了这般针对。若群英殿没有一丝诚意的话，那么之前的约定直接作废。君某倒也不是一定要加入群英殿，我需要看到诚意。诸位，君逍遥君公子已经获得了我群英殿的天级序列身份，谁若针对群英殿的天级序列，后果自负。